边陲，云南府。燕三河一身校服，跪在棺材边，棺材里躺着他的祖父。祖父是在睡梦中走的，走得无病无灾。火光跳动中，他听到一声细小的咔嗒，什么声音？还没回过神，又是一声。这一回他听清楚了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裂开。燕三河赶紧从地上爬起来，拿过油灯，走到棺材边，凑近一照，瞬间屋内俱焚。刚刚还盖得严严实实的棺木，这会儿裂开一条缝。传说死人的棺材板合不上，是生前有念，时间一久，念就成了魔，心魔不除，入土不安。祖父，你有什么放不下的？京城百药堂。姑娘配什么药啊？我要配2钱无色无味，入水即溶，能让人喝下去。哎呦，您快打住吧，这里是药铺，治病救命的，不是谋财害命的。喝下去没什么感觉的补药。只是这价格嘛，贵了些。够吗？够了，姑娘坐会儿，我到里间让师傅给您献墨。刚要找把椅子坐下，突然发现药铺里还有一人。那人一身武将打扮，歪着脑袋，大腿翘二腿，半坐半倚在角落的一张太师椅里，正用一种近乎探究的目光看着他。燕三河皱皱眉头，在一旁坐下，那道视线还粘在他身上，有些不依不饶的劲儿。哎，听说没有？城东头的季老爷前儿个被罢官了。这季家也真够倒霉的，年前死了老太太，年后孙子病了，孙女儿被退婚，可真够邪性的。别是沾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？别乱说。墨好了，您收着。请问谢道之的府邸在哪里？谁？谢道之。出门左拐，穿过4条巷，再往前走1刻钟就到了，不远。多谢。让季家人把墓挖开，看看老太太的棺材是不是裂了。有点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找谁啊？谢道之。放肆！我家老爷的名字也是你能直呼的。走，快走。找我家老爷什么事啊？大事儿。你就扯吧，这身段这模样，8成是府里哪个爷们儿的相好。老王头叫来个小厮，低声叮嘱了几句，那小厮一溜烟便跑没了影。叫啥名字？我没记住。你只要告诉谢道之，我姓燕。谢总管走到燕三河的跟前，盯着他的脸看了半晌，鼻孔朝天。跟我来。燕三河暗暗心惊，心惊的不是谢府的气派富贵，而是沿路竟没见着一个下人，这绝不正常。到了，进里屋等着吧。有了。内堂里灯火通明，所有的布置摆设都在告诉燕三河一个事实，这里是权势滔天的内阁大臣府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燕姑娘，见到我家老爷怎的不行礼？大胆！怎么，你们谢府的椅子是摆设？你姓燕？没错。从哪里来？云南府福贡县。你千里迢迢来找本官，有什么事？我为雁行而来。你和雁行是什么关系？亲人。什么样的亲人？我唤他祖父。你今年多大？17。雁行他怎么了？1个半月前，他去世了。可是寿终正寝。生老病死都算寿终正寝。他临终前留了什么话给我？没话。他有什么事情交代我去做？并无交代。我和他有过几面之缘，并不太熟。你和他只有几面之缘吗？本官难道会诓你？诓了。放肆！不能放肆，也要放肆了。谢道之，你曾经姓燕，
叫燕行父亲。世人谁不知，我谢道之1岁半就死了父亲，是由寡母一手带大的，休得胡言乱语。你此刻能和我说上话，已经是看在那几面之缘的份上，否则你只怕连谢府的门都进不来。来人，老爷，安排燕姑娘住1晚上，明日一早让账房支1000两银子给她。老爷，这么多？她从云南府来，进趟京城不容易，想必以后也没机会再来。是。燕姑娘，这里是谢府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从正堂出来，燕三河撑着伞，若有所思。谢道之几次三番不让他把话说下去，可见那段往事他根本不想承认。不想承认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心虚了，还是为了他堂堂谢内阁的脸面？就这里了，请吧。慢着，我要热水。寂静中，月光在屋里静静流泻开来。姑娘，热水来啦！热水放哪里呀？随便。天冷，两位妈妈打些热酒喝。哎呀，那可多谢姑娘了。姑娘看看还缺什么少什么，都可以和我们说。不必，我就打听件事儿。书房里，老爷，安顿好了？好了，老爷，他借着要热水，趁机打听老夫人的生辰八字，说是要给老夫人点长明灯。老爷，要不要小的？暂时不必。这件事情，如果有第3个人知道，后果是什么？那姑娘一派胡言乱语，老奴早不记得她说了什么，请老爷放1万个心。老谢啊，我自是谢你的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你给我站住！燕姑娘，这地儿可不是你能待的，想要银子就跟我来。燕三河勾勾唇，不仅没跟过去，反而大步往书房走。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一大早的，谢总管想让谁吃罚酒呢？一大早的，大爷怎么来了？听说父亲昨儿在书房歇息，我过来看看。这位是？一个打秋风的远房亲戚。嫌昨儿拿的银子不够，大爷不用理会，交给老奴处理就行。姑娘如果嫌银子还不够的话，可以和我说。我和你说不着。谢道之，你生父的确是在你1岁半的时候病逝的，但是4年后，你母亲……来人，此女子诬陷朝廷命妇，满嘴胡言乱语，给我绑起来！话都不敢让我说完，你在怕什么？你母亲姓姚，单名一个惠子，1月初9生辰，酉和初年嫁给安徽府水东名士燕行为继室，时年25岁，燕行就是你的继父。这张合婚庚帖上写得清清楚楚，白纸黑字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把这人给我绑起来！怎么，想杀人灭口吗？杀了你又如何？谢道之，你真当我会毫无防备就踏进谢家的门吗？一个个还愣着干什么？父亲，时辰不早，该上朝了。姑娘，早朝耽误不得，先让父亲上朝，有什么事等他下朝再说，你看如何？缓兵之计吗？谢总管，你陪着这位姑娘下去休息，好好招呼，别怠慢了。是。父亲，他说的可是真的？真的假的？以后再说。眼下我们有件更重要的事情。父亲中举后，皇上感动老太太守寡，替朝廷培养出一名举人，御赐一道贞节牌坊，作为天下女子的榜样。如果她再嫁的消息传出去，妥妥的欺君之罪，轻则丢官，重则抄家流放。父亲，老太太年纪大了，经不得事，早做防备。你刚才就是不叫住我，我也不会对她怎么样。我知道，父亲只是想吓一吓她。满京城敢直呼我谢道之性命的人不多，这女子看着年纪轻轻，身上却处处透着诡异。老大，父亲，你派人去通知老夫人，
让他在庙里多住几天，不用急着回来。是。府里的护院统统上岗，他那个院子多派些人，死死守住了，别让他离开半步。父亲放心，由谢总管亲自看着，人丢不了。还有，你把手里的事情放一放，去趟老三的衙门，让他们的人帮着查一查，这人何时入的京，去过哪些地方，有没有同伴，都要给我一桩一桩查清楚了。是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让我猜猜，你家老爷这会儿在做什么？应该是在派人查我。他怎么会知道？可惜啊，他什么也查不到。不可能，我家三爷在武昌兵马司当差，你燕三河进京做了什么，见了什么人，都瞒不过他们的眼线。给你家老爷带句话，我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谢家也都活不长。不信，只管试一试。他果真这么说？千真万确。大爷，咱们动手吧，这人留着绝对是个祸害。还是等父亲下朝后再做决定。是。燕姑娘有什么事只管说出来，一切都好商量。你承认吗？燕姑娘需要父亲承认什么？承认和燕行曾经是父子。燕姑娘，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说明来意，否则就别怪本官不客气。请便。我承认。所以你一直在撒谎。我恨他，我恨不得他死全家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果然是你害死了他们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时候害过人？我兄弟身患重病，父亲带他进京求医，祖父写信求你，希望你看在往日情分上帮一帮，不让他们进门倒也罢了，偏你还让巡捕把他们关进牢里5天。我只想为死去的人讨个说法。你兄弟死了？他就死在牢里，母亲伤心过度，很快就走了。又过2年，轮到我父亲。当年你父亲死后，你们母子穷得连饭都吃不饱，四处流浪。你母亲跪地求人，才进燕家做下人。我说的对不对？燕家家大业大，家里的佣人都使唤不完，你们能留下来，是燕行看你们母子2人可怜。你承认不承认？你不知恩图报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恩将仇报，你还是人吗？不是我做的，我没有见过他们。是你自己说的，你恨不得他们死全家。燕三河，我虽然恨他恨得要死，但用这样的手段对付一个生病的孩子，我万万做不出来。谢府做不出来的事很多，但做得出来的事也不少，比如杀人灭口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燕三河，你向我讨说法，我给你说法，但如果这事儿不是我做的，你当如何？如果不是你做的，我当跪地向你磕头认罪。好。老爷，府里4个门的人都在这里。谢道之，借你书案一用。你老爷的书案都是重要的东西，你嬷嬷，我忍。怎么就一张？你兄弟呢？他已经死了9年，我早已忘了他长什么样。见过此人的，赏银50两；瞒而不报的，杖50，赶出谢府。都没见过吗？小的是真没见过呀。小的也没见过。这都几年了，真记不得了。燕姑娘，都没有人看过，你看。谢总管，这不是投胎，你急什么？既然都不说，谢总管，你去打盆清水来。是。这是什么？没说谎的不会有事，说谎的人，1个时辰后，七孔
流血而亡。野蛮呐！就从谢总管先来吧。凭什么是我？谢总管迎来送往，许是瞧见了呢？我没瞧见。下一个。我不喝，我没有看到啊！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小的见过这爷俩。你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，或许我还能给你求个情。他们是傍晚上的门，那孩子的脸蜡黄的，一看就是得了病。那个男人比画像上年轻一点。然后呢？他们手里拿着信，说是找老爷，我没敢让他们进门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谢道之一世英名，都毁在你身上。老爷忘了，是您交代不让我开门的呀。你说什么？老爷，是永和8年的7月16啊！我怎么敢开门？怎么敢啊？永和8年的7月16，发生了什么？哎呀，我的姑奶奶呀！这你就别问了。为什么不能问？谢府做了什么亏心事不能问？谢总管，老爷，把老王头带下去，你亲自在院门口守着，谁也不许靠近半步。是。严三河，这事儿只能说是阴差阳错。怎么个阴差阳错法？永和8年的中元节，京城4条巷发生过一桩惊天大案，前5位将军郑玉的府邸，一夜之间被人屠戮。除了出征的老将军和他的4个贴身侍卫外，郑家余下180人，统统惨死。此案惊动朝廷，天子雷霆大怒。我作为内阁重臣，被皇上叫进宫里，离开前交代夫人和谢总管关闭4门，谁也不许出，谁也不准入，一切等我从宫里回来再说。为什么？这些歹人连郑将军府都敢屠戮，凶手连个影子都没有找到，我怎么敢拿一府老小的性命开玩笑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我家老三病重，已经不行了。你在宫里待了几天？3天。那么他们被抓进牢狱，又是怎么回事？京中戒严，5城兵马司负责巡街，应该是在街上发现了他们。所以，只怪他们命不好。这是大事，我没必要说假话。谁是杀害郑家180口的凶手？凶手是大齐国的流亡国君吴官岳父子。永和3年，皇上派郑玉将军出兵平定大齐，此战大胜，老将军把吴家人杀了个血流成河，不巧被吴官岳逃脱了。5年后，这父子俩报仇来了。现在凶手拿住了吗？吴姓父子还没有归案。燕姑娘，这事的确是场误会。没有任何说法吗？大案当前，5城兵马司和锦衣卫也是奉命行事，这事只能说太不巧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燕姑娘，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事实，但真相就是如此。下面该你兑现承诺。下面我要说的话有些诡异，你们最好有个心理准备。祖父去世，停灵7天，最后一天晚上，棺盖突然裂开。什么？民间有个传说，棺木合不上，是因为死人生前有无法开口的念想，时间一久，念就化成了心魔。我请来高人，高人说祖父咽气前，脑子里想的是一封信。就是这封。我把祖父的遗物整理了一遍，他的书信不多，能让他心里有念的，应该只有这一封。那你到谢家？高人说，想要让棺木合上，就必须要化念，这才是我来谢家真正的目的。什么是化念？找出他心里的死结，想办法把这个结解开。如何化念？解结还需打结人。我是他的心结？那封信是他的心结，信是写给你的。祖父生前并不知道3条人命的真相，在他心里，
你就是那个打劫的人。我要怎么做？沐浴、更衣、点香，在一炷香的时间里，你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清楚就行。说清楚，棺材就能合上了。前提是你是心甘情愿替他化念。如果我不是心甘情愿呢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如果不是心甘情愿，这念化不了。化不了会怎么样？棺木就会一直合不上。棺木一直合不上，会有什么后果？749天后，雁行的子孙会陆续倒霉。现在选择权在你手上，我在院子外头等你的答复。夜色暗沉，燕三河背手站在墙边，身形单薄又笔直。人心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，善和恶都在一念之间。祖父，这样的结果你看到了，甘心吗？能放下吗？一场误会，3条人命，一生执念，多不值，太不值了。老大，父亲，你让他把老太太的合魂庚帖交出来，写个保证书，再按个手印，我就替燕行化念。否则，燕家人倒霉，关他什么事？委屈父亲了，让人备水吧。是。燕姑娘，你看如何？庚帖给你可以，那保证书又是什么东西？老太太年岁大了，有些陈年旧事，我们不想让她再想起，白白添了堵。话说直白一点，别绕弯。事情一了，两家再没什么瓜葛。这谢府的门，劳烦姑娘以后绕道走。好，麻烦准备1张祭台，3盘瓜果，2只烛台，1只香炉。香呢？要备几根？我带了香来。事先点着？点香，插香，说话。谢道之深吸口气，把香凑到烛火上去点，1吸，2吸，3吸。奇怪啊，这香点半天，怎么点不着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那是因为你还恨着他。没有，我是诚心的。诚不诚心，香能知道。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恨他？你不说，这个念就化不了，念化不了，那张合魂庚帖，我就不能给你。叶三河，这念我不化了，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燕家倒霉。完全可以。我祖父这一支，除了我以外，已经没有别人。但是，既然有合魂庚帖，那就是娶，不是纳。如果没有休书，你们谢家也逃不掉。父亲，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恨着他？谢道之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，沉在心底最深处的疤痕突然被撕开。亲生父亲病逝后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连落葬的银子都是借来的。母亲长得好看，年纪轻轻守了寡，村里有多少男人想得到她，就有多少女人恨她。日子过不下去，母子2人就只能四处漂泊。最难的时候和叫花子没两样，能吃上一口饱饭是谢道之那几年最大的心愿。转折出现在他6岁，母亲认识了燕家的下人，求他帮忙进燕家做短工。因为长得好看又识得几个字，燕行把他收了房。没有酒席，没有喜轿，就是让母亲穿了件新衣裳。谢道之甚至分不清母亲算是续弦还是妾。燕行出身世家，还做着官，有钱有权。圆房没几天，燕行便强行命令谢道之改姓燕。理由很简单，他吃燕家的，喝燕家的，燕家就是他的天。他心里100个不愿意，可为了能吃饱饭，只能认了。改了姓，燕行也没有给他好脸色，处处找茬，处处严厉。但凡他有丁点的错，就要挨板子。因为没名没分，他甚至没有资格上桌吃饭。母亲也因为他常常被燕行骂教子无方，在那个家里处处小心翼翼，
处处低三下四。而他这个拖油瓶，哪怕被燕行几个儿子欺负得满身是伤，也只能一声不吭。母亲盼他有出息，想让他进燕家族学读书，燕行不同意。母亲跪在雪地里苦苦哀求，整整1天1夜，他就这么跪着，直到冻晕过去，燕行才肯松口。6岁，他第一次体会到权力和家世是能逼着人低头的。他摸着母亲像死人一样冰冷的手，一滴泪都没有，只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好好读书，一定要出人头地。整整2年，他每天只睡2-3个时辰，头悬梁，锥刺股，哪怕是除夕，他都是一个人在灯下苦读。就在他一心以为只要自己拼命的努力就能改变命运，让燕家人对他们母子高看一头时，燕行毫无理由地把他和母亲赶了出去。他永远记得那一天，雪下得很大，身后的朱门砰的一声合上，热泪从母亲的眼眶里流下来，母亲泣不成声。那一刻，他对燕行恨到了骨子里，他发誓总有一天要把燕行狠狠地踩在脚底下，抱着折辱之仇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父亲，后来呢？后来，不用我动手，燕家就像被下了降头，败了个彻彻底底。怎么败的？我们离开后的2个月，燕行就被贬官、抄家，流放到了云南。他一个人去的？小儿子跟着一道去了。那燕家其他人呢？落魄的落魄，早死的早死。谢道之，我从云南府赶到京城，用去40天时间。进你们谢家，这是第2天。换句话说，现在还剩下7天的时间。未知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选择权在你手上。当然，还存在一种可能性，老太太是拿到了那封休书的。2个时辰，足够你问清楚老太太当年的事情。2个时辰后，我会离开谢府，时间不多，你抓紧。祖父，你活过来吧，活过来告诉我这一切不是真的，是谢道之胡诌的。你怎么能那样对他们母子呢？你的风骨呢？你的清高呢？你引以为傲的不与世人同流合污呢？统统都是假象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实在不行，我亲自走一趟，去寺里问一问老太太。不必，老太太年岁大了，惊动不得，真惊出个好歹来。那万一……谢儿丽不敢把话说下去，万一没有休书，万一那些倒霉真的会落在谢家头上。依老奴看，那人就是在危言耸听，什么棺材裂开，什么画念，通通都是骗人的，甭信。如果是真的呢？这……去和他说，我会放下。是。这事完了，你要好好给我父亲磕几个头。要不要给他立个长生牌位啊？那倒不必，只要你永远别再进我谢家的门。这简单。父亲，你也退下。是，你给我说到做到，否则……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燕姑娘，这怎么回事？香点不着，是点香的人心不诚，可香突然断了，那就意味着燕行的心魔不是这封信，他从头到尾都弄错了。可怎么会弄错呢？错了，竟然是错了。什么错了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我和你说不清楚。说不清楚就别想走。事情有变，我没有时间和你们解释，先告辞。来人，快来人，给我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燕姑娘，闭嘴！谢道之，想要你儿子平安无事，立刻让所有人退下，给我准备一匹上好的快马。匕首往前逼近了半寸，都给我快点，否则……都别动，一个都不许动。谢总管，备马，快备马！马呢？快把马牵过来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
劝你老实点，刀枪无眼。大爷，都给我滚开！快看，老太太回来了！大冷的天儿，何苦让大爷等在外头？你不心疼你儿子，我还心疼我孙子呢。儿子，你脸怎么了？那妖女人呢？捉到了没有？老爷是铁了心的，要瞒着我这把老骨头。母亲，不过是府里进了贼。你当我还真是老糊涂了啊？一个女贼也值得我大孙子亲自动手？下人都死绝了，来人，收拾东西。这府里没有我老太婆的容身之处，我去庄上住着。母亲，儿子说给你听还不成吗？父亲，事情到这个份上，不该说也只能说了。母亲听了别激动。你瞒着不说，我才激动。2天前的夜里，咱们府上来了个女子，这人自称是燕行的孙女，她……你说什么？谁的孙女儿？燕行的孙女儿叫燕三河。她人呢？在哪儿呢？母亲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不要听你说，我要见到她人，你把她给我找来。祖母别激动，她是来报丧的，报完丧人就回去了。燕行死了，他死了，他竟然死……祖母，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马上挑选10几个身手好的护院，跟我走。是，三爷回来了。数丈之外，男子一身干练的武将打扮，偏偏走得慢慢悠悠，手里若是多把扇子，活脱脱一个春日赏花观柳的贵族公子，一派风流倜傥。我就说，远香近臭吧，才走2天，大哥就已经这么想我了。谢之飞，谢之飞脸上的风流倜傥通通飞了出去。大哥平常叫他老三，心情好时叫他阿飞，连名带姓的叫。他最近好像没把谁家的姑娘给气哭啊。你脸怎么了？先不说这个，立刻帮我找个人，姓叶名三河，找到了带回府。老谢跟你去，他见过那人。不就是找个人吗？至于这么急？大哥，你还没说你的脸。哎呦，我的好三爷呀！大爷的脸就是被那人伤的，是个狠角色呀！通知所有兄弟，全城搜寻一个叫燕三河的男人。三爷，不是男人，是个女子。一个女子伤了大哥，还是狠角色？嘿，有点意思呀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出城门，上官道，一口气奔出15里，路上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，倒是吃了一嘴的冷风。谢之飞直觉不太对，一勒缰绳，马在原地打了2个圈，停了下来。他翻身下马。这女子从哪儿来的京城？说是云南府。你怎么不早说？这不是急着找人，没寻着机会吗？回城！三爷，三爷，哎呦，不能回城啊！老太太发话了，这人要是找不着，没出城。云南府离京城108000里，他就背一个小包袱，1没吃2没喝，怎么赶路？如果我是他，今儿晚上就应该吃饱喝足，备足干粮，补身衣裳，明儿一早再出发。朱清，三爷，南城门附近所有客栈，一个都不要给我放过。是。姑娘，您要的热水来了。这里是10斤干粮，厨房统共就这些了。这是小的年前才做的新袍子，料子不太好，但我娘针线活不错。多谢。7期49天之约，肯定是来不及了。这还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，那封信根本不是祖父心魔所在，一切都得推倒重来，这又得耽误时间。燕三河心里千愁万愁，眼眸却反而灼热起来，里面仿佛藏着一簇烈火。人都有2面，一面善，一面恶，但祖父的2面在他心里差了108000里，这并不正常。也好，我终有一天会找出其中的原因。黑暗中，
他的呼吸渐渐绵长起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倏地睁开眼睛，目光落在门栓上。下一瞬，他冲到窗前，撑起窗户，探头一看，惨淡的月色下，有几个黑影正慢慢围了上来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人砰的一声落了地。燕三河顾不得疼，他跑得很快，眼看着就要跑到暗巷的尽头。突然一个踉跄，所有的动作霎时顿住。巷子口，男人一只脚着地，一只脚踩着墙，双手抱在胸前，目光静静地看着他。燕三河直觉不妙，余光往后一扫，只见远处几条黑影正向他赶过来，瓮中捉鳖。燕三河用力地喘了几口气，烦躁又低沉地啧了一声，认命地垂下头。可真好奇呀，一个会忽悠、会吓人、会跳桩、会爬墙，还会劫持打伤大哥的女子，到底长什么样？长三头六臂吗？他放下曲着的那条腿，冲女子身后已经赶到的朱青他们摆摆手，然后一步一步慢悠悠地走过去。那人依旧低垂着头，穿一件男士的衣裳，偏偏身形消瘦，撑不起来，整个人显得有些不伦不类。谢之飞摇摇头，懒洋洋地笑了。别说，他满口不正经。姑娘，你扮男人还挺像，就是这胸。燕三河猛地抬起头，两道目光像两把匕首般直射出去，后半句话一下子卡在喉咙里。是她，白药堂买药的那个奇怪女子。谢之飞脸色倏的一下变了。是他，白药堂给我指路的那个男人，他和谢家是什么关系？燕三河脸色也倏的变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谢总管气喘吁吁的跑过来，一脸恨不得把人吃了的表情。三爷，就是他把大爷挟持弄伤的。还换了件男人的衣服，没用，化成灰我都认得。谢府老三，快病死的那个。燕三河若有所思地眯起眼睛，这人长得人高马大，脸部的每根线条都荡出爷们儿的阳刚之气，哪有半分病气的样子？谢府的人在说谎。姑娘金枝玉叶，不如跟我回谢府吧，喝喝茶聊聊天，岂不比在这里吹冷风的好？燕三河不说话，他生平最讨厌两种人，一是风流，二是纨绔。这人一双桃花眼，笑得轻浮轻佻，和那句就是这胸放在一起回味，妥妥的风流纨绔，让他从心里由衷涌出一股厌恶。三爷，和他废什么话，直接绑了走。你姓燕，今年多大了？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呵，我的三爷呀！谢总管彻底听不下去了。虽说这女子长得不错，但三爷你也得分分主次啊，看看场合啊，家里都急成啥样了，你还在这里问东问西的。谢总管，怜香惜玉，懂不懂？算了，你要是懂，也不会一把年纪还打着光棍。谢总管用力咽了口唾沫，谢三爷客客气气的做了个请的手势。姑娘，请吧。燕三河沉默片刻，径直从他面前走过去。被当作空气的谢三爷似乎半点也不恼，笑了笑，冲朱青他们一抬头，无声地说出两个字：收工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走出暗巷，燕三河才发现巷子外头还埋伏着好些人。这些人的穿衣打扮和谢府的护院不大一样，瞧着倒像是官家的人。他冷冷一笑：谢家我不去，让谢道之过来见我。你做梦还没醒呢啊！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敢！不想谢家倒霉，就照着我的话做，我就在那里等他。你们可以派人守着，别让我等太久，我这人没什么耐心。三爷，别怜香惜玉了，两条腿打折了，拖回去。回去一字不漏的说给老爷大爷听，由他们定夺。朱青头一点，人已消失夜色中。通知这家客栈的老板，兵马司查案，客栈征用了，立刻让所有客人离开，安置的费用谢府三爷堂。是，三爷呀，你还真信呢？他就是装神弄鬼。谢小花，你给爷消停些，用你的猪脑子想想，
满京城有几个人能把我爹耍得团团转，敢伤我大哥，还能把你谢管家气得快翘辫子的？瞧瞧他选的客栈，像是缺银子的人。三爷不怕他装神弄鬼，三爷就怕他说的句句是真。朱清去得快，来的也很快。三爷，老夫人亲自来，老爷和大爷跟着，他们一会儿就到。哦，三爷，瞧见没有？老祖宗都亲自出面，正等他们的这个当口。你把这姑娘进府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详详细细的再说我听一遍。这事不简单，这姑娘也不简单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谢府老太太进门的时候，客栈已经清得干干净净，一个外人都没有。老三，你去把人叫下来。是。哟，真巧啊！哎，等下，那个牌身子粉竟然还能派上这等用场，好招啊！和这三爷，我在他眼里就是个空气啊，哪有这样盯着人家姑娘看的？非被你吓跑不可。我来，有什么话坐下说。燕姑娘也坐吧，这一晚上又是骑马又是跳窗，可真够累的。快坐，都坐。你们要的保证书我按了手印。燕姑娘，哦，倒忘了，你的医药费，这下应该两清了吧？我可以走了吗？燕三河，这京城不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能走的地儿，也得看看我答应不答应。你要拦我？你不把所有话说清楚，就别想走出这个屋子。还有什么是你不明白的？那香是怎么回事？好好的，为什么会断了？你不是他的心魔，我弄错了，所以香断了。燕三河，不是一句弄错就能把事情一带而过的。你三番五次的戏弄我，还伤我儿子，这事……姑娘，你刚刚烧的是什么？你们的合婚更帖啊！他为什么还收着？我也想知道，我也想知道。祖父留着合婚更帖，留着那封信有什么意义？是因为愧疚吗？还是有别的原因？不管你们信或是不信，事情就是这样。各位，我可以走了吗？走不得。问你母亲，我祖父可有休书给他？如果有，谢家平安无事；如果没有，我劝你们还是早点让我离开，查清祖父的真正心魔是什么。否则，棺材盖不上是真的，画念是真的，心魔是真的，他们谢家有可能被牵连也是真的。母亲，燕行可有给你休书？母亲，你倒是说呀！堂堂皇帝近臣被拿捏到这种程度，简直就是平生耻辱。更何况这事还牵扯到谢府一家老小。孩子，你和我这个老太婆说句实话，你挟持我家大孙子，把他弄伤，是不是？母亲，说这些没用的做什么？燕行到底有没有给过你休书？这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。行，也是你叫的，你给我跪下，你给我跪下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当年他写了休书给我，只是被我撕了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母亲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想给自己留一个念想。他都弃你而去了，你还留着这点念想做什么？母亲，你糊涂啊！我是糊涂，我装了整整40年的糊涂，再装下去，到阴曹地府，我没有脸见他。儿啊，他从来没有对不起我们，是我们娘儿俩欠他太多，还不清啊，几辈子都还不清。老祖宗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40年，哪怕抽筋扒皮，哪怕年华老去，他还是记得每一个细节，不敢忘，不能忘。那是许多年前的一个冬日，刚下过一场大雪，杨氏和儿子蜷缩在破庙里，这是他们刚找到的一个容身之处。
虽然四面漏风，但好歹还能挡挡风雨。干粮只剩下最后几块饼，母子二人分了一块，在火上烤烤，就着血水咽下去，算是填饱肚子。儿子6岁，正是启蒙读书的时候。他虽是个寡妇，没什么见识，却也知道要想出人头地，就得让孩子识字读书。离开谢家屯前，他左思右想，犹豫再三，还是用家里的3只老母鸡和村东头的教书先生换了2本书，一本《大学》，一本《中庸》。儿子机灵又聪明，拿着书一路要饭，一路问人，大半年下来，书上面的字竟识了个大概。那天夜里，儿子像往常一样把书小心翼翼从怀里拿出来，大声朗读，读累了，往草垛子上一躺，缩在他怀里倒头就睡。他却无论如何都睡不着，眼看这天一天比一天冷，要是再找不到个落脚之地，只怕就要冻死在这冰天雪地里了。草草睡了2、3个时辰，天不亮，他悄无声息地爬起来，想去外头地里寻寻看，看看能不能扒出点吃食来。刚走出破庙，却见门口站着一个人，穿得体面极了。见他出来，那人吹出口冷气，从怀里掏出个腰牌。那个，你想不想进燕家当下人啊？想的话，明儿带着这腰牌上门。杨氏愣住了，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。嘿，瞧你还是不信。那人喉咙里重重咕哝一声，以示不爽。不用钱卖身契，活契就行。每个月1、2月银，包吃包住。放心吧，我不是拐子。杨氏这才又惊又喜，扑通一声跪倒，冲着那人连连磕头。有德，你也甭跪我，回头给我家老爷多磕几个头才是正经。我家老爷昨路过这儿，听到你家儿子读书，说是读得好听，让我一早过来候着你们。你们命好啊！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等杨氏真正进了燕家门，才知道自己是得了好造化。燕家家大业大，光下人就有上百个。他被安排进了浆洗房，管事还分了他们母子2人一间小屋。屋子虽小，但遮风挡雨，被褥实实在在是用棉花做的。他和儿子还是头一回能睡上这么暖和的被子。足足过了大半个月，他才看到那人口中的老爷，30出头的年纪，长得斯斯文文，白白净净，一身的书卷气，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。他不敢多看，忙跪下磕头。你们母子2人虽然一贫如洗，却还不忘读书上进，这是打动我的地方。那人居高临下看着他。燕家不养闲人，日后你好好做活，用心教导儿子，总有苦尽甘来的一天。燕行声音很冷，透着十足的傲气，说完便让杨氏退下。他退到外间，想着燕行的善心，又跪在院子里磕了3个头，方才离去。杨氏干活总比别人勤快，每回洗到燕行的衣裳，更是多用了几分心。若是遇着线头脱落的地方，则暗悄悄地补上2针。燕行的过往也渐渐由下人传到他耳中。从小天资聪明，性格冷淡高傲，18娶妻，不曾纳妾，膝下3子1女。30岁发妻染病早逝，没有再续娶。除了做官外，一心沉溺于书画和游山玩水。又说他脾气不大好，性子也怪，高兴起来会多说几句话，心情不好10天半月懒得开口。燕府上上下下没有几个不怕他的，杨氏也怕他，又不是那么的怕。一个能被孩子读书声打动而大发善心的男人，终归是个好人。好人是不需要怕的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洗衣房的活计不重，杨氏忙完了就跑去隔壁的针线房帮忙。针线房有个绣娘，是专门替燕行做衣裳的。有一回绣娘染了风寒，赶不及针线活，见杨氏针线活出众，便把燕行的衣裳丢了过来。杨氏知道燕行喜欢竹子，就在那件衣裳的袖口上多绣了2片竹叶。他绣得很用心，几乎是栩栩如生。几天后，燕行又将杨氏找来，还是一个站一个跪。燕行看他良久，突然问：“你有何事求我？”他惊慌于自己的小心思被燕行看穿，又羞又愧，却还是大着胆子开口：“求老爷教我儿读书。”燕行长久沉默，杨氏跪在地上，只看得到他的脚，
他脚上穿着上好的皂靴，一点一点地在地上轻轻打着拍子。杨氏感觉到自己的心也随着那拍子一跳一跳。你抬起头来。他依言抬头，四目相望的时候，他看到燕行的眼睛微微一亮，然后又沉默良久，命他离开。走出院子，他低下头，迅速用手背擦了擦嘴唇。没有人知道，他为了来见燕行，咬破了手指，挤出一点血涂在嘴唇上，为的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好看些。是的，他用了10成的心机。进到燕家，虽然母子2人衣食无忧，可儿子就算再聪明，也没法子自学成才，得找先生教啊。燕府有族学，只有姓燕的孩子才能进去读书，下人的孩子就是削尖了脑袋都走不进那扇门，他得想法子。杨氏知道自己是好看的，要不然也不用被逼着离开谢家屯。可这一路风餐露宿有多难，和叫花子抢饭吃有多难，孤儿寡母受人欺负有多难。他明白自己必须再找个男人做依靠，也明白只有燕行这样的男人才能成为他的依靠。他奢求不多，只要能吃饱饭，只要儿子能进族学读书，别说给他做妾，就是做婢女、做牛做马，他也愿意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一连数天，燕行没有任何动静。就在杨氏以为事情黄了的时候，一顶小轿落在屋前。他欣喜若狂，换上了下人递来的新衣裳，坐进小轿，一路被人抬进正院。燕行等在房里，他走上前，无声下跪，由衷道：“我一定安守本分，好好侍候老爷。”燕行没说话，手伸到他的颈边，手指一挑，把盘扣解开。男人女人之间就那么一点事儿，杨氏在来的路上都琢磨透了。他是冷的，那自己就得是热的；他是孤傲的，那自己就得是主动的；他话少，自己就得一句勾着一句。做燕行的枕边人，哪怕没名没分，母子2人在燕家的地位也不一样了。换院子，添奴仆，添衣裳，添首饰，他成了杨氏，儿子成了少爷。燕府多了个少爷，还是个有几分傲气的拖油瓶。府里上上下下有几个人能叫得成心？说闲话的，暗里下绊子的，明里欺负的，天天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。他不敢在燕行面前提起，夜里等他睡着后，背过身，一个人偷偷抹眼泪。燕行察觉后问他怎么了，他死死咬着牙关不说话。女人的眼泪是对付男人最好的武器，尤其是像燕行那样清高到骨子里的男人。果不其然，几天后，他便命令杨氏儿子改姓燕。这消息一出来，整个燕府都震动了。谢是外人，燕是自家人。这孩子如果是个姑娘，了不得将来陪父嫁妆，但偏偏是个儿子，那可是要和燕家人抢家产的。燕府的人都怕燕行，不敢在他面前说三道四，但发妻的娘家人不干了。几个大舅子找上门质问，他什么话也没说，冷冷地甩出那张连杨氏都不知道的合婚更帖。有更帖，那就是续弦，是名正言顺的燕夫人。几个大舅子一看，很有默契地闭上了嘴。既然睡到我的床上，那便是我的人。我的人我能欺负，旁人不行。他的声音又冷又傲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这更帖不是为你，是为你儿子。他于读书上有些天赋，想进燕府族学读书，只有改姓燕。杨氏猛地抬起头，定定地看着他。只是他这性子太过刚硬，过刚易折，须得千锤百炼方能成才。慈母多败儿，日后我不会给他好脸色看。至于你，哼！燕行嘴角浮出一丝冷笑。半路夫妻本就不是一条心，你算计我也好，利用我也罢，都无所谓。只是心思不要摆得太深，深了就没那人味儿了。也不要太假，白白让人厌恶。杨氏终于明白燕府人到底是怕他什么，不是冷，不是傲，更不是脾气古怪，而是他太聪明，太通透。你的小心思、小动作根本瞒不过他眼睛，
你用阴谋，他还你阳谋；你用算计，他还你不屑。老爷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不算计你半分了，再也不了。谢老太太说到这里，突然想到什么，回了神。你对改姓一事耿耿于怀，对他敢怒不敢言，这些他都看在眼里。他说，恨能激起一个人的上进心，有了这股劲儿，你才能走得更远，爬得更高。谢道之的脸已经不能用面如死灰来形容，他像是一个没了灵魂的尸体，就那么干巴巴的跪坐着。老祖宗，后来你们怎么被赶出燕家？你又为什么要撕了那份休书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不是赶，不是赶。母亲，你说什么？儿子，这是他给咱们娘俩的大恩，大恩呐！书房里一灯如豆，燕行背手站在窗前，似乎遇到了什么难事，眉头紧拧着，脸上一丝表情没有。休书我已经写好，你收拾收拾，带着你儿子离开吧。杨氏惊慌失措，跪倒在地哭喊：我做错了什么？老爷要休我，老爷要休我，不如直接让我死了算。四目相对，杨氏头一次没有躲闪。良久，燕行拍拍他的后背：朝廷可能要动我，燕家只怕是难保。什么？他吓得目瞪口呆。能走的，我都会安排他们走；不能走的，那是他们的命。他的声音波澜不惊。你拿着一纸休书离开，谁也不会为难你。我不走，我死都不会走的。想想你儿子，想想他的前途。燕行说话从来一针见血。你是个最实际、最会算计的女人，怎么这会儿却糊涂了呢？老爷，我哪里是糊涂，我是什么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明白一点，你儿子才是你将来唯一能依靠的人。那你怎么办？少爷们怎么办？妇道人家，少管男人闲事儿，管好你自己就行。燕行突然呵斥，声音和从前一样严厉，可杨氏却从里面生生听出几分柔情来。他快疯了。好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老爷，这是得罪谁了呀？燕行的目光像淬了毒。下作小人。但无论重来多少次，我一样会把他骂得狗血淋头。老爷不为这自个儿，也该为这一府的人着想啊！真的是要急疯了，杨氏几乎口不择言。为什么不能忍一忍呢？一人留一线，就是给自己留一线呢。燕行闭上眼睛，深深呼了口气，复又睁开。你跟我2年，我是那种能忍的人吗？他不是，也不屑。他的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。2年同床，杨氏把他的性子摸得清清楚楚。他徐徐转过身，眼珠黑沉沉的。我在京城的钱庄存了一笔钱，不多，也就2000两。你们母子省着些花，这几年是够的。后面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但如果想要那孩子有大出息，就别给他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这孩子的性子我看得很清楚，须得在逆境中才能奋起。老爷，老爷，杨慧，我这性子，娘胎里带来，改不了，也不想改。人活一辈子，图的是什么？不就图个万事随心吗？老爷是万事随心了，可路也走绝了，你让我们怎么办呢？杨氏嘴上埋怨，手臂却抱得更紧。这世道是怎么了？为什么走到绝路的从来都是好人，那些坏人呢？不到绝路不逢生，或许我这性子也因此改了呢。去吧，拿着休书，明日就走。杨氏泪眼婆娑地看着他，长久地看着，就是不肯挪步。他微眯起眸子，眼底的情绪都敛进去。不要觉得有愧于我，
有朝一日你儿子有权有势时，记得伸手帮一帮我那几个不成才的小畜生，就够了。杨氏抹了一把泪，转身走到书桌前，拿起那张休书，突然撕了个粉碎。我进你院里，不过是一顶小轿，一顶小轿抬进来的人，不过是个妾，干个贱妾，哪需要休书？杨氏仰头看着他，准确无误地捕捉到他眼中的震惊。老爷，我这辈子断不会再跟别的男人。若是你平安无事，若是燕家还有我们母子的容身之处，你床边留个位置给我。燕行皱皱眉头，目光变得不那么透亮，像蒙上了一层水汽。若你真有事儿，他哭着说不下去。那就当我给自己留个念想。若非如此，我便活不下去。人生太长了，如果连一点念想都没有，一点盼头都没有，那些望不到头的苦日子，那些寂寂无眠的长夜，可多难熬呀！燕行傲气的脸上头一次冲他露出温柔怜惜的笑，然后说了今生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：哪里精明，分明也痴得很。杨氏也回了一句今生对他说的最后的话：那都是跟你学的。说完跪地向他行大礼，然后一边流泪一边走进漫天的大雪中。一日，燕府厚重的朱门砰的一声合上，像锋利的尖刀重重刺向他的胸口，真痛啊！他压抑了许久的情绪一下子崩溃，嚎啕大哭。茫茫天地，终于又只剩下他和儿子2个人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父亲，儿子，燕姑娘，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？能和我说说吗？说就不必了，他那性子也不屑于你说的。燕姑娘，既然真相大白，你们也没必要在我面前要死要活。我还有事，可以走了吗？孩子，是我谢家对不住他，对不住你们，我给你磕头赔罪。祖宗！哎呀，您凑什么乱呢？要磕头赔罪也是我们兄弟2人来。燕姑娘，你说是不是？赶紧的，坐稳了。我替老祖宗替我亲爹给你多磕几个头，10个不够磕100个，100个不够咱来1000个，总能。你叫什么？姓谢自不必说了，名知飞，字成宇。就咱们俩这关系，叫我成宇就行。我和你没关系，谢知飞。下面的话，你听好了。老太太撕了休书，按理还是她的枕边人，你们谢家接下来要小心。燕姑娘，难道季家可以当前车之鉴？他怎么知道我想的是季家？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我与你们谢家后会无期。喂，怎么就后会无期了呢？我滚开！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兄弟喝多了。喝多了？怎么没有酒味？想跑？没想到燕姑娘带的盘缠挺多，大户人家。嘿，连句话都不说，就想从三爷我手里拿东西。我倒要看看咱俩谁杠得过谁。片刻后，他对着那双黑沉的眼睛，心里已经不太有底气。要不我先低个头？燕姑娘，三爷虽然皮厚，但也经不起你这么看，会脸红的。多谢。滚！给可以，但有个条件，我们谈谈。燕三河面无表情，谢三爷好像不太明白什么叫冷场。你看啊，这还没出京城呢，就又是小偷又是抢劫的，忒危险。不如我陪姑娘回去啊？你看我长得又好，脾气又好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没事还能给你说个笑话，解个闷什么的，简直就是结伴同行最佳的选择，没有之一。谢三爷吹捧起自己来，脸皮都不要了。
边上的丁一无声捂住耳朵，听不下去了。对了，路上的一切开销我都包了。姑娘要喝汤，我坚决不给干粮；姑娘想吃咸的，坚决不吃甜的。你叫什么？嘿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我的名字是这么难记的吗？谢知飞、谢成宇，你喜欢叫哪个？实在不行叫阿飞也行啊，听着亲切。谢知飞。这一抬正中谢三爷大腿的酸筋。不敢劳驾。喂，你怎么能恩将仇报的？爷，刚刚那两人等在街角，一人2两银子的好处，傻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那姓燕的性子又冷，脾气又臭，他要不这么干，怎么搭上话？搭讪也是一门学问呢。谢三爷在心里叹了口气，长腿一迈去追燕三河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燕三河已经到了南城门，城门上数盏灯笼高挂，风一吹，摇摇晃晃，像是鬼火。他找了处背风的角落，包袱往地上一放，自己坐上去，闭眼打瞌睡。有脚步声走过来，抬眼一看，又是那个风流纨绔谢什么飞，忒不讲究。大姑娘家家的，怎么能往地上坐？当心着了凉气，赶明儿鬼水来是肚子疼。我和大男人就不一样，想坐哪里坐哪里。我坐你外边，帮你挡着点风啊。燕三河咬咬后槽牙。对了，你饿不饿？穿这么一件单衣裳不冷吗？银票藏好了没有？别再被人偷了。燕三河，回答别人的话是一种良好的品性，不打扰也是品性。谢三爷的脸皮大概是城墙做的，而且是最厚的那一种。别人我不打扰，你谁啊？你可是我们谢家大恩人的孙女，我要不把你照顾好，老祖宗能活吞了我。来，商量商量，咱们回云南府是骑马呢，还是坐车？马跑得快些，就是冷。要不马车吧，也不慢，还暖和。你不说话，我就替你做主了。咱们就马车。话说，你请的高人是谁呀？他怎么就知道燕祖父死前想的是一封信？按理说高人是不会出错的，怎么到了燕祖父这里就……难道莫非……哎，你请的不是什么高人，充其量也就是个骗钱的神棍。你懂什么？既然请到了，就不会出错。这世上有几个人能看到此人心里想的是什么？可偏偏就是出了错呀。要不你详细和我说说？我也不是非要打听，就是怕你小姑娘家被人骗了去。说了别这么看着我，真的会脸红。你糟蹋了脸红这个词。燕三河，你是不是从来都听不进去别人的话？姓谢的人说话，我不想听。让开。谢什么飞？谢知飞。谢知飞，我没有那么大度，你明白这话的意思吗？能不明白吗？父亲把恩人当仇人，老太太为了保住儿子的官位，将真相生生藏了40年。阴差阳错只是安慰自己和别人的借口，事实怎样，谁的心里都有一杆秤。到这个份上，谢三爷也词穷了。你别动，我走。不过你这样对我，我其实挺冤的。你冤什么？真正冤的人已经在下面一家3口团聚，他们还想喊一声冤呢。老天给他们机会了吗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一笑泯恩仇的。既然不用走，燕三河把包袱一扔，又坐了下去，也懒得再去看那个风流纨绔做什么妖，只一心盘算着那封信的事。还有什么事情是需要用信来传达，又让祖父长久的无法诉之于口，只能郁结于心，以至于死后心念成魔的呢？是留下来的2个儿子1个女儿吗？燕家被抄后，还留有一些祖宅祖田，祖父之所以把2个年长的儿子留下，是因为这些田产并不薄。但3年后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打乱了这一切，兄弟2人染上瘟疫，都没有熬过去，未及娶妻就先后离世。女儿在燕家出事前就嫁了人，燕家被抄时，她已有8个月的身孕。消息传来，她当场就破了羊水。婆家人在关键的时候舍了大人，保了孩子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你们说，三爷我是脸皮还再厚点呢，还是动点歪门邪道？朱青一脸爷你饶了我吧的神情。歪门邪道吧，
爷的脸皮已经够厚的了，也没见管用。扣他1个月月银。好。出了什么事？三爷，老太太回去就病倒了，裴太医说凶险。什么叫凶险？裴太医文绉绉的说了一大堆，我也听不明白。大爷说让三爷抓紧点儿。你的意思是，季家的倒霉好像也是从哪个生病开始的？大爷还有什么话？大爷让三爷凡事自个儿当心。朱清、丁一，准备出发。那他呢？你不是让爷用歪门邪道吗？爷听你的话。5城兵马司办案。燕三河，你跟我走一趟吧。得罪了。谢志飞把人拽出队伍，一直拽到城门口，冲守城门的侍卫又一指腰派。那些人一瞧是谢府三爷，赶紧把厚重的朱门往边上拉开。上车。这么急？你们谢家谁出事了？可以啊，料事如神。还不到时间，和祖父的事情无关。不管有关无关，这事都迫在眉睫。我知道你不待见谢家人，但现在你也看到我有官职在身，这一路有我跟着，省心省事省力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姓燕，按理头一个倒霉的就该是你。你自己想想，你真要出点什么事儿，他在棺材里躺着也不安生。这样吧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你可以选择自己爬上车，也能选择被我绑上车。看来这人是甩不掉了。出发。是。谢武时，你他娘的给爷站住！这祖宗怎么来了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说，你要跟哪个小婊子私奔？你从哪得的消息？怎么着？竟然还是真的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奉我大哥的命出城办个差事。感情这小婊子不是你的人，是你大哥的，你替你大哥背锅。裴明廷。裴明廷沉浸在谢老大有奸情的兴奋中，完全忽视谢三爷眼里已经不大能憋住的怒火。你大哥的眼光应该不会太差，我瞅一眼去。姓裴的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！哼，滚！祖宗，你行行好，你是知道我最怕谁的？真是你大哥的？谢志飞只当没看见他眼睛里的深意，扭头丢给朱青一记眼神。朱青手一扬，马车疾驰起来。哥怎么突然好起这口？忒粗鲁了。我能怎么着？算了，也给你个混球王八蛋面子，就不能好好说句人话？通知季家人，想办法开一下老夫人的棺，看看棺材是不是裂开了。要是裂了，找高人化念。我说的不是玩笑话，你给我赶紧的。不是玩笑话是什么？你个王八蛋居然想看人棺材，有你这么疯的吗？还要我赶紧的，赶紧让我们季家人揍啊你！谢武时，你就是个缺德鬼！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一路狂奔500里，人和马都得喘口气。傍晚时分，终于到了一处官驿。燕三河没进驿站，反而往外走。谢家的马车大是大，但缩在里面一天，腿也吃不消。他要让腿活动活动。谢志飞刚要交代一句别走远，突然刮起一阵风，吹起遍地的风沙。少女走在风沙里，夜色落在她身上，背影说不出的纤细单薄。谢志飞盯着那背影看了好一会儿，才转身去后面看看马。朱青，你不觉得那姑娘怪得很？哪里怪？穿的怪，我个大男人要这么穿，非得冻死。哎，你瞧见没？她几乎不说话。还有，穿的那么普通，身上银票倒有好几张，别是偷来的。哎，也不知道爷心里有没有数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因为爷就在咱们身后站着。啊，爷！爷冲他咧嘴一笑，背着手走了。完了，我下个月的月银都保不住啊！谢志飞走得心不在焉，对燕三河若有若无的异样感始终挥之不去。总觉得像是在哪里见过。走累了，燕三河蹲在地上，手上拿着一根树枝，在地上计算着到云南府的时间。谢家的马和车都是上等的，行进的速度极快，照这么跑下去，最多1个月。吃饭了。我有干粮。怕我下毒？姑娘连棺材合不上都不怕，不是这么胆小的人吧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就着热汤啃干粮，这胃里也舒服些。端走。这下放心了吧？
这干粮瞧着还不错，让我尝一口。果然还不错。燕三河想把那碗汤泼他脸上。爷，吃饭，菜要冷了。来了。2个时辰的休息足够了，时辰一到，立刻出发。是。燕姑娘的意思呢？燕三河淡淡点头。他这么配合，谢之飞倒有些意外了。他把茶盅放在桌子上，目光肆无忌惮地打量他。燕三河察觉，不动声色地背过身。这真是他活17年最讨厌的男人。伙计，谢大人有什么吩咐？有没有纸和笔？谢大人这是要给家里写封报平安的信啊？谢大人这才出来第1天就给家里写信，那往后的日子怎么办？岂不是要天天一封？你懂什么？那是家中老太太老爷不放心我家爷。再说了，天天一封又如何？我家爷乐意写啊。哎呦，那谢大人可真的是孝顺啊，难得。也谈不上孝顺，主要是我这身子骨差了点儿行千里父母担忧，让老人家们图个安心吧。姑娘要什么？你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，一个字不许少，一个字不许漏。你以为你是谁，敢对我家三爷这么说话？快说！我说谈不上孝顺，主要是我这身子差了点，写信让老人家图个安心吧。安心。谢之飞等了一会儿，见他没反应，赶紧咳嗽一声，依旧没反应，再咳还是没反应。爷，他会不会被鬼上身了？下坐。小心，爷，当下。燕姑娘，我家三爷叫了你好几遍。你以为你谁啊？经理想让我家爷调戏的姑娘，一个挨一个的排队呢。其实他们也没说错，姑娘虽然长得很行，但在我眼里却是不够看的。燕三河拧眉看着他，似乎不太明白不够看的意思。谢三爷举起手，我发誓，我的确对你没有半分意思，刚才纯粹就是个误会。我原本是想拍拍姑娘的肩。你少碰我。爷，血又流下来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走到外间，冷风一吹，燕三河脑子瞬间清楚很多。祖父生前的往事再一次走马观花般闪过，只闪到最后一幕，他果断地摇了摇头。不对，应该是他想歪了。祖父无论如何都不会是那个心念。他重重地匀了几口气，转身走进驿站。准备出发。现在？你还要挑黄道吉日？燕姑娘刚刚问我那句话，是想到了什么？不是。谢之飞根本不信，刚刚燕三河冲过来的时候，眼睛里分明有着什么，而且明明说好休息2个时辰，这会突然又说要出发。那燕姑娘问话的目的是什么？你没必要知道。嘿，竟然也有我谢三爷聊不下去的天。又是一夜疾驰，人和马都快散架了，找驿站吃饭、喂马、休息，然后继续出发。一连5天，天天如此。别说是养尊处优的谢三爷，便是朱清、丁一几个都按下直喊吃不消。燕三河的脸更是一天比一天难看。到了第5天的时候，他2只眼眶深深凹陷下去，苍青色的衣衫挂在身上空空荡荡，再配着眼下的青色，很有几分女鬼的模样。众人嘴上没说什么，但看他的目光和前几天大不一样，尤其是谢之飞。别人也许不太清楚燕三河从哪里来，他是一清二楚的。40天从云南府赶到京里，这回又一口气不停地再赶回去，不喊苦不喊累，一个姑娘家怎么做得到？这日傍晚又到了一处官驿，谢之飞窥了眼燕三河没有半分血色的脸，再这么没日没夜赶路也不是办法。今晚休整3个时辰，时辰不到谁都不许走。燕三河听了没说话，走到一旁默默啃起干粮。谢之飞看着他，一种无力感近乎残忍地爬上心头。燕姑娘，就不能赏个脸和我同桌吃顿饭吗？不能。理由？我对着谢家的人吃不下去。爷，老爷来信，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爷，是不是老太太身子好些了？能喝半碗薄粥。就这样，他还叮嘱我照顾好燕姑娘，别让燕姑娘受委屈了。担不起。拿纸笔来。爷多写几句，老太太收着信，一开心，指不定病都好。
爷，别报喜不报忧，咱们这趟差事……就你话多。燕姑娘，燕姑娘，燕姑娘眼眶慢慢泛了红，好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，里面渗出一点水光来。只是这委屈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她真的是鬼上身了。燕三河其实听到她喊自己，可心口太痛了，像是被匕首硬生生划成了两半，一半是不可置信，另一半是匪夷所思，合起来是痛彻心扉，痛不欲生。回京城。你说什么？回京城？你已经不确定。那回去是？你不想试一试？我话都还没说完，他怎么又知道我要说什么？等下，你有几成把握？1成。1成？万一不对，你这一来一回岂不是耽误时间？万一对了呢？你赌得起吗？你们谢家赌得起吗？你那要死要活的老祖宗赌得起吗？这哪里是什么活土匪，明明就是活阎王。那个，能不能透露一下，那1成把握是什么？你没必要知道。官道上，数匹骏马飞快地奔跑着，扬起片片尘土。日头升起又落下，大风刮起，雨落下。一连4天，车和马都没有再停下来过，以最快的速度向京城赶去。直到那架豪华结实的马车发出咯哒咯哒几声后，2个车轱辘轰然裂开，才逼得所有人停下来。不用修了，我骑马。修很快的，耽误不了多久。离京城还有500-600里呢。这鬼天，瞧着又像要下。话真多。你驾！野火这么大，还头一回见这样的女子。爷，她能算女子吗？这天底下的女子都像她这样，我宁可打一辈子的光棍。少废话，车扔了，马解套骑走，别耽误时间，赶紧的。是，夫人要早做打算呐。最坏的打算是什么？该备的东西都先备下去吧。七夕49天已过，谢家难道真的要倒霉了吗？老太太是头一个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下一个会轮到谁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老太太连药都喂不进去了，夫人让奴婢来请老爷过去。什么？命，都是命。他来索命了，你们信不信？下一个就是我呀！来人，替我更衣，我去送老太太。老爷呀，这会儿哭什么？等老太太和我走了，你们再哭也不迟。雨点夹着冰粒，狠狠砸下来。燕三河，雨大了，要不要找个地方避一避？燕三河偏过头看他一眼，刚张口，降了一嘴的风雨。他痛苦地摇摇头，示意不用了，继续走。你冷不冷？燕三河还是摇了摇头。谢志飞眉头紧皱，他穿得那么单，竟然不冷，我都冻得快不行了。这人难不成是铁打的？谢总管一见人来，忙撑着伞跑过去，笑得一脸舔狗模样。哎呀，燕姑娘，东西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你来。谢道之呢？哎，燕姑娘，按照三爷的吩咐，衣裳鞋袜都备好了，热水也都备下了。你先见谢道之。书房里灯火通明，笔墨纸砚准备好了。按姑娘的吩咐，都已经备下了。那便写吧。写什么？燕三河，你让我父亲写什么？是你自己说的，1成把握都要试。盖棺事则已，你总不忍心让你祖父走得不安生。不要用激将法，对我不管用。你写一封家信，说什么都可以，家长也行，里短也行，就像你儿子平常给你写的家信一样。如果我没有料错，他的心魔是你的这封家信。什么家信？燕行的心魔是一封继子写给他的家信？谢志飞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抬眼去看谢道之，后者脸上的震惊比他还甚。除了我父亲外，他还有2子1女，女儿死于难产，儿子在瘟疫中先后去世。这些人
都是他在世上最深的牵挂。除此之外，能让他牵挂的，就是你。绝不可能，我没让他们进门，我连门都没有让他们进。燕三河，他应该恨我，你弄错了，你肯定弄错了。因为他已经没有别的儿女可以牵挂，因为他从看到你的第一眼起，就对你寄予了深切的希望。因为他煞费苦心的要你成才，逼你成才，最后放你远走高飞。因为你越走越远，越爬越高，是他的骄傲。因为那张休书被你母亲撕了，你还是他的继子，在他心里，你就是他的儿子。每一个字都如同刀子割肉，割在了谢道之的身上，他疼得发不出声音，只能剧烈地换着气。我是他儿子，他竟然把我当儿子，他竟然还把我当儿子。燕三河，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？我也希望是假的。燕三河眼中的泪也缓缓流下，他多么希望是假的，那样他就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精于算计的谢府老太太命丧黄泉，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任由谢家倒霉、死人、丢官，最后败落得彻彻底底，就可以用整个谢家为死去的3条人命做陪葬。反正谢家的高楼是踩着祖父上去的，现在因为他楼塌了，不正好是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吗？眼泪从燕三河咬着牙的面庞滑落，将他这个人生生撕裂成2半，一半楚楚可怜的柔弱，一半不愿妥协的坚硬。谢志飞看傻了，脑子里雾蒙蒙昏沉沉，直到一个念头从心底冒出来，才算拨开了云雾。原来燕三河被鬼上身的时候，是在纠结痛苦，雁行的心魔会是一封家信。他也不相信，甚至不愿意相信雁行的心魔会是这个。他自己和自己打架、撕扯、对抗，最后选择放下3条人命，放下对谢家的恨，化解雁行生前的心魔。谢志飞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人狠狠一捏，重重一颤。点个订阅吧。燕三河，你说过棺材合不上是因为死人有无法开口的念想，一封家信而已，他不至于。不是他，你不会明白，要一个孤傲自负、目下无尘的人开口，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。更何况，人和人分3、6、9等。当初他高高在上，对他们母子是施恩，而如今他是获罪被贬之人，舔着脸求做官的继子一封家信，他的尊严和教养不容许。求人如吞3尺剑，他要是做了，就不是他了，也不会落到那个地步。他不会的。他写信给你，拜托你帮忙。那信是怎么写的？你应该还记得吧？谢道之如何能不记得？每一个字都倒背如流。道之，别来无恙。我年少时轻狂，只觉这世间除了自己，都是蠢人庸才。青年得志得官，脾性清高孤傲，目下无尘，不愿与人同屋，与伪君子同流。中年落得家离子散，被流放到蛮荒之地。如此结果，皆是天命。既是天命，我便不悔。此生唯一遗憾的是，当年将你母子赶出府时，不曾选个好一点的日子。大雪纷飞，你们怕是要冷的。好在冷透了的人，才能拼命地朝着暖意奔跑。今日我儿上门，是为我孙。我孙可怜，胎中落病，
小小年纪便尝尽百药之苦。望你看在往日一点稀薄的情分上，替他求一求太医院的刘圣医。若能求得，是这孩子的福分；若求不得，也是他的劫数。一切只尽人事，听天命，我自感激不尽。庙堂之上，如走钢丝；权力之巅，如履薄冰。你要当心，言行轻笔。他看似万事不过心，但心都藏在字里行间。若不是把你当成亲人，最后那句话，他绝说不出口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谢道之着泪流得更狠了。20年庙堂，他这一路是走在刀尖上的。旁人只看他爬得高不高，只有至亲的人才关心你走得累不累，危不危险。如同每次三儿离京，他都得千叮咛万嘱咐一句：儿子，你凡事小心。这一封信寄出，他心里是有期盼的，可盼来的却是噩耗。他想象不出当年祖父看到孙子冰冷的尸体时是怎样的心情，应该比这凄风夜雨更寒冷千倍万倍吧。这件事情让他彻底明白，老太太根本没有把当年的真相告诉你，你依旧恨他入骨。他该对我多么绝望啊！他不是绝望，绝望会把一个人压垮，他只是恨，恨自己有眼无珠，恨自己为别人做了嫁衣，恨有的人真的可以绝情算计心狠到令人发指的地步。有时候爱和恨都是让人活下去的动力。叶三河，既然是恨，那就和家书扯不上关系。我说了，你不是他。时间是个好东西，它不仅对每一个人都公平，而且能消磨和带走爱意、恨意。如果他当年不收留你们，如果当年他不放走你们，如果当年他不得罪那个门客，如果当年他愿意低个头，也许一切都改变了。叶三河，你的意思是？有因才有果，他自己是那个因，别的都是果。谢老太太的算计是他一早就看穿的，也是默认纵容的。谢道之的恨意是他为了逼他成才故意造成的，那个门客是他无法忍气吞声视而不见的。如果时间再倒流过去，如果人生再重来一回，只要他还是那个性格那个脾气，他依旧会说同样的话，做同样的事，承受同样命运的重击，这是注定的。而他谢道之努力上进，该忍忍，该狠狠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油滑心机算计样样不少，所以他才能走到今天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燕三河转身看着谢道之，泪流满面。落子无悔，这是言行；无愧于心，这是言行。他站在了良知和人性那一边，只是良知和人性没有站在他这边。这话又如同匕首刺进谢道之的心口，他已感觉不到痛，只觉得羞愧难当，想找个湖跳下去，好洗一洗他肮脏的灵魂。这世上有哪个做父亲的会真正恨自己的儿子？谢道之，他不恨你了。我祖父的人生起起伏伏，悲欢离合，如同一幕大戏。他亲手打板开锣，演到了剧中。接下来就劳你辛苦一点，帮他把这最后的大幕拉上吧。老规矩，我在外面等你。燕三河，谢三爷还有什么吩咐？我就是想提醒你，
湿衣粘在身上不舒服，该换了。不必了。也有很大的可能，我刚刚说的那一番话，没有一个字是对的。这衣裳，方便我连夜滚出4、9城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你来做什么？我不能来吗？我其实心里还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不冷吗？燕三河没想到他问的竟然是这个，一时愣怔住。谢之飞也没指望他能回答，反正这姑娘浑身上下都透着一层神秘感，就像一个谜似的。我老爹不是什么坏人，当初他那么对你也是为了谢家。我家老祖宗虽然精于算计了些，但人还是好的。你说的这些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谢之飞觉得自己肺部生出一股气。好吧，算我多事。燕三河从包袱里拿出香，递到他手上。包袱都湿透了，偏这香还是干的，真是怪事。谢道之走到祭祀台前，深吸一口气，从怀里掏出个白色的信封，放在香炉旁。更怪的事发生了，上一秒还风大雨急的天空，下一秒突然风停雨歇，天地间寂静极了，什么声音都听不见。快点香！听到喝声，谢道之捏着香的手一顿，然后慢慢凑到烛火上，他的手不停地在颤抖，一吸2吸3吸，时间仿佛彻底被冻住了。似乎过了很久，又似乎只有一瞬，香头终于冒出了一点火星，所有人提着的心咯噔归位。这是一个忏悔者的姿势，说什么都是空的，他不自辩，不解释，不找任何理由和借口，只有深深的忏悔。香一点点燃烧，隔着40年冗长的岁月，隔着人间和地府，隔着2个男人各自的心结。我错了，您能原谅我吗？院子里刮进一阵狂风，卷起满地的灰尘。燕三河却一动不动地盯着那支香，只见那支香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燃到了尽头。最后一点香灰掉落在香炉里的时候，燕三河听到咯嗒一记响声，那是棺材合上的声音。紧绷了2个月的疲惫渗透到每一寸骨骼血脉，他长长的松出一口气的同时，一头栽了下去。燕三河，没胸没屁股，轻的跟什么似的，这也能算女人？要你管！燕三河真想跳起来抽他2嘴巴，但他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就是一具没法说话、没法活动的僵尸。过了一会儿，传来脚步声，屋子有人进来，那人3指落在他手腕上，沉吟好久。点个订阅吧。燕三河还没等他说出最后的诊断，就感觉自己悠悠荡荡飘到一处院子。真好看，拿走。姑娘在带话，我是小子，我不要看。你怎么知道你是小子？娘说的。姑娘爱哭，小子调皮。我不爱哭，不是小子是什么？你还不爱哭啊？你笑话我，我告诉爹娘去。啊！你要敢告诉，回头再哭鼻子，别指望我哄你。哼，谁让你哄？他跑开了，去找爹娘，可怎么也跑不出那片海棠林，跟鬼打墙似的。再回头，那人也不见了。突然，烈火熊熊燃起，吞噬了眼前的一切，天地在裂开，一只鬼手伸出来，把他拼命地往后拖，往后拖。燕三河用力呼喊，却一个字都喊不出来，只觉得身体不停地往下坠，往下坠，坠入不见天日的地狱。啊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这真是奇了。老太太的脉象和常人无异啊！哎呦，这下可好了，老祖宗，你把我们都吓死了。我就说老祖宗福大命大，能长命100岁。老大，替我送送你裴叔，余下的人都散了吧。老爷脸色不好，老太太这里还是2道厉光看过来，吴氏哪敢再往下说，讪讪地退了出去。他一退，所有人也都跟着退出去，但有一个年轻的锦衣男子没动。
谢道之目光在他身上慢慢扫了2眼，之后淡淡道：“不早了，老二也去吧。也请父亲保重身体，父亲这2天清瘦很了。”大哥。二爷，去查一下老爷书房里这几天发生的所有事。二爷放心，已经在查了。据说和那天挟持大爷的姑娘有关。这会儿，那姑娘已经被三爷送到了静思居。静思居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听说没有？静思居住人了。真的假的？那可是大爷从前读书的院子，二小姐闹了好几次想搬进去都没成。谁啊？这么大面子？料你们也想不到，就是那天晚上三爷抱着的那个女子。你们说那人和三爷是什么关系啊？还用说吗？都住进静思居了，8成是三爷养在外头的女人。三爷要娶她？哎呀，怎么可能娶个外头的野女人？抬个妾罢了，正位还是杜姑娘的。杜姑娘那性子，10有8九是容不下的。所以说那女人聪明啊，趁着杜姑娘没进门前，先在谢家站稳脚跟，生下一子半女。到时候杜姑娘容不下也得容。三爷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转性了？他不说不祸害，他是不祸害，可保不齐就有女人死命往他身上贴啊。咱们家三爷长得多俊啊，心里排得上号的。哎呦，完蛋了，这以后三爷院里啊，可没太平日子过了。今儿是住进谢府的第12天，我到现在还没出静思居的门。这半个月，我必须调养好身子，把前面亏空的都补回来，因为我能感觉到下一个心魔正离我越来越近。站住！见着我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谁教你的规矩？你哪位？我家小姐是谢家未来的三奶奶。叫什么名？我姓杜。哼，京城杜家，听说过没有？没有。哼，没听过。现在就让你听听，京城杜家不是你惹得起的。识相的赶紧滚出谢府。婢女就如此，未婚妻能有什么好货色？和那位纨绔简直配一脸。我凭什么要滚出谢府？凭什么？就凭我姓杜，你给我跪下！燕三河懒得理会这种人，扭头就走。你敢走？贱人，你竟然敢打我家小姐，失了兄弟！在我这里，没有敢不敢，只有做不做。打算是轻的，再有下次，你试试。至于你，姓杜也好，姓谢也好，都跟我没关系。记住我的话，好好做你的大小姐，别像条疯狗一样乱咬人。你，燕姑娘，又有人了。我今天出门是没看黄历吗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大嫂，燕姑娘，下人无礼，我替她要给你赔个不是。说来也是我管家无方，才让燕姑娘受了委屈。大嫂，这贱女人！杜姑娘，燕姑娘是谢府的贵客，杜姑娘这一声贱女人，是想看清谁？啊，燕姑娘这是要往外头去吗？伸手不打笑脸的女人。燕三河点点头。来人，给燕姑娘备车。不用麻烦，我就走走。京城太大，胡同太多，姑娘金枝玉叶般的一个人。话到这里，燕三河眉头微微蹙了下。诸事看得分明。啊，不如我让汤圆远远跟着，姑娘想逛什么她能带路，想吃什么她也能照应。这话圆滑的让燕三河没法子拒绝，云里雾里的点点头。燕三河嘴角缓缓扬起，长得好看这是1，态度温和这是2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这是3，御下有方这是4。他看着朱氏，突然问：你叫什么？我姓朱，名卫西，昔我出迁，朱华卫西，好名字。我叫燕三河，你可以叫我三河。大嫂，你看看他。你怎么就知道她是老三的妾？哪个在你耳边嚼的舌根？还
还用嚼吗？那金丝居是谁都能住进去的主啊，更何况三哥还抱了他呢。我怎么不知道？大嫂连这个都不知道吗？我还听说什么？大嫂还是不要知道的好，免得生气。你这丫头连大嫂都瞒着。我还听说那人不是三哥的妾，而是大哥养在外头的，三哥不过是做了幌子。爷们儿娶妾不娶妾也不是咱们女人能管的。话虽这么说，可大哥从来都不是那样的人，都是那些个没脸没皮的贱女人倒贴上门。依云，好吗？不说就不说。都是死人吗？还不赶紧把姑娘扶到我房里去，找个郎中来瞧瞧。啊，是。大奶奶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难道真的是大爷的？是和不是都不是我们该议论的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有人对你笑，有人对你冷，一时半会儿看不出好歹，处久了总会露底。他是什么人不需要刻意打听，咱们且睁大眼睛往下看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姑娘累不累？要不要坐下来喝碗清茶？不用，那边是京城最有名的锦衣铺，姑娘进去看看吧。不看。宝玉轩总得瞧瞧吧？不瞧，我想看看那个。燕三河走进寿衣店，摸摸这个，摸摸那个，对着2具棺材看了半天后，掌柜，这什么材质的？哟，姑娘好眼力，这是上好的金丝楠木棺，人躺进去3年不腐，5年不烂。我能摸摸？姑娘您只管摸，您瞧瞧这雕工，这图案，这材质，绝对上乘。确实上乘，就不知道躺着舒服不舒服。我能试试吗？掌柜傻眼了。恰这时，5城兵马司北城指挥使谢之飞骑着马在街上巡逻，余光扫见汤圆坐在寿衣店门口，握着缰绳的手紧了紧。啊，三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奴婢陪燕小姐出来逛逛。逛这种地方？你好歹也是府中的老人，怎么？店铺内，燕三河一只脚踩在矮凳上，一只脚踏在棺材里，正要躺下去。晴天霹雳啊！谢之飞冲进去，一把拽住人。燕三河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燕三河一看是他，忍不住脸上露出点嫌弃。先是谢三奶奶，再是谢三爷，今天出门果然没有看黄历。哼，他还嫌弃？谢之飞咬牙切齿：“你知道不知道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棺材。知道还往里面去？你是疯了吗？赶紧给我出来！我说掌柜的，他疯你也跟着疯？这东西是随便让活人躺的吗？姑娘，我求求你下来吧，这买卖我不做了。什么买卖？说。官爷，您可别误会啊，这姑娘说想躺进去，感觉一下舒服不舒服？叶姑娘的爱好很与众不同啊。那是当然。汤圆，我们走。叶姑娘，京城这么大，能碰着也是缘分，一起吃顿饭吧。有些事情不好明着说谢，一顿饭姑娘再不赏脸的话，你是有事找我？他难道真有未卜先知的本事？回话没说完，他就猜出来了。姑娘猜对了，有件事情确实想问一问。找地儿吧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一男一女相对而坐，乍一看，男的俊，女的美，多好的一道风景线。再细看，男人眼里的光透着探究，女人眼里透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意。这一杯我以茶代酒，感谢。说正事儿。季家老太太的棺材盖确实裂开了，我与季家有几分渊源，想替他们打听一下，姑娘嘴里的高人是谁，要怎么才能找到？他们信。都到了这个份上，宁可信其有，也不能信其无啊。哪个份上？季家的倒霉到了哪个份上？抄家灭族的大难已经祸及儿孙。高人是谁我不能说，但中间人的名字我知道。是谁？一个叫李不言的人。李不言？燕三河垂下目光，他替李不言感到心虚。要怎么找这个人呢？我离开云南府后，
就再也没见着这个人。那他家住哪里？云南府福贡县。去和季家人说一声，到云南府福贡县找一个叫李不言的人。是。叫他们速度一定快，不要再耽误了。爷放心，这菜都是京城相当有名的，云南府吃不着，你都尝尝。谢之飞没什么胃口，懒得动筷子。燕三河自顾自沉默地吃着。燕三河。燕三河抬头看他。谢之飞原本想问一句，李不言的事情你没骗我吧？话都到舌头上了，目光扫见他面前挑出的菜，顿时瞠目欲裂。你怎么不吃蘑菇？不可以吗？你为什么不吃？我为什么要吃？你什么时候开始不吃的？说。谢三爷审犯人呢，请问我犯了什么罪？汤圆，姑娘，去结账。啊？不是说好三爷请客的吗？怎么又变成燕姑娘自个儿掏钱吃饭了呢？还是自个儿掏钱的好，吃什么不吃什么，没人敢挑你毛病。燕三河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谢之飞哑口无言。人的心湖深不见底，露在外头的是别人能看的，藏在水底的是别人不能看到的，也是自己没法子说出口的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这饭已经吃不下去了，燕三河走到门口，脚步一顿。是不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就没有资格挑这挑那，也没资格吃什么不吃什么？谢之飞一屁股跌坐在椅子里，双手撑着额角，表情似痛苦似后悔。爷今儿行事有些过了，往常杜姑娘不吃的东西多了，也没见爷说什么。我说的是那回事儿。不是那回事，那是哪回事？爷和你说不着，爷和所有人都说不着。汤圆发现燕姑娘是个很干脆的人，说要回家连个停顿都没有，只是这回府的路。燕姑娘，咱们别走4条巷吧。为什么？那巷子以前死过很多人，夜里常常闹鬼的。郑家的案子啊，姑娘怎么知道？不仅知道，托你家三爷的福，我还在夜里走过这条路。现在是青天白日，鬼不会出来。两人刚走没几步，就听后面有马蹄声，那马一声嘶鸣，在两人身边停下来。这又巧了不是？我也正好回府。卸完裤翻身下马，相逢不如偶遇，我陪姑娘走走。燕三河不理他，脚下快起来。卸完裤那腿多长啊，几步就追了上去。那个，我不是故意挑你的刺，主要是瞧着太浪费了，你就当我抽了个风，别往心里去。哎，这次让姑娘破费，心里过意不去，下回没有下回。姑娘不是这么小气的人吧？还是说你不敢？是不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有妇之夫。燕三河收回目光，脚步越来越快。谢之飞刚要追上去问个究竟，余光扫见有一株枯树枝上冒出了一点嫩芽，不由停了下来。朱青心中咯噔一下，赶紧劝道：爷，没什么可看的，走吧。怎么没什么可看的？又是一年春天。他声音沉得很，甚至染了几分沧桑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啊，小姐，快看！杜依云循声看过去，眼里凶光藏不住。远处，姓燕的女人走在前面，谢之飞颠颠地跟在后面。两人之间虽然隔了几丈的距离，但根本就是欲盖弥彰。宁儿，你也上来。是。车轱辘转动，杜依云咬牙，怪不得大嫂能这么淡定，根本和他家男人没关系。倪儿真是替自家小姐发愁，谢杜两家是世交不错，三爷和小姐是青梅竹马也不错，可两人的婚事从来没有挑明过。杜家是嫌弃三爷短命，舍不得女儿年纪轻轻做寡妇；谢家是三爷发了话，不想祸害别家的姑娘，可耐不住小姐心里喜欢啊。从小她就喜欢跟在三爷屁股后面，三哥长三哥短的，还对杜家二老说，她宁肯做几10年的寡妇，也要嫁到谢家当一回三奶奶。
小姐这痴心一片，换来的却是三爷弄个野女人进门，奇耻大辱。小姐可万万不能让那个贱女人进门啊！要是生下个一男半女，虽落不上一个嫡，却还站着一个长，将来是要夺家产的。小姐这头可还没过明路呢。杜依云这么聪明的人，怎么能看不清自己的处境？可她就是喜欢那个男人，打小就喜欢。哪怕和尚道士都说她活不过30，是个十足的短命鬼，她都愿意嫁给他。这个女人能住进静思居，可见是个不简单的。宁儿，我要这个女人去死。死有很多种办法，哪一种最不惹人怀疑？小姐得好好想一想。你的意思是借刀杀人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早听说家里来了贵客，一直想来拜访，可又怕打扰姑娘清静。文叔，你绣的帕子呢？啊，这是我绣的，绣的不好，姑娘拿着玩。正犹豫着，一旁的汤圆笑道：“二姑娘的针线活是连老爷都夸的，姑娘赶紧收下来，好让奴婢照这样子学学。”谢婉书见燕三河收下，我也不姑娘姑娘的叫了，你长我1岁，我叫你一声姐姐吧。文叔，不行吗？二哥，我这妹子平常不大出门，见的人也少，家里难得来了个年龄相仿的，便没了规矩，燕姑娘见谅。随意。燕姐姐，你是哪里人？云南府。云南府在哪里？是不是很远？可惜我连京城都没出过。哎，燕姐姐，文叔，来的时候姨娘怎么交代你的？别总吱吱喳喳说个不停。燕姐姐先歇着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好。二姑娘性子单纯，没什么心眼，人也长得好，书读的也好，就是什么？没有脱身在太太肚子里。你们谢家大房二房还搞妻妾斗？我家太太是老太太做主娶进门的，当年老爷还没中举，所以门第不高。柳姨娘是老爷中了举人后自个儿瞧上的，她虽是霍翠官员的女儿，但落难的大小姐，样样出色。的确是这样，太太不识字，不讨老爷喜欢。柳姨娘不仅长得好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性子什么都挑不出错，老爷宠她宠得紧。怪不得。什么怪不得？怪不得在谢道之书房只看到2个嫡子，怪不得让长媳当家，原来是搞内宅的平衡之术呢。你家二爷二小姐是不是不得宠？汤圆点点头，不得宠是好事，真要得宠了，那位精于算计的谢府老太太岂能容得下姓柳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哥，你瞧着他人如何？我要亲近吗？可以适当走动走动。他的确是老太太老爷放在心尖上的人。可别人都说他是三哥的妾。哼，一个妾就想住进静思居？难道他是我三嫂？杜依云不依呀？哥，你咳什么呀？三哥。谢知飞走到2人身边，桃花眼一挑，笑道：“妹子说说哥的心里话，你先去吧。”是。谢婉书逃也似的离开。怎么，二哥是怕我吃了他？出来太久，姨娘惦记。哼，姨娘是惦记女儿呢，还是惦记静思居的主？三弟想多了，姨娘谁也不惦记，只惦记她的1亩3分地。是吗？那二哥惦记些什么？三弟可别多想，想多了命不长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燕姐姐快看，宝玉轩，咱们去瞧瞧。有什么好瞧的？里面都是好东西，去吧去吧。啊，哈哈哈！姑娘们想买些什么呀？我们就随便看看。谢婉书这一随便看看，便挪不动脚了，这个也摸，那个也问，顺便还要试试带带。燕三河对这些玉啊钗的不感兴趣，走到外头去透口气，只是这口气还没吁出来，便看到人群中有个他熟悉的影子。李不言。燕三河一个箭步往外冲，不想被几个进店的人挡住去路，
抱歉。他说了声抱歉，迅速绕过那几个人追出去，追出几十丈，哪儿还有什么李不言的身影？在一片人声鼎沸中，好像只是他不小心看花了眼。不会看花，应该就是他，那丫头晶晶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店铺里，一个长得跟竹竿似的锦衣男子正拽着谢婉舒的袖子，肆意调笑。谢婉舒哪见过这个阵仗，又惊又怕，急得眼泪都下来了。而汤圆等几个谢府的下人则被那锦衣男子的护从们拦着，两个护院已被打倒在地上，哼哼唧唧爬不起来。放开他！哟，又来一长得俊的，我让你放开他！哟，还是个小辣椒，爷就喜欢小辣椒，在床上够味儿。味儿你妹！当下凄厉的惨叫一声，抱着裆部满地打滚。够不够味儿？要不要再加点辣？锦衣公子捂着命根子，哇哇大叫还来不及，别说加辣了，就是加毒，他也没力气说不。都给我跪下，把刀扔了，手抱头上。护从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谁都不敢拿自家主子的命开玩笑，只能听话的把手里的刀一扔，腿一跪，双手抱住头。汤圆，你带着二小姐先回去。姑娘，我的话你敢不听？二小姐，我们先走。燕姐姐，我不走，那就别叫燕姐姐，搬救兵啊，傻姑娘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怎么会是徐公子？徐公子是谁啊？刑部左侍郎徐来的独子啊！徐公子，你调戏我谢家姑娘，打伤我谢家护院在先，我伤你，劫持你在后。事情本来不大，不如各自扯平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我扯平你妈！刑部左侍郎徐来的儿子叫徐盛，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色鬼，调戏个女子算什么？抢回家里先奸后杀他都敢。把他给我拿下！这贱人出脚真他娘的狠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！怎么抛出谢府这金字招牌，一点用都没有？燕三河咬咬牙，既然没用，那就来吧。那两个护院脚程不会太慢，能拖一时算一时。他把匕首往胸前一横，很淡的笑了：“给我上！”徐府的护从们都是练家子，刚才是因为主子在燕三河手里，这会儿没了顾忌，出手一个比一个狠。匕首划着他的头发，堪堪而过。另一名护从伸腿，狠狠一踢，燕三河小腿吃痛，人便摔了下去。长发散落下来的时候，匕首已经横在了他的脖子下。爷，人拿住了，怎么处置？给我杀！话倏地卡住，眼前的女子跌坐在地上，原本高高竖起的长发披散在肩上，露出白玉似的脸，一双黑亮的眼睛像是镶嵌上去的珍珠，美得让人无法呼吸。杀了可惜，给我带回。爷，他是谢家人，但刑部是他老爹的地方，大牢里死个把人，天皇老子来了也无话可说。带回刑部。徐盛强忍下身的疼痛，冲着四周围观的百姓哼哼道：“我徐盛从不仗势欺人，我要把你送官。”进了刑部，这小辣椒还有什么活路啊？这一身细皮嫩肉的绝色啊！这姓徐的当街就能调戏女子，可见这人手里沾了多少女子的清白和冤魂。他计算了下自己和那狗屁公子的距离，突然就地翻了3、4个滚，然后又伸出一脚。打死他！打死他！你给我打死他！主子喊打，谁敢不听？拳头砸下来，燕三河双手死死地抱住了头。别打了，再打出人命了。先把你家公子的命根子治好要紧。快帮公子找太医！护从们七嘴八舌，七手八脚，抬人的抬人，压人的压人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衙门口，谢婉舒急得左顾右盼。通笔的人都去半天了，三哥怎么还不来？汤圆眼尖，二小姐，三爷来了。这是怎么说的？
告诉三哥，谁欺负你？三哥，三爷，刚刚二小姐在宝玉轩被人非礼，那些人还打伤了咱们谢府的2个护院，是燕姑娘用匕首挟持那人，我们才得以脱身的。什么？那人是谁？奴婢不知道。小的们也没见过。那叶三河现在呢？燕姑娘让我们先走，三爷快去救她吧，迟了可就来不及了。丁一，护送二小姐回去。是。朱青，我们走。大牢里臭气熏天，走廊尽头的铁门被打开，凌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。燕三河全身的血液在这一瞬间直冲向脑门。哼，都给我杀！燕三河纵身跃起，后背贴着墙壁，一双黑瞳如野兽一般戒备地看着所有人。狱卒们一步一步逼近。别怪哥几个心狠手辣，谁让姑娘不知好歹，得罪了徐大公子，活该你断手断脚。谢道之府上的人，你们也敢？哼，亲到这里，我管什么谢道之、张道之，我们只认一个姓儿，徐。老大，先别动手，谢府三爷找上门了。点个订阅吧。内堂，三爷是为那女子而来吧？徐大人真是聪明，猜对了。那女子手持匕首，当街行凶，人证物证俱在。怎么着，三爷，你这是打算让我不顾大华律例，徇私枉法一把？那哪能呢？徐大人为官清廉，朝中上下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知道就好。三爷请回吧，等案子判了，我会派人通知府上的。那便多谢徐大人了。那茶中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徐来吓得整个人一跳，下意识去看谢三爷。三爷的脸上哪儿还有什么笑，一双黑黝黝的瞳孔冰冷沉默地看着他，似有警告，亦有杀气。大人，大人快去听听吧，太医说公子的命根子。闭嘴！徐来一拂袖子，火急火燎地冲出去，内堂顿时空落下来。朱青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。爷，他们赶回徐家医治了。谢之飞长松口气，伤得那么重，又是在那种私密的地方，牵扯到传宗接代的大事，徐来怎么可能让儿子留在刑部，让所有人看热闹？这招叫调虎离山，为的是不让徐胜的王八蛋有机会动燕三河。徐来走之前有没有和下属交代什么？交代了，说暂时关着，先别动。裴笑呢？在刑部衙门外头等三爷。衙门外头进去这么久，这小子不会掉刑部茅坑里了吧？刚走几步，斜边上走来一人，2个肩膀狠狠撞在一起。会不会走路？长不长眼睛？瞎呀！看什么看啊？再看把你的狗眼挖出来！喝了几两啊？狂成这样！嘿，还是条恶狗！老子不跟女人斗，你滚吧！那是你斗不过。哼，你真该庆幸你自己是个女人。裴爷我一根手指头都不想碰到女人，晦气！滚吧滚吧滚吧！哎呀，最恨瞎逼逼半天还不动手的，光会打嘴炮啊！你的娘的！你给老子站住！响声惊动了刑部看门的衙役，立刻就有几人冲出来，把燕三河给我交出来，否则有一个我杀一个，有2个我杀1双。阿弥陀佛，原来我真的斗不过。找死是吧？兄弟们，拿下！慢着，这人手持凶器，姿势寻衅，我要带回北城兵马司审讯。你要拦我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你要拦我？职责所在，乖乖跟我回兵马司受审，否则我的剑也不认人。秀师，你他娘的逞什么英雄？这娘们厉害着呢，你快闪开！那人眉头一压，迎上去与他缠打在一起。燕三河很快就能出来，别把自己送进去，跟我走。信我。那人脑海中天人交战片刻，就是一个倒地打滚。朱青，带走。是。我的三爷呀，这我们没法交差呀。牌匾的银子三爷出了，多的兄弟们喝酒，但人我必须带走。
事情好像不太对啊。谢之飞带着他们走到一处僻静处，立马便问：你哪位？是燕三河的什么人？你哪位？谢府三爷谢之飞，在北城兵马司当差，是燕三河的算半个兄长吧。李不言是他的婢女。李不言，住手！可惜迟了，裴笑的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十分漂亮的弧度，天地间静止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我他娘的还活着！你怎么样？问我干什么？你赶紧问他呀！我先问你残没残？残了也有我爹治，你给老子赶紧的！李姑娘，那个我兄弟的外祖母棺材裂了，你家小姐说去云南府找一个叫李不言的人，派去的人捎信回来说没找着，她心里急得不行。福贡县没有叫李不言的男人，只有一个叫李不言的女子，你们应该是弄错了。听到没有？你他娘的也没说是女人啊！这鬼名字一听，谁不认为是个男人？行了，祖宗，算我错，本来就是你的错。请问，二位是在眉来眼去吗？李姑娘，按理这会儿我应该请你去酒楼吃顿饭，咱们边吃边说话。但事情紧急，我就直接在这里问了，你家小姐口中说的高人是谁？这事儿不能说，等见了我家小姐，我再告诉你们。你安心，你家小姐一定没事儿。只是你是怎么知道你家小姐在刑部大牢的？我去过谢家。那刚刚姑娘砸刑部的招牌，是打算一个人闯进去把你家姑娘救出来？你不看到了吗？不是，姑娘难道就不明白，刑部是6部之一，多的是侍卫看守，姑娘一个人一条命，救不出小姐，我要这条命干嘛？徐府，我谢某活这么久，还没有被人欺负成这样。徐大人，咱们皇上跟前见吧。哎呀，谢大人，谢大人，有话好说，有事好商量嘛，快坐，快坐。做什么做？你就直接说，这事儿怎么了？哎呀，谢大人，一场误会，一场误会，我这就让人放人。只是放人吗？谢大人放心，3日后我在醉霄楼摆酒，让那小畜生给谢大人磕头赔罪。哎呀，谢大人放心，人全活着呢，没敢动一根手指头。徐大人应该庆幸没对他用刑，否则醉霄楼也没用。你谢道之算个什么东西？总有一天。栅栏的门被打开，狱卒往里瞧了一眼，口气很温和。姑娘赶紧出来吧，有人来接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门外站着好些个人，燕三河一张脸一张脸扫过去，目光最后定在一个人身上。他唇一勾，张开双臂，那人身子一跃，飞扑过来，紧紧拥住。主仆之间还能这样，一点上下的尊卑都没有，乱套。马车里，燕三河和李不言定定地相互看着。想我没？你祖父的后事我都已经处理好，棺木合上的瞬间，原本阴云密布的天一下子有月光透出来，那晚的月色美极了，是个好兆头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你呢？又梦到了什么？燕三河3言2语把梦境说给他听。听完，李不言压低声音，下面这个念话文，你应该能知道自己是谁。但愿如此，不过耽搁太久，事情不好办。我对你有信心。那个苦主呢？苦主？什么苦主？院子里的人面面相觑。棺材裂开的苦主。哎，在呢，在呢，我在呢。你找我是为了打听化念解魔的人是谁？是他。众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眼也红了，呼吸卡住了，一团火烧的脑子都糊了。燕三河，怎么会是他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你逗我呢？要是他，我还费那个劲儿千里迢迢跑云南府去干什么？952，你说是不是？
谢50，你干什么？你哑巴了？他难以置信地瞪着燕三河，眼睛都快瞪出血丝来。燕三河，你为什么要绕那么大的一个圈子，浪费那么多的时间？谢三爷，财神用请，菩萨用请，化念解魔自然也用请。好吧，我来解释的直白一点，总不能让我家小姐主动上门问你家棺材是不是裂了，要不要化念解魔，所以才要通过中间人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就是那个中间人。燕三河，那当初你来谢家，苦主是我家小姐的祖父，自己人嘛，就没法子了。我家小姐只能委屈一点，主动上门。对了，你们没有为难她吧？她说这话的时候，手又摸到了腰上。没为难，一丁点都没为难。明天你闭嘴！你既是苦主，又是解魔的人，那么倒霉的事情落不到我头上，落不到他头上，那就只会落到谢家人头上。谢之飞太阳穴一跳一跳，1个月前印在他心头的种种疑惑，终于在此刻通通解开。燕三河随身带着香，那香和普通的香完全不一样。他清楚地知道香点不上的原因，香断的原因。他着急赶回去，又着急赶回来。他一点一点抽丝剥茧，千方百计寻找雁行的心魔所在。这种种的一切，早就隐隐透露出他根本不是什么苦主，他才是那个化念解魔的高人。那个风大雨急的夜里，燕三河赶回京城，在谢府门口停下脚步，根本不是害怕再次踏入谢府，而是在犹豫要不要趁机替父母兄弟报仇，还是不计前嫌帮老太太抢回这一条命，帮谢家躲过这一劫。那现在季家人应该怎么做？燕三河觉得这人的目光太过灼热，眼底晦暗不明，于是偏过脸咳嗽了一声。这事儿和你说不着，得和苦主说。终于轮到我了。裴笑一把推开谢之飞。我算半个苦主，你跟我说。你做得了主？必须做得了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愿意花什么代价替死人化念解魔？裴笑脸色一烈，这还要代价的？这世上所有的事情都要付出代价。你不是苦主，叫真正的苦主来，滚吧。你，没错，我就是谢府大爷藏在外头的那个小婊子。玉皇大帝，快让我升天吧！我已经没脸见人了，我。裴太医到二门了。大哥，就是一场误会，天大的误会。我先去季家，回头弟弟跟你详细说啊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谢大爷。燕姑娘，过不了几日我便会离开。刚才说的不是气话，我既不喜欢欠别人，也不喜欢别人欠我，各自安好吧。看来我不在的时候故事挺多啊，听说是你在侍候我家小姐，来，快跟我说说都发生了些什么有趣的事儿。夜终于铺天盖地的沉了下来。哥，你没亲眼看到过她一个姑娘家骑在马上日夜奔行，风里雨里连命都不要的样子。我能想象出来。我一直以为她是为了她自己，直到今天，我们谢家不仅欠她祖父的，也欠她的。我真想见见那人呐，哪怕一眼也好。能教出这样儿孙的人，我由衷敬佩。谢儿丽素来寡淡的神情里也露出难得的动容。哥，我其实暗下试探过，他其实也就会那么几下三脚猫的功夫，怎么就有那么大的胆子敢一个人留下来？哥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女子。这世上的女子不都应该像她二妹那样娇娇滴滴，柔柔弱弱，受委屈了哭几声，高兴了撒撒娇，站在男人的身后，由男人替他们挡风遮雨。怎么到了他这里通通不一样了？说到这个，老三，谢府在京城也不是无名无姓的人家，为什么徐生还敢动手？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？我总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你暗下留个心眼。放心，
我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二爷来了，都出去，听到没有？几个大丫鬟忙放下手中的针线，纷纷离开。屋里没了外人，谢不惑在椅子上坐下来，目光冷冷地看着谢婉舒，不说话。二哥做什么这么看着我？我今天差一点就……谢婉舒，还好意思说？我问你，上一回我带你上街，路过宝玉轩，问你要不要买些什么，你是怎么回答我的？你说宝玉轩的东西怎么比得上宝庆楼的？你还好意思哭？说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说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哥，宝玉轩来了好东西，我凭什么不能去看？我也不想遇到那个坏人，我也不想让叶姐姐进牢里。你们为什么都怪我？我做错了什么？你怎么就知道宝玉轩来了好东西？啊？谁告诉你宝玉轩来了好东西？杜依云说的，他让我有空去瞧瞧。我想着赏花宴就要到了，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谁知……你知不知道前些日子杜依云和燕三河在后花园起了冲突？知道啊，他们不和与我有什么相干？又不是我和他们吵架。我问你，你不逛宝玉轩的毛病是跟谁学的？杜依云啊，他说宝玉轩的东西哪比得上宝庆楼的精致富贵。一个不逛宝玉轩的人是怎么知道宝玉轩进了好东西？什么意思呀？府里传言燕三河是你三哥的妾，杜依云一向以三奶奶自居，她怎能容得下？也就你这个蠢货，傻不愣登的做了别人的帮凶。我是帮凶？我怎么会是帮凶？谢不惑眼里还含着火星，同样是28年华的内宅女子，一个精明狠辣到不动声色取人性命，一个却天真愚笨到只知道吃喝玩乐，怎么姨娘教来教去还是教出了个蠢货？这事你烂在肚子里，任何人都不要说。哥，为什么？你还嫌老太太对咱们兄妹二人不够嫌弃吗？可总得让他们知道杜依云她只是在背后做了个局，主动入局的是你自己，你有证据吗？你说得清吗？老太太老爷他们不会怀疑你和杜依云是串通好的吗？谢婉舒，你牢牢记住我的话，以后对杜依云多长个心眼，不要亲近，也不要得罪。他那样利用我，我为什么不要得罪？为什么还要亲近？因为你是庶出，庶出的姑娘和高门里嫡出的小姐交好，能让未来的婆家高看你一眼。要是觉得对不起燕姐姐，就常去看看她，和她多说话。你不是让我不近不远吗？哥错了，她这样的人一定要近着，千方百计的近着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裴笑领着舅舅纪凌川踏进静思居。季伯，大人刚从外头回来，还没吃晚饭，您……谷主来了，赶紧进去吧。季伯，那我陪您进去。不相干的人在外头等着。您别担心，那位高人是极好的。纪凌川冲谢之飞抱了抱拳，抬脚走进了屋里。屋里没有任何声音透出来。裴笑咳嗽一声，裴笑再咳嗽一声。等咳到第5声时，谢之飞怕他把肺咳出来，只能硬着头皮走到李不言身旁。姑娘饿吗？饭菜已经备下，要不先垫垫？去耳房用吧，这里我替姑娘看着。嘿，你黑什么？我是一片好心，怕姑娘饿坏了。真没别的意思。我脸上写着傻白甜3个字吗？谢之飞扭头去看裴笑。傻白甜是什么意思啊？鬼知道，听着不像是好话呀。同感。下一步呢？继续。不要对我用调虎离山之计。李不言最恨别人在他面前眉来眼去，还是俩男的。没听说过那句话吗？知道越多，死得越快。屋里停灵7天，他是在第4天的子时棺木裂开的。你们用钉子将棺木钉上，然后落的葬。纪凌川顿时头皮炸开来。你如何知道？钉子用了18颗，1颗钉子1层念，
你们是想将他打入18层地狱？不是这样的，少一颗钉子，棺木钉不住；多一颗钉子，它就掉出来。纪灵川此刻哪还有什么疑不疑惑，双腿一屈，哀声道：“请大师救一救季家吧！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”请大师救一救季家吧！燕三河走到他面前，毫无预警的手指点了上去。纪灵川只觉眉心一凉，眼前突然像被什么蒙住了，一片黑暗。慢慢的，有束光啪的落下来，落在一个人身上。那人头发花白，满脸皱纹，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在风雪里。那雪又厚又深，一眼望不到头。他跌倒了，又爬起来，走几步又倒下去，正是他的老母亲。更让他神魂俱裂的是，有血从他老母亲的眼眶中往下流，一滴2滴。眉心的凉意骤然消失，纪灵川猛地回神，失魂落魄地跌坐在地上，久久不能回神。可看清了，纪老太太的念不好话。孝子，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尽我所能，便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。那我就等着你拿出诚意来。去吧。季伯，舅舅，找个地方说话。明婷，带季伯先去我书房。那你呢？我和燕姑娘说2句话，马上就来。你给爷快点，马上。谢之飞走到近前，抿了抿唇。素来巧舌如簧的他，第一次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半晌，谢三爷嘴里才蹦出一句：“伤口疼不疼？”无碍。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，不要逞强，更不要一个人留下来单打独斗。应该如何？三爷支个好招。扭头就跑，然后想办法报官。你们谢家不就是官？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保护好自己要紧。然后眼睁睁看着你妹子被调戏。谢之飞只觉得脑子疼，心口疼，浑身都疼，需要缓一缓。多谢你救我出来。谢之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敢不敢再说一遍？我说，你们谢家的官，看来也就这样。嘿，怎么又开始不友好了呢？不对，谢之飞两耳嗡嗡嗡的响，神色大变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没什么意思。宝玉轩事情不对劲儿，燕三河察觉到了，他这是在含蓄的提醒谢三爷，提醒谢家要小心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谢武师，事情不对啊，500两是诚意，5万两也是诚意。季伯，这您拿主意？还有什么主意？他便是要我这条老命，我都愿意给。舅舅，你不懂。来人！心腹推门进来。老爷，立刻回府，将府里账房所有现银，还有地契田契，通通拿来。是。舅舅，你还给他地契、田契？倾家荡产，也得先保住命啊！谢成宇，这个姓燕的到底是你们谢家什么人？你们是怎么认识他的？他到底什么来路啊？你爹为什么要认他做干女儿？为什么他年纪轻轻就懂这些神神怪怪的事儿？谢之飞一个字都没办法往外吐，有的问题是不能答，有的问题是他也想知道。哎，对了，你说他会不会是个骗钱的神棍啊？又或者……裴明婷，你外祖母的棺材还立着呢，这个时候还计较钱，你他娘钻钱眼里去了。这是计较钱吗？你看他们主仆二人，主不像主，仆不像仆的，一个冷冰冰像死人，一个呢年纪轻轻身手就这么好。还有你自己说，什么叫傻白甜？裴爷我活了20年就没听过傻白甜这3个字，你不觉得诡异吗？爷，去云南府的人捎信回来了。人呢？你进屋去陪你舅，有什么话回头再说。哎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是不是关于他俩的？谢武石，你今天要不把话说明白，老子骂到你们家祖坟裂开来！谢之飞抬起手，在他后颈用力一敲。谢之飞走回房中，支开下人，掩上门，才将信展开来。只一眼，他眼前发黑，一个踉跄，险些没站住。信上白纸黑字，只写了1行字：燕三河非燕行孙女，
而是半路收养。半路收养，半路收养。谢之飞眉心紧锁，脸色一会儿发青，一会儿发白，心底的震惊已经不能用言语来形容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燕姑娘，这便是我的诚意，你请过目。3年听知府，10万雪花银。何况纪灵川管的还是天下最肥的漕运和仓储。谢之飞看得神色都直了，不怪汉王那头想按他一个贪腐，这些银子一多半怕是来路不正的。那么燕三河会要多少？谢之飞盯着燕三河，不想错过他脸上的任何一个表情。燕三河看着桌上一堆东西，眉头蹙起来。他一蹙，纪灵川以为是嫌少，忙解释道：还有一些是现银，如果都搬来，只怕动静太大。弱水3000，与我一瓢足矣。2000两，我收下。才要2000两？裴笑的下巴惊得都快掉下来了。燕姑娘，这……别急，我还要你一个诚意。燕姑娘只管说。幻念解魔成功后，季家须得替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暂时不曾想好。我答应。我答应事成之后替姑娘做一件事，绝不反悔。季老太太的墓在哪里？现在就带我去看看。季家的祖营在东郊的龙虎山下，前有明月湖，背靠龙虎山，怎么看都是个风水宝地。瞧你这出息，还比不上人家姑娘。废话，我能和他们2个神婆比？瞧瞧这俩人，走得比男人还快，后背挺得比男人还直，那姓李的婢女嘴里还吹着口哨呢。她一个女子吹什么口哨啊？这像话吗？姑娘吹的是什么曲子？老鼠爱大米。啥玩意儿？什么名？这曲子姑娘是跟谁学的？我娘。你娘还真是个很特别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是不是傻呀？听不出我话里嘲讽的意思？那姑娘的母亲现在何处？李不言指了指天上，裴笑吓得赶紧把白眼又翻过来，心里默念一声阿弥陀佛。对不住，聊起了姑娘的伤心事。不伤心，她能回去，我开心还来不及。这神婆脑子有问题，只怕又是个祖宗。三爷打听我这么多，是不是对我有好感？这丫鬟怎么没羞没臊的？这丫鬟真聪明。小姐，确认过眼神，三爷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的你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确认过眼神，三爷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的你。还是确认过眼神，不是男女之情，是好奇。空气凝滞。裴笑看着身旁恨不得把肺都咳出来的人，得意了。没羞没臊好啊，至少治好了我的心慌症。说话间就到了季家祖营。燕姑娘，棺材就在那儿，你看要不要准备什么？不必。燕三河随即朝谢裴2人投去目光。志飞，你们也避开些。那就辛苦姑娘了。天际间黑云翻涌，层层叠叠，如鬼如魅。周遭的一切突然变得安静起来，连一声虫鸣鸟叫都没有。纪灵川虽然年过半百，见此异象，却还是忍不住2条腿打颤。燕三河从怀里掏出帕子，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拭着。他擦得很慢，话也说得很慢。老太太今年高寿？60有8。哪里人士？祖籍广西。叫什么名字？只知道母亲姓胡。不言，你先下去。好。李不言跳了墓坑，双手一使劲，半遮半掩的棺木发出咯吱一声，挪到了一边。谢之飞和裴笑都没有走太远，这一声听得2人头皮发麻，起了半身鸡皮疙瘩。嘘，爬上去。还敢偷看？疯了，这人一定是疯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纪灵川的心也跟着一跳，他挽起衣袖，将手探进棺材。诡异的一幕出现了，原本盘踞在老太太脸上的黑雾，
一下子缠绕在燕三河如白玉一般的小臂上。那黑雾不停涌出来，肆意扩散着，几乎要将他整个人都吞噬下去。纪凌川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，两只手死死地捂着嘴巴，硬是不敢让自己发出丁点声音。燕三河的声音异常的轻柔：“好了好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告诉我，你还有什么放不下？”黑雾顺着燕三河的指尖渗进去，慢慢的，他眼前出现一幅画面。当他看清楚那画面时，你放不下的是他。树上蹲着两人，两人眼珠子都不会眨了。入他们眼的是怎样一副让人想去死一死的场景啊！敞亮开来的棺材，棺材里散着尸臭味的死尸。少女俏生生站在棺材边，修长的手指一边抚摸着死尸的脸，一边和死尸说话，说话的口气比对活人都温柔。裴笑脸色煞白地盯着谢之飞：“看我干什么？看他，老子要敢啊！”心里说着不敢，但眼睛却很诚实。抬眼望过去，裴笑一口气差点没上来。黑雾倏的一下子从燕三河的指尖涌出，尽数回到了老太太的脸上。燕三河猛地缩回手，连连往后退了几步。小姐，没事。你们家养狗？不养。你听好了，你母亲放不下的心魔是一条狗。燕姑娘，那狗长什么样？黑色，半人高。那现在我们大道回府。回城的路，谁也没心情说话。燕三河则趴在李不言身上一动不动，一张脸白森森的，跟死人没两样。姑娘累不累？要不要我来背？就是我肯，我家小姐也不答应啊。那个，她是不是每回都会？谢三爷，你再这么下去，我的眼睛可就没办法确认了。哼，别对未婚姑娘太好奇，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好奇，都是耍流氓。裴笑走到谢之飞身旁：“兄弟，我的眼神帮你确认过，说，那丫头脸上看着笑眯眯，其实眼罩子亮着呢。什么话能说，什么不能说，门儿清。比起丫鬟滑不溜丢，小姐肠子还算直，待见谁不待见谁，都在一张脸上。确认的很对，所以咱们还是要从小姐入手。入手个屁！哎呀，还是先替我想想，我家外祖母的心魔怎么会是一条狗吧？一条狗，说出去谁会信啊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叶姑娘，谢之飞翻身下马，追过去。好好休息。燕三河点头，抬步进了角门。三河，季家老太太的心魔怎么会是一条狗？无人的时候，李不言就不再小姐小姐的叫了。你是没看到，季老爷听到是条狗，差一点点晕过去。等我进了季家，慢慢查，总能查出些名堂来。这事已经祸及儿孙，时间容不得你慢慢查，所以我才收了那一点钱。那一点钱都不够塞牙缝的。不言，别撒娇，和你的人设不符。对了，谢家明天给不给你走？没有理由来。哦，那我明儿一早就收拾东西。好，什么人？出来！对不住，扰了姑娘。你鬼鬼祟祟的躲那边做什么？不言，他是谢府二爷，等我何事？确实等了很久，只想替婉叔道一声谢。不是什么大事。于我，于婉叔，于姨娘都是天大的事。二房没什么好东西，这只老参给姑娘补补伤口，还请姑娘不要推辞。燕三河听了这话，不知道为什么心头跟着一酸，总觉得此情此景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多谢，你回去吧。姑娘也早些休息，告辞。男人修长挺拔的背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中。看我干什么？三爷不待见，二爷却挺顺眼。三河妹妹，请你老实交代一下，这是为什么？好像很熟悉。熟悉什么？是谢二爷这个人，还是他说的那句话？哪句？二房没什么好东西这一句，总觉得从前好像听过。
难道你从前真正的身份是庶出？今日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妥，不该答应让二妹出去的，只这一样错吗？更不该只派2个护院和几个婆子跟着。我早就和你交代过，事关燕三河，一定要多留几个心眼。还好这回有惊无险，否则我有什么脸面给老太太、老爷一个交代？有什么脸面给二房一个交代？父亲把内宅交给你，是看重你，更是信任你。以后再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，让他老人家操心朝堂的同时，还要操心这个内宅之事。是。明儿一早老太太会去静思居，你把手上的事情放一放，跟着一道去。是。二房那头也抽空去一趟。我今日已经去过。柳姨娘怎么说？她只骂自己的女儿。哼，倒是会做人。夜了，歇吧。说完，他翻了个身，面向外侧而睡，后背隔出一片冷漠来。泪终于从朱氏的眼角滑落，他扭头看了眼男人的后脑勺，将心中漫开来的委屈、苦涩、难过和泪一道，一点点逼了进去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姑娘，这次不行，咱们下回再。哪儿还有下回？下回再冲着那贱人去，谢家人就该察觉了。他们又不傻。姑娘这事儿还得过了明路才名正言顺，否则谁不知道要过明路啊？爹都试探好几回了，谢道之那个老东西就是支支吾吾不给句准话。小姐没嫌弃三爷命短，他们谢家倒嫌弃起咱们杜家来了，真是笑掉大牙。不许说我三哥短命！小小的闭这嘴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那贱人到底是个什么来路啊？竟能劳动谢老爷？不行，我得让人查一查。等查到了，我再想办法治他。我还就不信呢。我今日就出府去，你从哪里来，便回哪里去。有什么难事，可以现在就说，我都能为你做主。能去哪里？小姐快去瞧瞧吧。有个死胖子跪在院子里，手里拿了根麻绳，说上吊的人死得快。这是在告诉他，要走得先从我谢胖子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李不言，把他手里的绳子挂梁上，想死还不容易，我成全。好嘞。我的个娘嘞，还真舍得让我死啊！烈火冲头，谢胖子一咕噜爬起来，抡起2条胖腿就往外跑。你瞧，又一个怂货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一行人走进静思居，为首的竟然是白发苍苍的谢老太太。她的两侧，一位是谢三爷，一位是大奶奶朱氏。谢老太太在院里站定，没开口，先抹泪。那泪一抹哗哗往下流，又一抹还是哗哗往下流。要是光流泪倒也罢了，关键老太太还拿含泪的眼神可怜巴巴地望着燕三河，显得可怜弱小又无助。这静思居什么时候搭上戏台了？老太太成精的人怎么能听不出她话里的讥讽？也不作声，还是一个劲儿地抹泪。抹着抹着，身子摇摇欲坠。一旁的谢之飞忙伸手扶住，快去请太医。燕姑娘不用担心，老太太将养个几个月，说不定就好了。要好不了也是命。姑娘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万一老太太有个好歹，怕是临终有话要交代我。我的，还走得掉吗？谢三爷，为什么要留我下来？燕三河，大华国律例，女子不能独立门户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应该知道吧？燕三河清楚地知道，意味着燕行去世后，他名下所有的一切，哪怕只是几间破屋，都要归于燕氏宗族，而她这个孤女从此也只能依附于宗族，并且燕氏宗族有处置她的权利。说句最难听的，燕氏宗族让她嫁条狗，她也只能乖乖照做。燕三河其实根本不担心燕家人会找来，她原本也不是燕行的亲孙女儿，但谢家不知道。老祖宗的病好不好，就看姑娘你了。燕三河袖子一甩，走进屋中。马车已经备下，
晚点我亲自来接姑娘回府。燕三河应承下来，并不是忌讳燕氏宗族，而是怕自己不是燕行亲孙女的身份露出来。很好，揪着你狐狸尾巴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受谢武石所托，我来陪着燕姑娘。季服你熟？还熟透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打断问个事儿啊，谢武石是个什么典故？丫鬟就是丫鬟，30而立，40不惑，50知天命。知天命又叫知非，谢府3位爷的名字啊都是这么来的。哦，那你单名一个孝，又是什么典故？那能跟你说吗？哼，做丫鬟啊就要有做丫鬟的自觉，主子不开口，哪有丫鬟在边上叽叽喳喳的，成何体统？我就是觉得这名字好听，问一声怎么了？哼，得，看在你说好听的份上。裴大人一生下来先笑再哭，裴老爷说一定不是凡胎，故取名一个孝字。恕我没什么见识啊，裴大人这身官服极品啊，管什么的？果然没什么见识。裴大人在僧洛司啊，是正6品，管和尚的呀。那《金刚经》背一个来听听。想啥呢？裴爷是管和尚，不是当和尚。哦，名字好听，人长得也好，还做着大官，这裴家的门槛都要被媒婆踏平3寸了吧？我们裴大人不曾婚娶，不近女色，别说3寸，7寸都没戏。问这么仔细，这丫鬟对我有好感吗？小姐，摸清楚了，这人官不太高，闲差一个，说话不讨喜，性格脾气不太好，喜欢别人哄着，有恐女症，可用。那就劳烦裴大人带路吧。这么好看，点个顺订阅吧。便和我说一下季家的情况。所以他问这么多，是在试探我能不能用。裴爷，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受过这般侮辱，不能忍。可用之人事半功倍，不可用之人耽误时间不说，给出的信息还容易把人带沟里。难怪谢武是要暗中调查他，冷静聪慧的，太不像一个17岁的正常姑娘。你想知道季家的什么？我问，你答。在你眼里，老太太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刚刚我问这问题，你脑海里浮出的头一个念头是什么？一个慈祥的好人。怎么个好法？我打小在季家的时间比在裴家多，回我来，老太太都把最好的东西藏起来，等没人的时候偷偷塞给我吃。亲孙子都没这待遇，小肉皮3天一顿小打，5天一顿大打。老太太不嫌，明目张胆地护着我，还冲我父亲嚷嚷，这孩子就得皮，不皮就不叫孩子。这么说吧，哪怕我把季家的屋顶掀了，她都会夸一声掀得好。毫无原则的溺爱。溺爱怎么了？我家外祖母溺爱我关你屁事，你个神婆算什么算？神婆？哼！李不言手摸到腰间，算了，看在这货还算有孝心的份上。除了你，老太太还对谁好？对谁都好，嫡的庶的一视同仁，但对我最好，亲孙子都比不过。为什么呢？什么为什么？我长得好，一表人才，脾气好，有求必应，不沾赌不沾嫖，洁身自好呗。李不言掏了掏耳朵，说你胖，你怎么还喘上了？吹牛皮也有点数，差不多得了。哎，你最喜欢的人是你，那么他最讨厌的人又是谁？这他娘的我哪敢说呀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程宇呢？他今日衙门里有点事儿，便不过来了。季老爷，不浪费时间，我们开始吧。姑娘想问什么，只管问。老太太祖籍是广西，几岁到的季家？我母亲16岁进的季家。谁牵的线？谁搭的桥？就知道姑娘会问这个，昨儿晚上还想了半宿。可惜二老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过。妾扶正为妻，当时并不多见，这里头有什么缘故吗？一来是我母亲能生养，我有3个弟弟，1个妹子，也就是明婷她娘；二来是她替我祖母施过疾，送过终。季家的祖籍也是广西，后来做了京官，才举家迁往京城定居。季凌川的父亲叫季春山，娶妻张氏。张氏身子本来就弱，成婚后怀了2胎，
结果2胎都没有保住，反倒身子落下了病根。为了有后，公公婆婆便张罗着给儿子纳妾。二老想着广西老家的姑娘身子骨结实，个个能生养，不如托人从那边挑一个。挑来挑去，就挑中了16岁的胡氏。胡氏在江边长大，是个渔家女，从小跟着大人风里来雨里去，身子骨比男人还结实。几个月后，胡氏坐船到通州码头，接着一顶小轿被抬进纪府，当天晚上便圆了房。胡氏果然能生养，不久便有了身孕，10月怀胎，产下一子，正是如今的纪灵川。纪家大喜，满月酒的流水席办了整整3天。百日时，纪家开祠堂，将他过到了正妻张氏名下，算作嫡子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我从小是在嫡母身边长大，嫡母待我如同亲子。过2年，我母亲又生下一子，是我的2弟。生下我2弟后，我祖母身子骨便不大好，嫡母又是个病歪歪的，侍不了其，我母亲便挑起了重任。她将2弟交给我嫡母照顾，整整大半年的时间，睡在我祖母床前的榻上，直到把老人家送走。你2弟送到你嫡母身边是几个月大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刚刚3个月大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胡氏在生产后的第3个月，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好的情况下，便生下儿子，一心一意侍奉婆婆。你2弟后来回到你母亲身边了吗？没有，也一直养在嫡母名下。为什么？祖母出殡后，母亲就累倒了，2弟还小，怕过了病期，就又在我嫡母身边待了好几个月。在抱回母亲那边时，我2弟已经不习惯了，夜里常常哭闹，只能再送回嫡母院里。你嫡母是什么时候去世的？祖母去世后的第5年，嫡母就走了，当时我10岁。你母亲扶正之路有没有波折？有，族里和我祖父都不赞成，嫌我母亲家世低，拿不上台面。若不是我父亲坚持，恰好母亲肚子里又有了3弟，只怕事情也难成。你父亲和你母亲感情很好？我父亲说母亲年轻的时候天真可爱，性子单纯，和京里的姑娘不大一样。你嫡母临终前可有对继室的人选留下什么话？我嫡母给我父亲留了话，让他看在往日夫妻一场的份上，多为2个儿子想一想。你母亲是个深谋远虑的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一个妾室生下儿子，将儿子过继到正妻名下，不仅儿子有了名分，有了继承权，张氏这个正妻的腰杆子也硬了，双赢。双赢的结果是，张氏一定会把他的儿子当成是自己的亲骨肉。这一招叫以退为进。婆婆生病，她拖着刚生产的身子替张氏尽孝，感动的是谁呢？是长辈，是男人，是张氏。这一招叫笼络人心。张氏替他养着2个儿子，日子久了，哪怕隔着一层肚皮，也会养出感情来。他病重，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自然就会替2个儿子思虑起将来。将来如果男人再继娶个外头的女人，外头的女人再生下1儿半女，自己的儿子那就得靠边站。如果把胡氏扶正，这2个孩子本来就是胡氏肚子里掉下来的肉，胡氏怎么可能亏待他们？有了张氏的临终交代，再加上肚子里怀着的那一个，还有谁能挡得住他扶正的路？外祖母，你真神啊！这丫头也神，年纪轻轻把内宅里这些弯弯绕码得一清二楚，谁将来娶了她，准倒霉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我母亲虽然不识字，但人是极聪明的。你父亲只你母亲一个，后来父亲又纳了2房妾室。为什么？他们感情不是很好吗？母亲年岁大了，又管着一府的事，难免会对父亲疏于照顾。可有生养？有的。我有2个庶妹，各自嫁到外地去了，离得远，这些年走动的也少。这么说来，季家的福气都被老太太一人占了。瞧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都被老太太一人占了？我外祖母那叫命好，
有区别吗？有啊，一个听得顺耳，一个听得不顺耳。旁人就生不出儿子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把话说清楚。裴明婷，燕姑娘说的对，其中一个姨娘也曾怀了男胎，被我母亲用计打掉了。外祖母还干过这事儿？这事儿，你父亲知不知道？知道，他们俩也因为这件事慢慢生了嫌隙。父亲后来就极少往母亲房里去了。也是因为你母亲生下5个孩子，年岁又渐渐大了，比不得那些年轻的姨娘们。脸翘身段紧，在床上会侍候人。他娘的，床上会侍候人这种话，应该是一个姑娘家说出来的吧？这太不成体统了！他不臊我都臊了。哎，不行，这笔我得替谢武士先记下来。倩姑娘还请尊重些死者。我外祖父早就……你外祖父是和他发妻合葬在一起？没错。谁的主意？是父亲临终前交代的。为什么？父亲说，凡事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先来后到是没错，但真论起来，你母亲为季家生育了5个孩子，这一点又如何说？姑娘问这个对姐某有用处吗？当然，季老爷不会不知道夫妻生前同亲，死后同学的重要性吧？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她这一辈子是被宗族、被男人、被儿孙后代认可的。如果是我，这口气便咽不下。同样是妻，同样在季家族谱上有名有姓，我还给季家留了子嗣后代，凭什么我就不能与男人同墓？是啊，凭什么？还是因为你们做儿子的也认为他不配。季老爷，不是我非要打探你们季家的私密事，有些在别人看来无足轻重的事情，有可能对你母亲来说就是心念成魔。事情想要解决，你必须跟我说实话，只能跟我说实话。这么好看，否则点个订阅吧。舅舅，你倒是说呀！其实这是我和二弟的意思。等等，那外祖父临终前到底有没有交代过？你外祖父没有留下任何话。为什么？舅舅，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？放肆！难道我还说错了？外祖母哪一点对不起你？你要谎称是外祖父的意思，把他单独落葬。怪不得他棺材合不上，都是你害的！你姥姥的，少他妈管闲事！不管就不管，你也别管，谁爱倒霉谁倒霉去，干我们屁事啊！裴明婷，你坐回去，闭上嘴。你给我说实话。燕姑娘，我从小是在嫡母跟前长大的，嫡母是个温柔似水的妇人，教他读书，教他做人，一腔母爱通通留给了他，半点没有私藏。燕姑娘，说出来你也许不信，我10岁前一直以为自己就是他亲生的，直到他去世，我才知道真相。所以，在你心里，她才是你真正的母亲。是，她一口饭一口汤的把我喂大，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养大。我要报恩，也必须报恩。别信，男人靠得住，母猪能爬树，更何况又不是没有2全其美的办法。夫妻3人同学，这事儿也说得过去。戚老爷，你嫡母张氏的娘家是什么来路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你只需要回答我，而不是反问我。当今太子妃姓张。原来如此，竟是如此。所以报恩什么的都是糊弄人的，真正的原因是张氏一族势大，你不想得罪，或者有求于他们，再或者他们能给你好处，所以你才让你父亲和张氏合葬。下面我来分析一下整桩事情，戚老爷听听我说的对不对。我虽然不知道张氏一族在4、9城的底细，但族中能出一个太子妃，可见势力非同一般。张氏嫁到季家本就是下嫁，所以才会在落下2胎没办法在生育的情况之下，还能不被休弃，坐稳正室之位。胡氏进了季家，生下你，季家迫于张氏一族的压力，也为了让张氏安心，所以把你过继到张氏名下。你的过继并非是你母亲的算计，这世上没有哪个母亲愿意把儿子拱手让人，她是迫于无奈。快说下去！
你父亲说你母亲年轻的时候天真可爱，和经理高门里的姑娘不大一样。一来，你母亲是渔家女，你父亲图新鲜；二来，你母亲见的世面少，心思单纯。这种单纯的女子，最惹男人怜爱。但儿子被抢这事儿，让他渐渐明白，在季家，他这个妾是无足轻重的。别说是儿子，哪怕张氏要他的命，他也只能给。但他很快又发现，这桩事情对于他来说，除了那一点失子之痛外，别的都是好处。儿子的前程有着落，男人觉得亏欠，对他更疼爱。张氏看在儿子的份上，对他更容忍。可是什么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你嫡母临终前，除了给你父亲留话，多半也给他娘家人留了话，让他们多关照你。你很清楚张氏家族对季家对你的重要性，所以才会那样做。我母亲也算计了他，我从小是他养的，为什么就不能替他说话，替他办事？张家他们不同意3人合子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娘的，张家看着和季家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，原来连外祖母的后事都要插手过问，这笔我也得记下，回头告诉谢武实听。真正不同意的不是张家，是你嫡母吧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如果我是他，我不会甘心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，男人也好，儿子也好，还有将来几十年荣光也好，最终落到一个只是渔家女的贱妾头上。所以他一直知道我外祖母的想法，不仅知道，也乐于成全。命运给了他好的家世，却没给他一个好身体，可这不等于他没有脾气，可以任人算计。所以不让外祖母和外祖父同学，是他最后的报复，也是最狠的报复。他让你外祖母这一辈子积极所图的，最后都成了一个笑话，一场空。戚老爷，你大可不必摆出这副委屈的样子，在我这里没有谁对谁错，是非公道在你们各自的心里，我这里只求一个真相。真相往往和残忍这个词搭配，你最好要有个心理准备，越往下挖，越往深挖，你或许越受不了。谢武师，你快来呀！这姓燕的神婆，她快成精了。燕三河成精了吗？没有。若是成精，他的心就不会为张氏、为胡氏2个人感觉到这么痛。贵女下嫁到季家，哪怕身子不好，还不是要拼死生了儿子才能站稳脚跟？这边刚落了胎，坏了身子，那边婆家就张罗给儿子纳妾，谁在乎过张氏内心的痛苦和心酸？又有谁心疼张氏看到胡氏一个接一个生儿子，有多恨？渔女抬进高门，肚子虽然争气，但命在别人手里捏着，半点由不得自己。几十年经营算计，外面看着风风光光，逆天改命，死后才知道她连和男人同学的资格都没有。谁是赢家？都是输家。真正的赢家是和你们同床共枕的那个男人，他才是什么都得到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季老爷这里已经问的差不多了，去把你3舅母叫来。阵仗摆得这么大，还请了高人来，这府里到底是出了什么天大的案子？快讲来，我听听呢。宁氏，你是怎么嫁进季府的？谁牵的媒，谁做的主？怎么，这还跟那劳什子案子有关？你只管回答我的问题，和案子有没有关系，不是你该问的。我是老太太亲自相中的，8抬大轿堂堂正正迎进门。宁家是个什么门第？我3舅母娘家是镇定府的富商，镇定府所有的枣园都是我宁家的。在宁家，你排行第几？长姐，嫡出。嫁进季家，带了120台嫁妆，装了整整3条船，铺陈开来绵延10几里。在你眼里，你婆婆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能是什么人？长辈。长辈有好有坏，有慈祥有刁钻，有心软有狠辣，有识大体能容人，也有心眼细容不下人。她是哪一种？不好回答。那我换个问题，你膝下可有儿女？命不好啊，生了3个赔钱货。3老爷有几房妾室？3房1娘。可都有生养？怎么没有生养呢？带把的赔钱的都有啊。既然有带把的，记在你名下了吗？
我为什么要替别人养儿子？鬼知道养的熟养不熟。再说了，姨娘生的就是姨娘生的，骗得了别人，骗得了自己吗？我可不想白白给别人当跳板。宁氏，你说谁拿别人当跳板？哎呦，我的大老爷，我又没指名道姓的说是你，你多哪门子的心啊？我们宁家又不像什么张家啊、李家有权有势，顶天了家里多几个臭铜板，这跳板就算是搭上了，也没什么用啊。母亲当初怎么就看中了你这个泼妇？真是家门不幸。回头大老爷到了阴曹地府，好好问一问老太太，京里这么多高门的姑娘不娶，为什么非要娶我这个泼妇？难不成是看中了我宁家的万贯家财，还是他被猪油蒙住了心，眼睛瞎了？三舅母，怎么了，大外甥？人生一张嘴，不是吃饭就是说话，不让人说话，那嘴巴长着做什么？一个个做哑巴得了。三舅母，你就不能少说一句？大外甥，你能不能少活一天啊？谁在朝我家小姐断案？这青石砖就是她的脑袋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知道兵马司审的是什么案子吗？什么？老太太的坟，前天夜里被人挖了。你说，谁会这么恨她，连死后都不想让她安生？你是在怀疑我？昨天老太太院里有点动静，只怕你也听说了。知道在干嘛吗？我在一个个审老太太院里的下人，想不想知道我审出了什么？什么？他们都说是你做的。放他娘的屁！哪个不得好死的王八羔子乱嚼舌根，把脏水往我身上泼？昨天一共审了11个人，一个人这么说，那就是泼脏水；但11个人齐刷刷都这么说，那就真的是你做的。我没有，不是我做的，我是恨他，可我不会挖他的坟，那还是人吗？那是畜生。你为什么恨他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会信吗？为什么不信？他们都不信啊，没有一个人会信啊。别怕，只要你说出来，我都相信。你真的会相信？每一个字我都会相信。老太太都那样了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她是我母亲，我是她生的，她会骗我？老三家的，凡事要有度，你敢不敢摸着良心再说话呀？三太太，做人还是诚实一点好。咱们季家是失礼人家，传出去是要给人笑掉大牙的。弟妹，你嘴里还有没有一句真话呀？母亲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说谎了？到底是商户女啊，一点子家教都没有。季家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娶了这么一个搅家精。他就是个两面三刀的老东西，说的和做的从来不一样。你他娘的可真敢说！是吗？他对你说什么了？他说只要我听他的话，他就最疼我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他说只要我听他的话，他就最疼我。那年枣园大丰收，京里来了一对母子，来园子里收枣。那对母子长得都很好看，母亲虽然肤色有些黑，但说话细声细气，一看就是好脾性。儿子文文弱弱的，很随意的往那儿一站，身上说不出的金贵之气。宁家从商，最厉害的便是看人的本事。他从小耳濡目染，一眼就看出这母子2人和宁家根本就不一样，怕是贵颗粒。果不其然，那对母子收了整整1船的枣子，父亲却只收了3000两的成本价。他按下一打听，才知道这是京里4品官员的家属，姓季。当天母子2人在宁府住下，晚饭男眷一桌，女眷一桌。季夫人一双眼睛不时向他看过来。一日，等母子2人离开，母亲告诉他，那季夫人想和宁家攀个亲家，问他愿不愿意。又说季夫人其实暗下已经托人打听他好些日子，这趟来宁家采买枣子是假，相看是真。他从未想过那对母子竟然对他这般上心，又惊又喜。母亲从小就对他说过，女人这辈子嫁得好不好，就看婆家对你看不看重。若婆家看重的，就算男人再不成器，日子也能过下去；若婆家看轻的，就算男人再有本事，日子也过不太平。他想了一晚上，终是含羞应下。
季家的3媒6理样样周正，连最挑剔的大哥都夸一声好。因为是远嫁，嫁的又是高门，父母兄弟怕她被人瞧不起，嫁妆足足备了120台，每个香笼抬起来都是沉甸甸的。10里红妆，绵延数里，鞭炮声、锣鼓声中，8人抬的大轿落在季府正门。红绸一头是那人，一头是他，上拜天地，下拜高堂。这是他人生中最辉煌、最耀眼的一刻。当那个清贵的男子掀开红布的瞬间，他想自己是多么幸福，多么圆满呢？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，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你嫁到季家后，发生了些什么？大老爷可还记得锦绣绸庄？你还有脸提这事？正是你害得母亲昏迷了整整2天2夜。做媳妇的不护着长辈也就算了，你却还为了自己推长辈一把，孝道何在？良心何在？三太太，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推他的人是大太太，根本不是我。一派胡言！老太太醒来亲口说是你推的她，所以我也纳闷啊，明明当时扶着她的人就是大太太，为什么老太太还会睁着眼睛说瞎话？所以跪了一夜我不服气呀，偷偷跑去老太太房里质问。你们猜她是怎么对我说的？她说大太太是张家那头挑中的，家和万事兴，我这个做婆婆的没用，只好委屈你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是我一眼看中的媳妇，我心里最疼的就是你。你乖乖听话，别吵也别闹，以后我会对你更好的。我外祖母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让我猜猜，应该有2个目的。快说呀！张家相中的人，自然向着张家，向着那位死了的嫡婆婆张氏。对她这个由妾扶正的婆婆，不会太看得上。而老太太因为自己的身份，也因为儿子不向着她，所以心里一直没什么底气，一直暗暗隐忍着。所以，她就诬陷我三舅母。三太太，我说的对吗？还有别的想说的吗？有，太多，好多。挑你最过不去的那件说。我最过不去的那件，是在生下大姐儿。大姐儿刚落地，产婆说是个姑娘，我便听到长长的一声叹息。老太太发出来的？是。我难道不想生儿子吗？她把孩子交给稳婆，走过来握住我的手，让我好好养身体，说以后有的是机会。还说什么？说她不会在我房里放人，也不会让男人纳妾。然后呢？她是没往我房里塞人，却是隔三差五的把儿子叫过去。等大姐百日时，那个贱婢已经有了1个月的身孕。你说的贱婢是老太太身边的丫鬟？否则呢？知道那贱婢在哪里和爷们儿行的好事吗？就在她房里，他们在里面行男女之事，他就命丫鬟搬一张太师椅在院里坐着，替他们守门。当初单纯善良的渔家女，在终于做到了无人可以约束的高位上，最终又变成了另一副嘴脸。后来，那个人抬了姨娘，肚子里的那块肉都长出来了，不抬能怎么办？本来这桩婚事，只要你生下儿子就算是圆满，但偏偏事不如愿，你生了个女儿。而这世上，没有人比她更清楚生儿子的重要性，所以他才会一边安抚你，一边急着给他儿子配种。燕三河，这话也太难听了吧！里面在做，外面在听，不是配种是什么？三太太，人生苦短，别把自己活成一个刺猬。案子审清楚了，老太太的棺材不是你挖的，你可以走了。啊？哎，谢武师，你怎么来了？好好的踹门干什么？你有病啊！季伯，锦衣卫已经到巷子口了。啊？怎么？老太太的事把锦衣卫都给招来了？我的个三舅母啊！锦衣卫抄家来了！点个订阅吧。哎呀，别什么了，快回去把银票什么的都贴身藏起来，能藏多少藏多少。头上多插点珠钗，手上多戴点戒指，万一到了老脸，这些都派得上用场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，这是活不成了！燕三河，
你和李不言赶紧从后门离开，朱青会护着你们。我们又不是季家的人，为什么要离开？老太太的事儿还没完呢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老太太呢？燕姑娘、李姑娘，快跟我走！等下，别等下了，锦衣卫抄家是闹着玩的吗？违令者可以先杀后奏，一个个的都不要命了。我喊等下，是让你按下护着纪灵川别死。只要人不死，等我解开老太太的心魔后，就有机会翻盘。不言，我们走。等下，姑娘说的话可当真？比真金还真。季家200多条人命就都捏在姑娘手里了。姑娘行行好，一定要尽快化解老太太的心魔。我给姑娘磕头了，磕头了。哎，我的季大人呐，磕头就算了，你还是先盘算一下怎么保住命吧。快走！两位姑娘，咱们走快点。来人，这里有季家的人。完蛋！季家的人？谁是季家的人？别说话，照顾好你家小姐。冤家路窄呀，来人正是刑部左侍郎徐来。徐大人，这2位女眷是我们谢府的人，和季家的人没有关系，还请徐大人行个方便。谢府的女眷怎么会从季家出来？哼，你闪开，本官要验明正身，才能让你们走。徐大人，请查看。叫什么名？李不言。册上可有他的名？回大人，没有此人。还有一个呢，站出来。叫什么名？燕三河。老子正愁没有机会报复呢，你们倒送上门来了。眼下这个局势，那就别怪我公报私仇了。我不是季家的人，名册上没有我的名字。你从季家出来，就是季家的人。来人，带走！我看谁敢！徐大人再仔细看看，应姑娘额头的伤还在，我家老爷亲自来刑部领的人，大人难道忘了？伤我儿子，砸我刑部牌匾，这仇正好趁着今天一起算算。我管他是燕姑娘还是别的谁，从季家出来，此1重罪；青天白日带把剑2重罪；威胁当朝官员3重罪；拒捕4重罪。来人，还不赶紧给我拿下！姑奶奶好久没和人动手了，正养着呢。来啊，看我怎么一个个弄死。这么好看，李不言，点个订阅吧。怎么不让我打？李不言是我的婢女，刚来京城没几天，不太懂京里的规矩，不用你们拿，我们跟你们走。徐大人，再不赶到季府，真正在册的人，怕是要从后门跑了。带走。走吧，这里你帮不上忙。走。喂，快看，皇上怎么会拍他了？拿开你的脏手！听不见我说话吗？拿开你的脏手！哼，老子就摸了，怎么着吧？嗯，你他妈谁呀？滚！他妈是你姑奶奶！再敢摸她一下，姑奶奶要你死！是他吗？这不废话吗？坏事了！燕姑娘，赶紧止住他！为什么要止住他？7、8个锦衣卫不是问题，问题是外头还有7、800个呢。那就任由季家的小姐被人欺负，被人摸，是男人就去帮忙，要怕就闭嘴。都给三爷我住手！诸位官爷，在下北城兵马司谢之飞，我家干妹妹脾气躁，性子急，有什么得罪之处，我替她给大家伙赔个不是。下这么狠的手，兄弟，真对不住。我那干妹子的脾气，我爹都管不住，没辙啊！我替她给你赔个不是啊！回头咱们春风楼见，把兄弟们一起都叫上，三爷摆酒赔罪。我张飞给三爷脸面，要是换别人，这事儿没完。张飞兄弟够义气。谢之飞余光往季家女眷那头一扫，嘴角浮出笑意，心说：三爷，我回头给你这孙子找粒含笑半步颠。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恶战，化解在谢之飞的三言两语中。李不言看得目瞪口呆。你家爷真厉害，也藏得深。都慢着！三爷左一个干妹妹，右一个干妹妹，好大的福气呀！哟，原来是徐大人，哪阵风把你给吹到季家来了？奉皇上之命，查抄季家，在季家后门逮了个拿刀的女贼，三爷说是谢家的干女儿。谢家诗书大家，什么时候和女贼扯上了关系？徐大人不要吓我，我干妹妹耍个棍舞个枪是常有的事儿，
贼这活他可不干，也没那个胆子干。没胆子？那我刑部的牌匾是被风吹下来的。就是被风吹下来的，我亲眼所见啊，徐大人。大白天的，裴大人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？僧路司都是6根清净的和尚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阿弥陀佛！你还跟我阿弥陀佛？裴大人还是多求求菩萨，保佑保佑季家的女眷吧。这回是保住了清白，下回入了教坊司，还不是张着腿被男人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三爷说是干妹妹，那我就给三爷一个面子，睁只眼闭只眼把人放了。不过什么？徐大人？不过三爷说话前，先把舌头捋捋直。这干妹妹和干妹妹也就一字之差，三爷呀，你可悠着点。悠你妹！我日你18代祖宗！什么公子如玉，什么末世无双，什么如接如磋，如琢如磨，所有这世间最美的词都不够贴切，都不足以形容。这儿好大的动静！所有人立刻跪地行礼。他是谁？是神仙？面生的很。哪家的姑娘？回皇太孙殿下，他们是谢家的亲戚，刚刚从云南府蛮荒之地来，从没学过什么礼数。你们2个还不赶紧跪下给殿下行礼？礼数没有，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礼数没有，胆子倒不小。快行礼呀！免了，你们也都起来吧。谢皇太孙殿下。既然是谢家的女眷，为何会在季府？我们路经季家后门，有人硬说我们是季家女眷，就把我们带进来了。哦，回皇太孙殿下，是这位姑娘青天白日，手持一把软剑，下官才将他们带到季府，准备细细询问。可哪想到这人一进来就打伤了锦衣卫。哦，下官看在谢三爷的份上，本已放他一马，哪知这人再次行凶伤人，下官悔不该徇私枉法，请殿下责罚。哎呦，徐大人昨天晚上吃的是啥呀？怎么嘴一张就喷出粪来啊？殿下，你瞧瞧，你听听，胆大至极，狂妄至极呀！半点没把大华律例放在眼里呀！我是没把你放在眼里，长得像块五花肉，煎炒烹炸焖溜煲烫靠油，喂狗都不吃，仗着自己做官就放纵儿子调戏良家妇女，我家小姐打抱不平，你就把我家小姐关进大牢。这大华国的官都要像你这样，早晚完蛋。放肆！怎么着？只许他做，不许我说啊？这天底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？殿下，你来评评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皇太阅吧。孙殿下，我要告御状。你且说来。季家抄家归抄家，雷霆雨露俱是天恩，这些我们小老百姓管不着，但锦衣卫的手能不能放干净点？姑娘这话如何说？内宅女子是清白如命，男人的脏手一摸，是在逼他们去死。比不得我这种人，长相粗鄙，性格刚硬，谁敢动我，鱼不会死，但网一定破。你是谁？是他，就是他，欺负我们家九姑娘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那畜生的手都伸到……三嫂啊，别说了，快别说了，给孩子留条活路吧。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娘，你女儿才会被人欺负。换成我女儿试试，拼这一死，我也要和那畜生同归于尽。殿下，下官治下胡方，请殿下责罚。冯大人打算如何责罚？惊扰了殿下的大驾，下官死罪。冯大人辛苦了，去忙吧。是。陆大人，殿下，劳烦陆大人将今日之事如实所述，上达天听。殿下放心，本官自会彻查清楚，然后上奏皇上。很好。殿下明鉴，事情并非像……徐大人，事情御史台自会查清。是，殿下。谢大人，裴大人，殿下，
这会儿还没有下衙，二位怎么会在此地？啊，我们就是过来看看。是我逼着他来的。可看够了？啊，看够了，看够了。臣这就告退。臣也马上告退。慢着，窦大人，这二人无视衙门纪律，岁末考核的时候，这一笔别忘了记上。殿下放心，忘不了。你个老东西还忘不了？走吧，姑奶奶。小姐，我们走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李姑娘，之前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刚刚的事情，别谢我。所以，我要谢的人是燕三河，是他暗示李不言跳出来告御状啊。第一次动手，也是你家小姐示意的。没小姐的允许，我怎么敢呢？小姐，这不能怪我，敌人太狡猾，而我太天真。我狡猾？燕三河，你知不知道这么做很危险？要是我和明明早一步离开继府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谁来救你们？你这个要是很没有意义。你们不是没离开吗？燕三河，我是说万一，懂不懂？万一那什么九小姐就是老太太的心魔，季家人这辈子别想再有翻身之事。燕三河，我没有任何要责怪你的意思，恰恰相反，我和明婷一样真心实意感激你，但同时我也不希望你出事，你得好好的，一根汗毛都不能少，你懂吗？我没少一根汗毛啊。好吧，你厉害，你最厉害。再说，我还有朱青呢。燕三河，你怎么知道朱青一定能护住你们？如果他护不住我们，在继府后门就不会任由那狗官把我们带进来。他没反抗，就证明他心里有把握。既然他有把握，那么我还怕什么？真心细如发呀。谢之飞表面看着十分的镇定，但嘴角还是没忍住微微抽动。明婷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反正我已经无话可说了。好话我不会说。九妹和我最亲，你救她就是救我。姑娘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尽管开口。现在就有。这么快的吗？你说，为什么皇帝派皇太孙来季家抄家？这事儿我和谢武师也想知道。皇太孙这是在暗中保护季家的意思吗？如果他就是来保护季家的，那么以裴大人的本事，能不能和皇太孙搭上关系？要不我这会儿跳车吧，应该还来得及。你要明婷搭上皇太孙的关系，是想做什么？保护好季家的人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回去理一理这2天所听到的，需要再见什么人的时候，必须要见到。燕三河，这事真的不太好办。皇太孙没道理对刑部那狗官笑容可掬，反倒对你们2个没好脸色。裴大人怎么说，还和他7拐8拐沾着些关系呢。我提的要求，应该对你们2个不难吧？不行，我也想跳车。两人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有种大白天见了鬼的感觉。你说那燕双破会不会是文殊菩萨投胎转世啊？谢之飞越想越觉得有可能，他这脑子也算得上是好使的，反应更是1等1的快。为什么在那丫头面前总觉得自己不太能看呢？三爷，老弟方见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是有事子没来吗？你擦的什么粉？熏死你了！滚开！三爷，想明娘吗？媚娘可想死你了。你哪里是想我，你是想我兜里的银子。哎呦，我的亲亲三爷，银子也想，爷的身子，媚娘也想。媚娘都好久没沾着爷的身子了。你也不怕被我弄死在床上？三爷生下死，做鬼也情愿。三爷今儿个要不把媚娘弄死，这船就别想开回了。开船了！要说你呢，还得像梅娘这样的，在床上才够味儿。我跟你们说呀，梅娘从前是河东边那条街上的花魁，三爷那可没鬼，死他床上还差不多。死倒不至于。听说三爷回从船方下脸煞白，眼煞黑，那走路腿都打摆子。所以说，男人脸长得好有什么用啊？还得下边的玩意儿好使。三爷下面那玩意儿不好使吗？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是东边那条街上传的，说是
不太中用。哎，快收拾！怎么个不中用法？梅娘，你说我中用吗？三爷是中用的，只是梅娘不中用。怎么说？这个月又有几笔账没收回来。没长牙狗吗？不会托人给三爷带个话吧？三爷帮你办了？是汉王世子的。这三爷也没辙，要不咱们就先忍着。是，上个月的账已经盘出来了，也交给朱青。是。谢武师，你说那燕三河会不会猜出我们？就算猜不出全部，也能猜出个七七八八。你笃定？朱青，裴爷，今儿个我在燕姑娘身边，听她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她说三爷藏得深。菩萨呀！谢武师这个演技还能被人看穿？这姑娘火眼金睛啊！我长这么大，还没见过比她更聪明的女子。以后和她说话小心些，她这人不说废话，一不小心就被她带沟里去，鬼着呢。她的身份、季家的事情，待会咱们是如实说还是？瞒好像是瞒不住啊，否则也不会约在今晚见面。说不定等咱们一走，就查上了。怎么，你还想帮燕三河瞒着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竟不太愿意让他知道这些。为什么？燕三河太聪明。你是怕他？我不是怕他，他那个性子又冷又淡。我们是谁的人，帮谁做事，他就算猜出来，也不会多说半个字。唉，我就是觉得，不要把他扯进这些争啊斗的。人家清清白白一姑娘，不扯进来也容易啊。你们谢家放他走，否则，还不是早晚的事儿。哎，得了，别想这些有的没的。爷，清风码头到了，靠岸，接个朋友。是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说，皇上为什么派你来？连我都瞒着，那娘还是人吗？我要的雨前龙井，拿来。我要的10年陈桑落酒，拿来。我怎么会有你们2个活宝？沈冲，赶紧把东西拿出来，再不拿出来，他们俩非生吞活剥了我不可。你今天那一剑贴着人家姑娘的脸过去了，你是想吓死我还怎么的？三爷对不住，实在是那姑娘身手太快，这一剑我本来算计好的，如果……得，去和我家朱青说。是。近日有我主事继父抄家，是昨日我在御书房跪了2个时辰才求来的，没通知你们，是因为来不及通知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你的腿本来就……父亲不提季家说话，已经让他失信于人，我再不来，只怕寒的是更多人的心。从小到大，我不知听过见过多少回抄家灭族，鼓破万人锤，我只是不想连张飞那样的人都来锤上一拳。哎，武士，那2个姑娘到底是你谢府什么人？长得好看的叫燕三河，会功夫的叫李不言，他们是主仆关系，确实刚从云南府来京城没几天，也确实不太懂规矩。这一点我作证。那就你来说说，他们来京城做什么？可是清明快到了，来给你家外祖母上坟？那个，说来话长。没事，我们有1夜的时间。裴爷我卖艺不卖身，皇太孙可别乱来。那武士呢？也是卖艺不卖身？三爷既卖艺又卖身。哎，他卖身，让他说。怀仁啊，不是我不想卖，实在是我口条不好，说不清。还口条？你当你自个儿是猪啊？哎，别敲啊，已经很笨了。怀仁，这事的确是说来话长，而且最早要从我爹说起。那也就是说，只要解开季家老太太的心魔，季家还有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既然如此，10分2头走吧。燕三河那头交给你们，你们2个全力配合，别的事情交给我。需要我做什么，让朱青直接通知沈冲。那个明婷心情不大好，我陪她到外头消遣消遣，也没干什么，游船、听听曲、赌牌。你不必跟我解释这些，我要见一见明氏的女儿，老太太反对做妾的那位。这事简单，我来安排。汤圆，送客。这就送客了？那我还就想赖着不走了。汤圆，今儿早饭我也在静思居用，你叫人多送些吃的来。怎么着，差使不动你？是。
今儿那个陈妈怕有消息来，燕姑娘叮嘱的是不改不换。这2日我不往衙门去，和明厅一道，专门陪着你把季老太太的事情了结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和明厅陪着你把季老太太的事情了结。季家的事情，你们不用管了。我们小老百姓哪管得了抄家这种天都要塌下来的大事儿？装嘛，你就是不是那个陈妈有消息了？别猜准了，人已经在来京城的路上，怕要后天才能到。后天？我们迎上去，这样节约时间。这次坐马车，天塌下来都不准骑马，不要跟我讨价还价，没得商量。燕三河，不要仗着年轻就不把身体当回事儿。你不心疼自个儿，我家老祖宗还心疼呢。你说你要出点事儿，我家老祖宗怎么活？小姐，就坐马车吧。吃饭，半个时辰后出发。朱青，你速去准备，顺便通知裴大人，让他赶紧的，别他娘的总磨磨蹭蹭耽误时间。是。二爷，三爷在和燕姑娘一道用早饭。二爷来了。燕姑娘的伤口快掉痂了，等痂掉了，让她擦这个祛疤膏，早晚镜面后各1次，连擦1个月就好。多谢二爷。我先走了。二爷喝盏茶再走吧。不必了。二爷留步。姑娘的伤可好些了？嗯。那疤痕膏是宫里的配方，姑娘试试看。多谢。姑娘脸色不太好，多休息。好。那告辞。不送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燕三河，最好的祛疤痕膏不是宫里的，那是哪里？你脑袋又没磕着，多什么话啊！百药堂的祛疤痕膏最有效果，回头我让裴笑留不留疤都无所谓，不必费那个事。燕三河，举手之劳而已，费什么事？能不能好好吃饭，不说话？三爷，前头也不见你送我家小姐疤痕膏啊，怎么二爷一送，你也要送了呢？你们兄弟俩是在别苗头吗？这粥没味道，哪个厨娘烧的？扣月银。白粥啊，要什么味道？瞧见没有，谢府的二爷和三爷不和呢。瞧见了，和我们无关。但我确认过眼神，和你有关。爷，昨儿燕姑娘由裴爷带着去了季家，在季家待了大半天的时间才回来。三爷一夜未归，和裴爷去了永定河，一回府就被谢总管拉来了静思居。季家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抄出了不少金银珠宝，现在人都关进了北司，听说由陆大人亲自审。爷，咱们还盯着吗？你以为我愿意盯着吗？这偌大的府邸，有谁把我当成谢府真正的二爷？他们都把我当成乱臣贼子来放了。真要是乱臣贼子便好了，一狠心，一咬牙，什么都能放下，什么都能做得出来。啊，二爷，你说，人的心脏为什么只长在左边？因为天生就是偏的。既然天生就是偏的，我还能指望什么呢？二爷，我没事，说几句牢骚话罢了。除了你，这话我还能说给谁听啊？哎呦，二爷呀！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对不住啊，半路拿了点药，还买了些吃的。燕三河，龙兴记的烤鸭我还买了2只，回头你尝一口，香不死你。出门在外，干粮是首选，你带2只烤鸭。出发。谢武师，黑什么？不知道，赶紧的，别让人家姑娘看笑话。笑话我？裴笑气得翻白眼。一会儿裴爷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人马合一。杀千刀的谢武师，就不能提醒一句吗？快马奔驰千里，这不把人屁股磨破了？磨破还是小事，关键是还扯着蛋，真他娘疼啊！我扶你起来，一会儿你坐马车，我让李不言骑马。让我的脸往哪搁啊？脸和屁股保一个，你就说吧，你保哪一个？我保屁股。这是人吃的吗？2位姑娘先用。不必。嫌弃我的烤鸭？哼，拿来，我吃。真香。谢武师，来个腿儿。你吃吧。嘿，感情我这烤鸭有毒还是怎么着？裴大人，
出门在外还是当心些好。你刚刚喝了半壶冷水，这会儿又吃这么油腻的，当心拉肚子。裴大人的胃是铁胃。李姑娘，一会儿劳烦你骑马让明婷坐车吧。我没意见，就看我家小姐乐不乐意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干什么？用这个。什么东西？疤痕膏，百药堂的。我用不着。燕三河，不带你这样的。哪样的？做人不能厚此薄彼啊，得一碗水端平。小姐，三爷的意思是让你雨露均沾。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让你额头不留疤痕。你好歹试试，觉得没啥用再扔也不迟。多谢。和我客气什么？你先上。为什么我先上？关爱老弱病残。操，好难不跟你斗。裴大人，铁卫呢？谢三爷，我和不言先走。裴明婷，你他娘的有点数没有？哎呀，别骂别骂，很快，很快啊！是不是腿麻了？有一点。你动动脚，能站稳了我就放开。可以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姚少爷，陈妈，你别怕，燕姑娘就是问一些关于老太太的事情，问完就让你回去了。陈妈，老太太生前和你说过一条黑狗吗？老太太说做狗可怜，替人看了一辈子门，结果不是被杀，就是进了人的肚子里，不如不养的。谢三爷，谢府养狗吗？养。杀狗吗？杀。吃狗肉吗？这么说吧，京城10户人家9户人家养狗，狗类甚多，其用有3。田犬常会擅猎，王侯将相、达官贵人家养的比较多，打猎的时候一般用狗开道。废犬短会善守，普通人家会养，用来看家护院。食犬体肥共赚，穷人家养了用来打牙祭。所以京中贵族从不食狗肉？极少极少。所以季家杀狗吃狗的是下人？下人护院居多。陈妈，你虽不是老太太从娘家带来的，但你侍候她这么长时间，多多少少应该听她提起过一些从前的事。你能不能说给我听听？老太太从前的事儿？对，不急，你慢慢想，想到什么说什么。是不是老太太很少说起从前？姑娘怎么知道？老太太娘家不显，她又是从妾府正为妻，有些过往做妾的时候能提，做了当家太太，再提就失了脸面。姑娘料的半点不错。哎呀，不是我老婆子不想说，认真是老太太很少提起从前的事儿。主子不提，我们做下人的哪敢多嘴问呢？老太太脾气怎么样？心思重不重？哎呀，燕姑娘，人哪能没有脾气呀？旁人都说老太太脾气好，性子软，其实这老太太的脾气啊，都收着呢。哎呀，这收着收着就收成了习惯，慢慢的也就没了脾气。至于心思，老太太的心思是真的深。老婆子我呀，伺候了她这么多年，都摸不透、看不清的。这话便是有些假了。一个人的心思再重，1日2日透不出来，1年2年透不出来，10年8年难道还透不出一点来？我们这么紧赶慢赶，连夜过来找你，一定是有大事。您老就别瞒着了，照实说吧。老太太年岁一大呀，不知道为什么就管得有些多。2位老爷从小养在嫡母跟前儿，岂是受她管的？所以你才劝她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少管闲事，才不讨人嫌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是这个理儿。所以宁氏女儿要嫁给太子做妾，老太太出声反对，也属于多管闲事。这事儿，老太太和老婆子我说过，宁做平民妻，不做富家妾。做妾难呐！陈妈何尝不知道做妾难？旁人只看到老太太步步高升，只有她瞧得明白，老太太这一路走来受了多少委屈，遭了多少罪，流了多少泪。别的都不说，
太夫人临终前2个月屙屎屙不出，都是老太太用手一点一点帮着抠出来的。这阿杂事儿，亲生儿女都做不到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因为老太太心里知道难，所以啊，你看继父的姑娘，哪个不是堂堂正正把抬大轿抬进夫家门？他就半点都不在乎得罪张家吗？燕姑娘，我老婆子也是这么问的。老太太说，张家没安什么好心眼儿，否则为什么不把自家的姑娘送进去啊？老太太还说了，大老爷二老爷对张家还有用，一时半刻得罪不了，怕什么？一个大字不识的内宅老太太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却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季张两家的关系。这……谢三爷，你说，谢府会和老祖宗说朝廷大事吗？不会，我父亲说，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，说多了反而会坏事。京中的风气都如此？不是京中风气如此，而是事情如此。哎呀，老太太常说一句话，人呐，一定要多看多听，少说话。话一多，不仅显得蠢，这心事也都被人瞧去了。纪灵川嘴里的老太太心怀算计，宁氏嘴里的老太太人前人后2张脸孔，陈妈嘴里的老太太通透世故。三人角度不同，所说不同，但足以证明一件事：老太太绝对不是一个普通内宅的老太太。这人要心机有心机，要手段有手段，要狠辣有狠辣，段位比这谢府的老太太不知道高出多少倍。这样的人，他横看竖看前看后看，都和余家女扯不上关系啊。姑娘，我想起来一件事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快说。有一回他半夜做梦，不知道梦到了什么，连衣裳都没披就往外头跑，我就睡在这榻上，听到动静爬起来一看呀，吓得魂儿都没了，赶紧追出去。老太太去了哪里？料谁也想不到，老太太呀竟然跑去了菜园子。我当时也顾不得上下尊卑了，冲老太太大喊了2声，可她竟像是没听到，跟梦魇了似的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慢慢的靠过去，想去扶她，她猛地回头对着我说，有人要偷她的菜，还说要是有小黑在就好了。陈妈，小黑是谁？哎呀，燕姑娘，我没敢问呢。为什么没敢问？这老太太突然哭了。怎么哭的？嚎了2声，落了2滴泪下来，然后啊，人一下子就清醒过来。那小黑，是不是就是姑娘提到的那条黑狗啊？燕三河，对得上吗？姑奶奶，我求求你倒是说话呀！你想急死我呀！黑狗，小黑，看家护院，我想应该是对上了。如燕三河所料的那样，老太太心魔发生的时间要往前倒推50年，她16岁进京之前，50年的心魔，燕三河简直不敢往下深想。朱青，你安排陈妈先去休息，你们2个谁能做主，谁就跟我出去一下。你做主，我做主。按理是我，但我怕我对付不了燕三河。祖宗，你对付他干什么？你懂什么呀？这叫都做主。季老太太的娘家在广西，我和不言准备立刻出发赶过去。你和李不言去广西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像是跟你闹着玩的吗？燕三河，从这里到广西，你知道有多远吗？就算快马加鞭，一来一回最少2-3个月。所以得从长计议啊！这一路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？还有，我们只知道老太太的娘家在广西，但广西那么大，各府各州各县，要怎么找？我们可不得是我们吗？难不成让你们2个弱女子孤身上路？弱女子？明婷的担心是对的，广西那边连着大齐国，那边草寇暴徒层出不穷，兵部往年拨军款，除了西北沿海这2处外，就属那边最多。所以我们真的要从长计议。如何从长计议法？先回京，干粮备足，银钱代购。要不要向谢老爷、老夫人还有你大哥再道别一下？顺便再去什么百药堂配些药，或者买2只烤鸭。
我没有那么多的从长计议，也来不及从长计议。叶三河，其实你是男人吗？这事儿和我是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？是男人就不要唠叨个没完，一口唾沫一个坑，哪那么多废话？留2匹马下来就行，别的不用你们管。我之所以敢这么急，原因有3。第一，孤魂野鬼不是那么好当的，地府不收，投胎不能，那其实也是一个欺强凌弱的世界。老太太年岁这么大，她斗得过谁？第二，季府上上下下数百口入了牢狱，谁能保他们一个个都平安无事？谁能保姑娘丫鬟们不受丁点欺负？谢三爷或许手眼通天，但总有眼睛看不见的地方，也总有手够不着的地方。第三呢？我收了纪灵川2000两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这是化魔人的意。老太太给我看到她的心魔，是信任我，我得为她拼尽全力。这是化魔人的道，这些你都不会懂的。你不说，我自然不会懂。这丫头明明心软心善，非用一层冰冷刮在脸上，傻不傻？燕三河，下面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？你能不能先放手？这样，我们兵分2路。哪2路？朱青和黄旗手脚功夫快，我让他们立刻赶回京城。你和那个废物要跟我们走？必须跟着。没有商量的余地？没有。客栈休整3个时辰，3个时辰后出发。谢武时，他说的废物是指你。得了，别愣着了。3个时辰，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心不定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心不定的时候，身体僵得跟死人一样。50年的心魔，我从未解过，他自己力不从心。瞎说，我娘的心魔不就是你解的？她那多少年了，她的心魔多离奇，说出来有几人能信？你不也替她把棺材盖上了？李不言的娘叫李由，是燕三河姐的第1个心魔。李由死前最后看到的是一片深邃的夜空，这个心魔他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才找到根源。原来夜空的尽头还有另一个世界，那个世界女人能和男人一样走进学堂读书，读完书还能出门赚钱。那个世界的男人只能有1个正妻，女人可以选择嫁人，也可以选择不嫁人，嫁了人还能选择离婚，离婚后还能重新再嫁。理由到死都一直想回到那个世界去。三河，别怕，你那么聪明，这世上就没有你解不开的心魔。可我解不开自己身上的谜。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父母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我没有从前的记忆？为什么我的体温比别人低？为什么我一点都不怕冷？打住！我说燕三河，软弱和你的性格不符。我娘说做和性格不符的事情容易变态。变态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正常，会发疯。我只会把别人逼疯。我的小姐，这就对了。燕三河额头的血痂已经掉了一道很浅的疤痕，颜色还有些粉嫩，脸因为刚刚睡醒，带着从未有过的一抹惺忪。不得不承认，这丫头长得真好。吃了早饭再出发。好。那个还没想好说什么，就这个那个的。哎，你是没见过漂亮女子还是怎么的？你想说什么？是这样，朱青和黄吉早就出发了，陈妈也已经离开。我们4人，1匹马1辆车，谁来骑马谁来驾车。我不驾车，累得慌。裴大人的屁股不好，不能骑马，那就我来骑马。那好，我来驾车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姑奶奶，你看什么看啊？我裴大人卖艺不卖身的。你看什么看？我们俩到底谁看谁啊？哎，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我不看你怎么知道你在看我？哎，不能仗着你是个姑娘就欺负人吧？我不想欺负你，我想打你。谢三爷，停车。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？车里闷，我骑马透口气。行，我和你换。他欺负你了？谢武时，我哪敢啊我！
我的人品，你还信不过吗？你给我老实点。起码透透气也好，很好。裴大人，我这人能动手绝不废话，能挖眼绝不剁手。野蛮，住手！老子连个野风都来不及。叶三河，怕是要下雨了，找个地方歇歇脚。成，小姐，你上车，我去前面探探路，最好能找个驿站，找不到驿站，找个村子也行。好。前面的路不熟悉，雨又太大，不能往前走了。你们先停下来，我去前面看看。小姐，我去。没时间换人了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叶三河，前面什么都没有，我不允许你单独行动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叶三河，你帮我安抚一下吧。明明听你不言，你们两个有没有事？还活着，仙人板板的，哪个有娘生没爹教的龟儿孙子，在这鬼不拉屎的地方挖了一条暗渠，真是缺了大德。这人怎么跟我一样，骂人是一绝？怎么样，有没有受伤？我心灵受伤能说吗？你怎么这么会晕呢？现在怎么办？无论如何要先把马车弄上去。叶三河，你说呢？没错。婷婷，我们两个下去。谁都别动，我先看看。把缰绳斩断，先把马弄上去。你确定？必须确定。三爷在前，我在最后，裴大人在中间。我喊1、2、3后，大家一起使劲儿。为什么我要在中间啊？前车最重，这里除了谢三爷，谁也扶不起。车尾是关键，我会点手脚功夫。至于中间，自己想。行了，都别废话，干活。上车避雨。那马呢？你不用管，我来想办法。快上去。哎，等一下，脱了鞋再上去。哎，我的被褥。哎呀，你们这群败家子啊！片刻后，最后一个败家子谢三爷钻进车里。马安顿好了？没地方安顿，车上有2件蓑衣，将就挡一挡吧。都这样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看，他们俩像不像2只拔了毛的落汤鸡？李不言，你眼神不好。我们3个泥堆里滚过，算是叫花鸡。你家小姐干净些，是只白斩鸡。谢武士，你眼神也不好，明明是2只公鸡和2只母鸡。裴大人眼神更不好，明明2只是童子鸡，2只不是童子鸡。谁是童子鸡啊？谁不是童子鸡？他笑起来可真好看呀！神婆竟然也会笑，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他笑起来可真好看呀！这雨躲不下去了，我们得赶紧走，马上就走。燕三河，为什么要赶紧走？官道上挖暗渠，一定是人为。能用得起马车的都不是小户人家。荒郊野外，看来有人是想劫财。这会儿雨大，他们也被困住了，雨一停就会行动。所以，我们要趁现在先逃一步。不想逃也行，反正我一个打10几个锦衣卫都没事。山上的毛贼嘛，那就更不用怕了。敌情不明，我们不打，逃。只怕前面还有暗渠，车不能要了。 3匹马，4个人，怎么分配？我和不言骑1匹。明天骑马不行，我和他骑那匹壮的。什么叫我不行？男人能说不行吗？我打头，有危险我吹哨示警。事不宜迟，立刻行动。等下，轻装前行，银票干粮带着就行，其他的一律弃了。撑2天，出现他们会追上我们的。同意。行动。能不能让我说句话呀？3匹马在暴雨的夜里狂奔，除了前面那道纤细的影子，耳边的风雨都在谢之飞的感官中渐渐褪去声音。很奇怪的感觉，他觉得自己追那道影子似乎已经很久很久了。快看，前面有官役！我操呀！我的屁股有救了！这祖宗能惦记些别的吗？
4间上好的房间，热水热饭，赶紧的。还有4套干净的衣裳、鞋袜。怕是没有2位客官的尺寸。废什么话，让你拿4套你就拿4套。一会儿再生个火，我们自个儿把衣服烤干，还不快去准备？几位官爷里面请，小的这就去准备。三爷裴爷的官威可以啊。你懂什么？官爷的伙计最会看人下菜碟，你不对他厉害点，他都不会多朝你看一眼。如果我把刀架他脖子上，他岂不是对我终身难忘？别动不动就刀，我们是官不是匪。官匪一家没听过啊？三爷，不是我要抢先，身为丫鬟就得走在主子前面，挡刀呢？这会轮不到你挡刀。怎么，怕我家小姐在冷风里多站一会儿着凉？是啊。当我李不言眼瞎吗？没事就偷瞄我家小姐，哼，就冲你3天2头勾兰听曲的劲儿，你就甭想追到我家小姐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叶赛河，你们身上还有多少银子？出来一共带了800两。我和明婷身上只有50两。退掉2间房，银子一会儿给你送来。都在里面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先拿着。叫半斤烧酒来，大家都喝一点，去寒气。伙计，上半斤烧酒。可是着凉了。没事儿，喝几口热酒就好。小姐，我先去睡了，勿汗。被子盖严实，我吃完把衣服烘干就来。谢三爷看着我做什么？你吃饭一向这么慢吗？有问题吗？慢点好，易消化不伤胃。你盯着人家姑娘吃饭做什么？怎么哪都有你？吃你的饭。你刚刚又看他，你赶紧下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你们慢慢吃。叶赛河，你刚才吃最后一口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深吸口气？为什么要闭眼？又在看我，谢志飞，你管我吃饭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就是刚刚好看到，随口一问。谢三爷，我不来探你的深情，你也别随口一问，给彼此留点脸面，对谁都好。就是，你有点不对劲啊。哪里不对劲？你实话跟我说，是不是对燕神婆她？别瞎想，我对她没那个意思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真的千真万确？裴明婷，你他娘的！好了，算我多嘴，我去后面烘衣服。这身破衣裳，要料子没料子，要做工没做工，还是穿自个儿的衣裳舒服。燕三河看着那口饭要吃不吃的样子，像极了那个人。先是蹙眉，再是微微翘嘴，然后脸上一抹豁出去的神情，最后两眼一闭，筷子一扒，每一个步骤都一模一样，可人却分明不是那个人。那个人早就……裴明婷，你他娘的就不能让我……我来和你说一声，明天稍稍晚点出发。你是怕李不言他？是。这种小事不用和我说，你决定就好。在我看来，影响进程的事，都不是小事。不打扰谢三爷沉思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挪点位置给我。那个，吃饭的事情，我替谢武时给你赔个不是。他平常也不这样，平常那小嘴跟抹了蜜似的，要多甜有多甜。我都说他是蜜蜂精投胎。这不是出门在外脑子淋多了雨，不太正常吗？真的，我没说假话。这人呢，从小只要一淋雨，脑子立马不正常，回得病，还都不是小病。和我有关系吗？嘿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都说百年修得同船渡，我们几个一起躲过雨，一起逃过难，一张桌上吃过饭，还一个火上烤鞋子，这缘分怎么样也得修得个500年吧？所以呢？所以你要大人不计小人过呀。你别看这小子上天入地好像挺能的，说到底也就是个短命鬼。他得的什么病？看吧，我一把短命鬼抛出来，这燕神婆果然起了好奇之心。哎呀，胎里的病治不好的。11岁那年淋了点雨，差一口气人就没了，硬生生是被我给哭回来的。你猜他脑子不正常到什么程度？他连我都不认识，还让我赶紧滚蛋。嘿，我他娘伤心的呀！但我能跟他计较吗？必须不能啊！我们两个啊，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在一起玩了。哎，
你不好好听我讲故事，你看什么？裴笑扭头，嗷的一声跳起来。谢武师，你三更半夜装什么神弄什么鬼啊？我看你脑子又不正常了吧？撇什么嘴啊！我不打你都已经是看在过去穿开裆裤的份上。兄弟，梯子都帮你搭好了，赶紧顺着爬下来。我怎么会有又想打死他，又想叫他一声祖宗的复杂心情？刚刚是我不对，和你道个歉。明婷说的对，我脑子不大好。这就是你抹了蜜的嘴啊？那一口饭，我习惯性剩下。这个习惯从小就养成的，改不了。已经在改了，不劳三爷再操心。以后不想吃就别吃，咱不差那一口，也不逼自己。孩子，人生在世，吃多少饭，享多少福，受多少罪，都是有定数的，咱不逼自己。嘴上还是不抹蜜的好，抹多了，这鞋子都要烧着了。关你屁事！燕三河，你还会翻白眼？不许笑！凭什么？凭你会化念解魔吗？化念解魔也得让人笑啊！燕三河，我们不闹脾气了，和好吧？谁跟你闹了？是你谢三爷无理取闹，好吧？他这一点头，谢三爷不烦躁了，心里还有点喜滋滋的。你去看看李大侠，鞋子放那儿，我来搞。不用，他睡着了。你银子收好没有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怎么了？长凳上的那包东西你拿了吗？没有啊，那不是燕神婆给你的吗？怎么不见了？明婷，把我的剑拿下来。这就来。这里是官驿，你们吃的是官家的饭，住进来的就应该是官家的人。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，我不找你要银子找谁？官爷，那人不是阿猫阿狗啊，人家也是拿着官文的。拿着官文的人会是贼？官爷，做人不能不讲理啊！你要是把银子收妥当了，掌柜，最多2日，2日后我们会有人来接应。这支金簪足以抵2日的饭钱和房费，先压着，别争了，回房睡觉。不是什么大事，就当花钱买个教训。天道有轮回，那人深更半夜跑出去，盗匪自会帮我们收拾他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谢武师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燕神婆真的挺好的，脸是冷了点，脾气呢是臭了点，但心地柔软，出手大方，做事认真，比那些养在深闺里的大姑娘、小媳妇儿不知道强多少倍。咱们就说丢银子这事儿吧，啊，一句埋怨的话都没对你说，还安慰你说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听听，这格局啊，小爷我都没有。再看看你，平常大姑娘、小媳妇儿都哄得定定的，怎么到了燕神婆这儿就有些失常呢？得了，别说了，睡觉吧。你得好好反省你自己啊！做错事的人灭灯。黑暗中，他看着帐顶的眼睛慢慢湿润，然后殷红。第9个年头了，他还能因为有人向他不吃那一口饭而彻底乱了心神，弄丢了银子。这辈子，我他娘的还能好吗？哟，三爷，早啊！你身子好些了？托你的福，又是女汉子一条。三爷昨儿睡得怎么样啊？有没有辗转难眠？托你的福，睡得很好，一觉到天亮。回头和你家小姐说，不用等2天，最多今天晚上朱青他们一定赶到，到时候把银子还他。你笑什么？那簪子是我送他的生辰礼物，不到关键时候他不会拿出来用的。哎，你家小姐生辰是几月几日？三爷，回头把簪子赎回来了，我再告诉你。做丫鬟做到这么嚣张的份上，你李大侠才了不起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爷，太孙和大爷那头馅儿都已经送到，梅娘从账上支了5000两，她说穷家富路，让爷多带点在身上。季家现在情况如何？我去的时候，太孙正在北司，听沈冲说季老爷死活没松口。用刑了吗？裴爷对不住，时间太匆忙，我没顾得上问。明婷，陆氏审讯最不喜欢用刑，再说还有怀人在，就算看在他的份上，陆氏多少也会顾忌些。当真？当真个屁！听不出这是安慰人的话吗？1日2日不用刑，10天半月也不用吗？
我家小姐说，索性让朱青他们休整一夜，明日寅时1刻出发。问一下你家小姐，晚饭在哪里吃？房里。请她下来吃。接下来怎么走，怎么安排，需要她来定夺。我家小姐也说了，走官道，所有人都骑马，没有特殊。还请三爷帮裴大人再想办法弄匹马。三爷，还有让我家小姐下来吃饭的理由吗？有，那只簪子还有800两的银票，我要亲手还给她，以示感谢。这个理由可？你们2个去坐。姑娘先用饭，我们稍。那大家都别用了。朱青，坐。黄琦，坐。喊你们同吃，一是节约时间，二是有话要说。姑娘，请说。朱青、黄琦，你们2个骑最好的马，先一步赶到广西南宁府。到了南宁府，立刻打听季老夫人的娘家在何地，这样一来最节约时间。燕姑娘怎么打听？季家官居户部侍郎，这般显贵应该能打听到。真要打听不到，不会打听不到。一个渔女嫁到京城，做了官家的奶奶、太太、老太太，此等荣耀之事，旁人不说，老太太的娘家也忍不住。姑娘放心，定不辱使命。只是打听到以后，哪里和姑娘会合？南宁府最有名的寺庙会合。黄琦，你让那帮秃驴们准备好菜好饭，等着本大人视察。是。银子呢？给我。燕姑娘，你清点一下。通通拿来。燕姑娘，这银子你和黄琦留1000两在身上，余下的都给我保管。放心，饿不死你家三爷。兄弟，身无分文的男人很惨，确定不造反一下吗？造反？簪子还在我手上呢。后面这一路全程听我指挥，身上有这个疼那个疼的，咬牙忍住，忍不住想想季家，想想牢狱。这燕神婆收拾完谢武时，接着收拾我来了。吃饭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1个月后，4人顺利进入广西界。一入广西界，天气陡然转热，如同京城6、7月的天，燥热难挡。燕三河素来怕热不怕冷，立刻就受不住，头也昏，眼也花，几乎要从马上一头栽下来。谢之飞瞧得分明。李不言，停下休息。三爷，你们照看下小姐，我去前头看看有没有客栈。你可是中暑了。我怕热。到了南宁府，先买几件单薄的衣裳。买完衣裳去吃顿好的，要有酒有肉。再这么下去，老子都快成和尚了。小姐，三爷，前头有个凉茶铺，歇歇脚去。大庭广众之下也不注意一点，没看到这铺子里都是一帮老爷们儿。小姐，润润嗓子吧。再来一碗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我的呢？三爷有手有脚，自个儿拿去。店家，这里离南宁府还有多远？不远了，起码还有2、3个时辰。那南宁府最有名的寺庙在哪里啊？我们南宁府最有名的寺庙啊，在青秀山，叫观音禅寺。姑娘也是为求姻缘而来吧？得赶早啊，抢第一炷香，灵着呢。老汉，你眼瞎了？就这位姑娘的姿色还用求？门槛都要被媒婆踩平了。就是，脸蛋是脸蛋，小腰是小腰的，皮肤嫩的能掐出水来。周大人呐，我哪能要您的银子呀？周大人，周大人！哎呀，好官呐，这世道能多几个这样的好官，咱们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。哎呀，姑娘啊，你把我客人都吓跑了。陪你的，小姐、三爷、裴大人，我们歇会儿也出发，2、3个时辰的路，一口气得了。好。谢志飞，你过来看。怎么了？这是你的？我装银子的那个小包袱。怎么会在这里？难不成小偷就在这些茶客里？会不会就是刚刚那什么周大人呢？哎呀，我说客官，你怀疑谁都可以，怀疑我们周大人，那可真要天打雷劈。这周大人是好官呐，好官就不会偷东西了。他要会偷东西，我就能上天。他1年4季济济10州，我这凉茶铺还是他掏钱替我张罗的。我们南宁府的百姓啊，10个有5个受过他的恩惠。谁要你们的臭钱？滚！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就猜到你们这2条会到。爷，季老太太的娘家我们已经打听到了。在哪里？几个时辰的路程？在东兴县临北沧河的下游，几个时辰是赶不到的，最起码5天5夜。还得5天5夜？就当我死了吧。燕三河，你拿主意。休整一夜，明日一早出发。老子是走不动了，叫几个山上的秃驴来抬他们的裴大人吧。爷，不用抬，马车已经备好了，半个时辰的路。三爷、燕姑娘、李姑娘也一道上车吧。那马车宽敞的很，司里什么都预备下了。
哎呀，裴大人大驾光临，观音寺蓬荜生辉，老衲……哎，别打官腔啊！裴大人现在就只剩下半条命了，我现在要沐浴、更衣、吃饭、喝酒、吃肉、睡觉，最好还能有1、2个唱小曲的，长得好看的尼姑来助兴啊！皱什么眉？尼姑不要，别的都要，别当我不知道你们这寺里的猫腻。回头等我缓过劲儿，我跟你好好说道说道啊！是，这位是我好兄弟，那2位是我兄弟的好妹子。哎呀，人中龙凤，都是人中龙凤啊！裴大人，请前面带路。裴大人好大的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不言，我来癸水了，你赶紧先沐浴，我这就让人给你煮红糖生姜水，吃完饭你就睡觉。哎，下辈子咱们投胎做个男人，不受这份罪。下辈子投胎做个女人，老子不受这份罪。李姑娘让人煮了一碗浓浓的红糖生姜汤，好像是燕姑娘不大舒服。那还不赶紧的请郎中？请什么郎中啊？你家妹子每月不也要喝一碗这汤？别扯我家妹子，我看你是勾栏听曲听多了，还用勾栏听曲儿？老子出身医家，5岁就明白女人那是怎么一回事，哪像你这么混不吝？轻点声，祖宗，别给对面听去了。哎，你说，像神婆这样的姑娘，将来谁会娶？你还有心思关心这个？先想想你的季家吧。娶她得先过我谢三爷这关。志通师傅，这样的山还有几座？李姑娘，翻过7座这样的山头，就到东兴下。7座？外祖母哎，你这打算要你宝贝外孙的小命啊？累不累？要不要这会就休息？山下过夜安全，我没事。因为失血的原因，他的脸惨白，额头鼻尖都是密密的汗。谢志飞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，只觉得堵得慌。谢家2位小姐来癸水，只管卧床休息，房里几个丫鬟贴心侍候。小厨房这个汤那个羹，日日换着花样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快来看，东兴县就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。志通师傅，那条河就是北仓河。是的，北仓河的另一头就是大齐国的老街。姑娘，你看，两边的房舍都不太一样。大齐国。先帝晚年，大齐国悄无声息地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陈氏皇帝的外甥吴官月谋权篡位。吴官月，燕三河心神毅力，谢道之说过，这人和他儿子就是屠杀郑氏一族的罪魁祸首。你们找谁？哦，我们从京城来。京城，季家，户部侍郎。当家的，了不得了，可了不得了！京城的季家找上门了，就是咱们家的老姑奶奶。2位贵人，你们当真是京城季家的？你这老太太什么人？我是他大侄子呀！把你们家长辈喊出来，这事儿和你说不着。哎呀，贵人呐，我爹、我娘、我2叔、3叔、4叔他们都走了，如今我是当家的。小时候见过胡适的人留下，余下的人出去。坐。让你做你就做，他问什么你就答什么，1个字都不许少。你叫什么？胡勇。老太太在家中排行第几？我姑妈排行老3，上头2个哥哥，下头2个兄弟。胡家就她一个女儿？就她一个。你姑妈从前是不是养过一条黑狗？点个订阅吧。你姑妈从前是不是养过一条黑狗？养过。小时候啊，我还跟那狗玩过呢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啊，想起来了，叫黑蛋。她是不是很喜欢那条黑狗？宝贝的不得了，到哪儿都带着。狗跟她也亲。听我老爹说呀，我姑妈睡觉，她就在床边守着。那狗后来呢？死了。姑妈一走，她不吃不喝10天，自己把自己给饿死了。黑蛋这么忠心，哪来的？听我老爹说，好像是我姑妈从外头捡回来的。她是怎么捡回来的？从哪里捡的？反正从我记事起，狗就在了。你姑妈去京城做妾，是她自愿的，还是被逼的？三爷啊，你怎么把我的差事给抢了？我姑妈本来不愿意去的，可是家里穷得叮当响，她不去做妾，我2叔、3叔、4叔怎么娶婆娘？你姑妈为什么不愿意？那可是京城，妾家是做官的，别说是个妾，就是服侍人的婢女，怎么样都比做渔家女强。听我爹说，我姑妈从前有个相好的。她的相好是谁？
想起来了，我娘从前提过一嘴，说好像是对岸的人。那个，他要抗议，我就是再扔3把剑，他也照样抗议。我也饿了。劳烦府上去准备饭菜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再把大侄子叫来。姑娘还有什么话要问？坐，我再问你几个问题。不做了，贵人还有什么要问的？这些年，老太太给你们家烧过年礼，给过银子吗？从前倒是有的，什么段子呀、人参呐、银子啊。这几年不知道为什么啥都没有了。这几年是哪几年？就近小10年吧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前40年，老太太一直往家里贴补东西。这不应该吗？我们可都是她嫡嫡亲的侄儿，一条藤上下来的。听说你们家从前是打鱼的，如今进了县城，靠什么为生？靠我姑母啊！所有人都不干活？干什么活啊？她老人家手指缝里露出一点来，足够我们一大家子1年的嚼用。嚯，你个不要脸的！三爷，我听了都犯恶心。这些年老太太没寄银子过来，你们吃什么，喝什么？家里还有10几亩水田，放个租子，一年也能赚几个小钱儿。只是苦了小一辈的。你们给老太太烧信了吗？烧啊，年年烧，年年没回音。姑母啊，你好好的怎么就走了呢？哎呀，你走了，老胡家靠谁去啊？好什么好？明日寅时1刻，在关帝庙门口等着。贵人这是要领我们去胡家老宅。裴大人，三爷，我们回吧。这是京城来的贵客，就是我们老姑奶奶家的，都做着大官呢，都落去。不用，去把人请来。是，这就去。裴大人，三爷，什么样的人能让你们刻骨铭心，至死不忘？我没有。三爷呢？永远失去的人，让人刻骨铭心。姓52，看不出来啊，你也会说这么牙疼的话。我这是站在你家老祖宗的立场说的话。对于他来说，那个相好不就是他永远失去的人吗？不就让他刻骨铭心了吗？有道理。哎，对了，什么样的人能让燕姑娘刻骨铭心，至死不忘？燕三河想着自己空白的人生，也非常诚实地回答了3个字：我没有。一个经历千重苦万重难、精于算计、看透世事的老妇人，最后真的会因为年轻时候的那一点刻骨铭心、求而不得而心念成魔吗？燕姑娘，裴爷，三爷，人找到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蒲勇，她没嫁人吗？这老太婆命不好，嫁出去了不会生蛋，又给休了回来。娘家的兄弟妯娌容得下？谁敢容不下她呀？这老太婆厉害着呢，你们小心些啊！她随身藏着刀的。她家人呢？一个个都被她克死了。胡大侄子，小心下一个轮到你呀！听听，你们听听，老人家，牙口这么好，酒量如何？半斤烧酒没问题，下酒菜得是猪头肉，没猪头肉我不喝的。哪里有卖？村口就有，我去。等猪头肉买来了，老人家，我陪你喝2盅。哎，我不和女娃子喝，这小伙子长得俊，我和他喝。老人家，你很有眼光。老太婆，我活了70年，连这点眼光都没有。老太太，贵姓啊？这里是胡家村，你说我姓什么呀？我问你名字呢。我叫胡真，年轻的时候他们都叫我真姐儿。好名字，真姐儿。你认识胡勇他姑妈，就是嫁到京城季家的那个？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呀？哦，姓谢，名知飞，你可以叫我飞哥儿。你们打听胡三妹，是不是她已经去见阎王了？是，她走了。我就说嘛，她要不死，这京城也不会来人。怎么？她活着，京城就不会来人？三妹走之前和我说过，这辈子再不会回东兴来，也不会让子孙后代回来。我知道，她去京城是被逼的。她在这里有个相好，她相好是谁呀？她的相好啊，长得比你还俊嘞。比我还俊？别逗了。胡三妹的长相
好像也一般啊。就是，皮肤也不白，身段也不翘，怎么相好就那么俊呢？要不说他命好呢，本来该我去的，要不是我腿抽筋儿，他就先认识的我，那还有三妹什么事儿？瞧见没？我把他的故事勾出来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相好啊，长得比你还俊嘞。60年前，胡三妹和甄姐儿刚满8岁，整天跟着大人在船上风里来雨里去。某个夏天炎热的午后，2个小姐妹偷偷跑河边玩耍，突然河中间传来凄厉的狗叫声。甄姐儿水性好，说要游过去瞧瞧，然而刚游没几下，脚抽筋了。胡三妹听到狗叫的实在是惨，扶甄姐儿去岸上歇着后，自己扑通跳进北仓河里。而这时，北仓河的另一边，也有人因为听到狗的叫声，正拼命往河中间游。游到中间，2个脑袋几乎同时从水里冒出来，4眼相对，打了个照面。来不及说一句话，只见那狗扑腾扑腾2下就沉了下去。这时他们才发现，这狗怀了身孕，竟然马上要生了。于是，一个手忙脚乱地去抱奄奄一息的母狗，一个脱下衣服闷头潜入水中去接小狗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那只母狗一口气生了4只崽，最后就活下来1只。活下来的那只，他给取的名儿叫黑蛋。三妹养几天，就撑着船给他送过去。他再养几天，又撑船给三妹送过来。你们说，这叫什么缘分？什么缘分？狗屎缘分！甄姐儿，你心里也是喜欢他的吧？他那样的人，谁不喜欢？长得好看不说，说话也像你一样轻声轻气，还会写字画画。他多大？比我们大个2、3岁，个子比我们高出好多。对，有这么高。后来呢？后来，那三妹扔下我，一有空就往河对岸去，真是个小贱人。他们就这么好上了？都才几岁啊？看对了眼，可不就好上了吗？管他多少岁。好了几年啊？5、6还是7、8年，反正就一直那么好着。好了这么久，那人怎么不来胡家提亲啊？和这头和那头不是通婚的吗？飞哥，你说什么傻话呢？做做野鸳鸯也就得了，向八抬大轿抬进门啊，门缝儿都没有。那位到底是什么人啊？难不成门第比着我们季家还要高？季家算个什么玩意儿？我偷偷告诉你，连那人的一个小手指头都比不上。那人可是真正的皇亲国戚。我不太信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皇亲国戚都在皇城根下住着呢，怎么可能跑到河对岸去？5个指头还有长短呢，这皇亲国戚就不能分个得宠的和不得宠的？那他是那个不得宠的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得宠的都在皇宫里住着呢，哪能跑我们这犄角旮旯来？哎，对了，他叫啥名儿？我要告诉你了，回头你背我回家。背。飞哥啊，你怎么也不打听打听我的事儿啊？打听了，你不就那几件破事吗？没啥说的。飞哥啊，鸡都会下蛋，你说我怎么就生不出个崽子来呢？回了娘家，爹也打，娘也骂，哥哥嫂嫂个个不给我好脸色看。我要不狠点儿，他们能把我卖到窑子里去。甄姐儿，听你这么一说，你还真挺命苦的。你猜我是怎么留在娘家的？腰里藏了把刀呗。哎，你猜错了，我大嫂没了，我大哥娶不到媳妇，他让我陪他睡，我这才留下来的。他们哪里被我克死的？他们一个个都是被我活活气死的。
气死了好，死了好。真假？你看，就是他。三妹总和我说起你，说我什么？说你水性好，心肠也好，还帮他一起照看黑蛋。你叫啥名儿？那你记好了，我叫……你记好了。何处最伤心？关山见秋月。他叫吴关月。真姐，真姐，这么好看，点个我做订阅吧。梦都没有想过老太太的心魔竟然会和吴关月扯上关系。连锦衣卫都找不到的人，就凭我们这几个。叶三河，是不是找不到吴关月，我外祖母的心魔就没办法化解？两人青梅竹马，却因为身份地位的不同而遗憾终生。如果找不到他，也就找不到点香的人，这个心魔就化不了。这他娘的是个死结呀！吴关月早年生平我不了解，更不知道他和季老太太有这样一段缘分。只知道他后来被做皇帝的舅舅信任，一步一步成了权臣。所谓权臣，就是和你父亲一样吗？我父亲差他10万8千里。所谓权臣，是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，权势滔天，甚至可以说是只手遮天。一个人能爬到这个高度，能只手遮天，一定是有真本事的。据说这人非常聪明，也极有手段。掌权后就对陈氏王朝很多的弊病进行了改革，陈家人个个恨他恨得要死，但百姓个个拥护，个个爱戴。这会儿你该明白为什么他流亡这么多年始终找不到的原因了吧？三爷继续往下说。很奇怪，他妻妾成群，膝下却只有一个儿子。据说他对这个儿子非常看重，血洗中最后活下来的也只有他们父子俩。这就是我知道的全部。燕三河在心里勾勒出吴关月的大体形象：聪明、弄权、心狠、爱子、有仇必报，还有杀父济贫。三爷，如果我想去大齐国，需要准备些什么？很简单，让明廷去南宁府衙要个路引就行。我想去大齐国碰碰运气，我觉得你家外祖母一定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陪着我们。燕三河，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如果晚来一步，胡三妹和吴关月那一点过往，就和甄姐儿一起埋进土里了。我觉得她自己也想找一个答案，一个关于过往的答案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走一走。行。深夜的寺庙静得只有虫鸣声。临睡前，李不言将他的衣服都洗了晾晒起来，于是他穿了件男士的僧衣，挂在身上空空荡荡。这本是再难看不过的打扮，却因为他披着一头黑发，反而微微有惊艳之感。谢志飞哪怕再有心事，余光扫过，也略略有些心浮气躁。但三爷是什么人？三爷最擅长的就是心里风起云涌，脸上云淡风轻。这应该是你解魔生涯中遇到的最难的一个心魔吧？还有更难的？好吧，是他浅薄了。明天还要早起，回去吧。三爷，我就这么没有存在感吗？这要是在京里，多少大姑娘小媳妇儿走在他身边，心都要砰砰直跳。怎么了？如果你是吴关月，如果你在流亡，你会藏到哪里？如果吴关月已死，如果你是他的儿子，如果你在流亡，什么事情能让你不顾一切地站出来？咱们能不能想个招，引蛇出洞？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明婷，出发。红衣、金辉、血色，轰轰烈烈撞入所有人的眼帘。谢之飞的心像是被什么掐了一下，骤然跳得快起来。那个，下面怎么行事？你说句话。要死了！这神婆打扮起来怎么这么好看啊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说！那个，一会儿到了府衙，不要用这种态度对为兄说话，要低眉顺眼，要恭敬，要温和。哼！三哥，小心！小心！周大人，
久仰大名，打扰了，打扰了。裴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这位啊，是我家最小的妹子，中秋后便要嫁人。裴大人此趟远差是为了……这一趟啊，原是来查看咱们两广寺庙，顺道再办点私事。需要本官帮着做些什么？简单，请周大人给我一个去大齐国的路引，方便的话呢，再写个手书。我想去大齐国的布政使司拜访一下。裴大人要去大齐国？是啊，既然来了，就想过去瞧瞧嘛。裴大人，不是本官不通融，大齐国民风彪悍，老百姓对咱们华国人十分的不友好。这样吧，我再给派8个侍卫跟着，大人意下如何呀？这如此，下官便多谢了。裴姑娘生得花容月貌，到了大齐国还需把围帽戴好，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多谢。裴大人先喝会儿茶，我去就来。不急不急。带小姐去院子里走走，看看景。外头太热，我就这里坐着。这丫头自打早上摔了一跤后，别扭到现在，千金大小姐都不用演，现在活脱脱就像。姓谢的还敢笑，哼！小谢子，小姐有什么吩咐？外头树上叫的那是什么？哦，是知了。太吵，你去粘了。燕三河，你让小谢子很难做呀。这不是咱们裴府，小姐将就些。不粘，这鬼地方热死了。你打扇。打扇？我堂堂三爷，这是你的事。现在是你的事。小谢子，小姐说什么呢就是什么，还不赶紧的？爷，爱莫能助。好的，爷知道了，爷错了。小姐，小谢子要不要再用力一些？小姐，凉快了点没有？这是路引，这是手书，裴大人收好。周大人，实在是感谢啊！举手之劳，一路保重，早去早回。周大人请留步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没瞧出来，三爷竟有这本事。我家爷走到哪儿，和谁都能打成一片。真话，我去武城兵马司，只要说找三爷，个个恨不得领着我过去，倍儿有面子。他打小就讨喜，长得又好，小嘴又甜，脸蛋轻轻一掐，能掐出水来。怎么，他小时候还是个小白脸？真别说，他小时候还真是病病弱弱，动不动就哭鼻子，几步路一走，哎，累了，伸手就要人抱，娘不拉几的。你偷看我？你想多了。周青，一会儿你和黄芪把行进的速度带起来。是。不言，一会儿你怎么了？嘘，好姐，发生别小心！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谢武职，你他娘的给老子小心点，别伤着。来吧，让姑娘来会。姑奶奶，快别看了，到我身后来，刀枪无眼。你能不能给我闭嘴？可以，这样我就闭嘴。这是战场上的阵法，这些人竟然还懂阵法。鸣停，向进！危险！别人都是英雄救美，怎么到了我这儿是美救英雄了呢？小姐，没事吧？小姐，上车再说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根本没有人知道我们真正的目的。去胡家村，也是打着探访老太太祖籍的旗号。可对？对。入南宁府到今天，一切顺顺利利，直到今天。可对？对。除了我们6个，谁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？知道我们今天出发的只有2拨人，一拨是观音禅寺的人，另外一拨就是南宁府知府衙门。我们在府衙前前后后待了不过半个时辰，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吴官岳父子很有可能藏在寺庙里。寺庙和尚众多，在册的不在册的，如果真想藏一个人，不是难事。下面是商量我们要怎么办。叶三河，你说怎么办？与其去大齐国大海捞针，不如就着这一点线索来一个一案一明，如何？裴大人受伤了没有？多亏了周大人调派给我的8个侍卫，否则这一趟怕是有去无回了。裴大人，为了安全起见，
你们就在府衙里住下吧，我多派些侍卫在外面守着。周大人真是太贴心了，我正有此意。我想看看吴关岳父子的卷宗，以及他们的画像。裴大人是怀疑玉玺一事与吴关岳父子有关。我初来乍到，并无与人结怨，为什么会有人要我性命？裴大人，请跟我来。拿支笔来。夕阳透过窗户折射进来，它落在光里，额头、下巴、颈脖，还有胸前微微隆起的弧度。裴笑原先还看着画，后来就光顾着看人了。不得不承认，燕三河男装冷清，女装明艳，都各有各的动人之处。这样的人要是娶回家，裴爷，脸怎么红了？热了热了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可能我走错了。哪一步？不应该住到知府衙门来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真正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的，回到观音禅寺才是上策。你在怀疑什么，燕三河？官爷，我找周大人，我给他送2只老母鸡来。出去，出去！哎，别推呀！哎，放开他！我带他到里头等。周大人要是知道，指不定拿你出气。哎，小哥，你心肠真好啊！老汉，记不得我啦？你是？我们说周大人是偷，你气得要找我们打架，忘了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以后可不能瞎说。周大人是好人。是，绝对是好人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内堂等着。这周大人好久没来村里钓鱼了，金老太婆就让我烧只鸡来给大人补补。周大人常去你们村钓鱼？我们村的鱼比别地方的鱼好吃。那金老太婆为什么要给大人补补？金老太婆几年前得病，是周大人掏银子给她看的病。他儿子娶不上媳妇，也是周大人帮衬着娶生的。周大人这官做的可真是让人佩服。走吧，明天还等着呢。忽的脑海中有什么一闪而过，燕三河停下脚步，猛地转过身，盯着那老汉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老人家，周大人多久去你们村钓一次鱼？周大人半个月就会来一趟，来得勤快了。那这回几个月没去了？大人2、3个月没来了，大家伙心里都惦记。哎呀，这上回我怎么能收他钱呢？好不容易见着大人，怎么有问题吗？你就不能看着点路？咱俩到底谁撞谁？你自己说吧。那个，用你的银子鬼推磨一下，打听打听知府大人这几个月去了哪里。你回斋房等着，我马上就来。问清楚了，周爷已经有2个月没来衙门，10天前刚刚把假消了。你们打听周爷干？可打听到他去了什么地方？没有人知道。哎，你们打听？你能想起来那天周大人在凉茶铺有没有穿官服？他如果穿了，我一定会多看几眼的。他每半个月就会到老汉的村上钓鱼，按理说应该和老汉很熟悉，为什么那天他走得那么匆忙？可能有什么急事吧。那个，可以让我说句话吗？闭口！你在怀疑什么？你还记得关义掌柜的话吗？记得。他说那人也是个官，周也是官，这是1重巧合。凉茶铺同时出现他和那个装银子的包袱，这是第2重巧合。第3重巧合，他扔下银子，对老汉招呼也不打一个就匆匆走了，但明明是很熟的人。这个节骨眼上了，你们怎么还对那800两银子耿耿于怀啊？想点正事儿吧，2位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那个小偷真的是他，那么谢三爷的身份还瞒得住吗？既然瞒不住，他对三爷没有怀疑吗？对我们此行的目的没有怀疑吗？谢三河，你是不是怀疑他和吴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事情有点诡异，想查一查。那就好，我差点被你活活吓死，毕竟人家好歹也帮过咱们，做人可不能恩。毕竟知道我们去大齐国的另一拨人只有他。谢知飞，我们分头行动吧。你安排。我和我哥带3个侍卫去观音禅寺，周知府就交给你了。这第1杯酒我敬3胖哥，那天要不是他出手，我这条小命可就算交代。哎呀，哪里，一起到了。周大人是个好官呐，对百姓真的是没话说。就在谢知飞把话题扯到周大人身上时，裴大人一行筋疲力尽地回到了客院。朱青，你去接三爷回来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喝点茶水解解酒。不要，燕三河，把你的拿来给我喝。发酒疯发到我头上来了。燕三河，你这不是挺乖的吗？祖宗，别闹了成不成？算我求你，
周野今年40，没有娶妻，没有纳妾，无儿无女，还是光棍一条，不赌钱，不听小曲儿，不逛妓院，每天都是独来独往，身边连个贴身的小厮都没有，活得比和尚还要和尚。这不正常啊！他对百姓格外的好，谁有难事愁事都肯出钱出力帮忙。严三河，会不会是咱们搞错了？是啊，小姐，怎么看都不像啊。好人呐！嘿嘿，说周大人是小偷的那位好看的姑娘，来，和三爷详细说说，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调戏上了，好尴尬。狗男人，没脸看。严三河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一晚上我被他们灌的都五音不全了呢，硬撑着回来见你的呢。撒上娇了，几个意思啊？三爷不容易啊，心疼我家爷爷。朱青，你们替我做件事，我想知道周野的身手。他会功夫。你们一个掩护，一个试探，穿上夜行衣，速战速决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姑娘，衙门里进刺客了，你们多加小心。什么？快派人保护我们家公子啊！姑娘放心，院外已经加派了人手。多谢多谢，我立刻去把我家公子叫醒。他会武功，而且是个高手。在大齐国的小树林里，我应该和他交过手。除了出手的招式熟悉外，那个黑衣人的眉间也有3道深深的树纹。叶姑娘，下面该怎么办？小姐，快点做决定。这地儿是周野的地盘，我们现在很危险。事情到了现在，一步都不能走错。走错了，弄不好我们6人就要折在这里。这样，明天白天我给周野递帖子，晚上上门拜访他一下。理由是什么？回京在即，感谢照顾。大人，那院里怎么样？院里有人守着，灯一直亮到现在，别的查不到。刚才和我交手的人，是跟在谢志飞身边那个叫朱青的侍卫。这人出剑极快，功夫扎实，是个高手。大人，下一步怎么办？躲了这么些年，我够了，他也够了，你们也够了。阿强啊，是时候做个彻底的了结了。周野哥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和兄弟们说，生死一战吧。起来喝药了，我尝过了，不算苦。阿爷，我已经尝不出味儿了。怎么会呢？你不还天天想要苦的？就是因为要苦，所以吃什么都是苦的。不要再拖着我了，我这条命被你拖整整3年，够久了。你喝完这碗药，我就放手，以后再不逼你。一会儿，咱们府里有客人来，是京城的客人，我和你说过的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敬劳周大人亲自开门，罪过罪过。裴大人，里边请。把他们统统绑起来！燕姑娘，选个死法吧。死还能选？能，是一剑封喉，还是千刀万剐？是砒霜毒酒，还是麻绳白绫？是死在他们几个之前，还是死在他们几个之后？要杀便杀，要剐便剐，废什么屁话！姑奶奶最恨你这种逼逼叨的鸟人。来啊，姑奶奶头一个，赶紧的，谁不动手，谁他妈就是孙子！叶三河，干什么？我就想问周大人一句话，周大人费尽心思，一步一步把我们引到这里来，应该是有所图吧？我引着你，我为什么要引着你？我刚开始也不明白为什么，直到发现你是偷我们银子的人，才恍然大悟。为了探知我们去大齐国的真正目的，你这才派出了黑衣人。而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做出的反应最为真实，而做出的决定往往最为糊涂。我们住进了知府衙门，如你所愿的，一头扎进了你早已布置好的陷阱。于是，我们派了朱青反过来刺探你。如果不想让朱青发现你就是那个黑衣人，你根本不会使出在小树林里逼退他的那一招。这么一顺下来，我都忍不住要怀疑那个老汉。那老汉嘴太碎，话太多，但每一句话都答在了点子上，而且他出现的时机特别巧。也正是因为那个老汉的出现，我才又想到了早被我忘在脑后的
那800两银子的事情，才把注意力移到了你身上。这故事编的可真是精彩呀！既然故事这么精彩，那么周大人，你一步一步把我们引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？没有目的，一切都是你们臆想出来的，绝对不可能。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，是时候送你们上路了。来人！你和吴关岳父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混在华国，爬到南宁知府的位置，一做就是9年，为的是保护他们。他们一定藏在这个宅里的某一处，说不定我说的每一句话，他们都能听见。吴关岳，别做缩头乌龟，有种你就给我滚出来！尹三河，快跑！快跑！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如此待客之道，失礼了，阿爷替他们送报。我们是先礼后兵，他们是先兵后礼。吴叔年，木船陪父处，梦断扑疏年。人物孤中觅，神山反异仙。吴叔年，我们的来意你可知道？知道，唉，只可惜我父亲已经不能死而复生了。吴氏这个姓，原是前朝的皇族，因为李氏谋反，才被赶下了台。李氏手下留情，让吴家最不起眼的一支活了下来，便隐居在北仓河边的老街。祖父12岁那年，大齐王室再度发生宫变，陈氏取代李氏，一举坐上王位，算是改了朝换了代。祖父弱冠那年，因为才华出众，被召进京中给世家子弟讲学。这是胡家在老街沉寂100年后再次踏入京城。也正是这一次进京，祖父他老人家被长公主相中，奉命做了驸马。我祖母长公主是个很美很美很美的女子，我父亲的长相大部分遗传了她。她女扮男装进了学堂，听了祖父1堂课，便主动向王氏请婚。而陈王氏为了让自己的王位显得更加名正言顺，也需要祖父前朝皇族的身份来装点一下门面。女高男低，这门亲事好不了。裴公子可还成亲了？倒是相中了，就不知道燕神婆她愿不愿意。尚未成亲。亲事好不好，不在于谁高谁低，两人也算情辞和鸣了几年。是什么原因让两人心生嫌隙？我祖母想让祖父入朝做官，祖父志不在此，矛盾由此产生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是什阅吧。么原因让两人心生嫌隙？我祖母想让祖父入朝做官，祖父志不在此，矛盾由此产生。日积月累后，便相看两相厌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父亲才跟着祖父回老街住了几年，才认识了你们嘴里的那个季老太太。在老街这些年，她经历了什么？可以这么说，公主府四面高墙，看到的都是好的，听到的都是凤城话。用父亲的话说，是一片繁华似锦。但在老街，在北仓河边，我父亲看到了这人世间的另一面。那里有饿得跟狗抢食、啃树皮吃的孩子，有生了病被家人嫌弃，只能自己爬进深山里等死的老人，有站在街边揽客的女子，身上都臭了，还想用身子换点银子给家里的孩子挣口吃的。有30出头的壮汉跪地磕头，求官老爷们放过自己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女儿。这么好看，点个我订阅吧。父亲曾对我说，为官者不需要读那么多狗屁圣贤书，一条老街，一条北仓河，就能让他们知道这个官要怎么做。为君者无论是吴家、李家还是陈家，只要还有老街，还有北仓河的存在，都不会长久。父亲18岁那年，长公主下了最后通牒，命令父子2人即刻回京。父亲见祖父不愿意回京，便写信与长公主交涉。
最后他以入朝为官的代价，换取了祖父继续在老街生活的自由。我父亲熟读史书，博古通今，身上流着2代皇室的血脉，既不缺野心，又有手段。再加上长公主这些年苦心布局经营的人脉，他很快就在朝堂上崭露头角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我父亲还顺着长公主的意思，娶了我母亲。我母亲其实很可怜，她是长公主亲自挑中的人，知书达理，温柔娴静，长得也很美，却没有一天能走进我父亲心里。她每天晚上都会站在院门口，眼巴巴地看着那条青石路，等着父亲从另一头走过来。我父亲的权势越来越大，尤其是陈氏老的王去世后，新王仅仅12岁，他们争权夺利，收银骄纵，连我祖母这个嫁出去的公主都想着要把权力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。我父亲位极人臣后，在朝堂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，每一刀都砍向陈氏一族。陈氏一族对他恨之入骨，数次派人暗杀我父亲，暗杀不成，他们又把主意打到了我和我的祖父身上。杀祖父的命令其实是长公主亲自下的，祖父的死是压倒我父亲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以养病为由，把长公主软禁在府里。在筹谋数年后，那场针对陈家的杀戮悄无声息地来临。吴关岳，我的父亲，几乎杀光了陈氏一族的人，坐上了大齐国的帝位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父亲坐上王位了几个月后，带我回了老街。我们2人站在北仓河边，父亲和我说起了他的童年往事。我父亲说，在北仓河的另一边，有一个小姑娘叫三妹，还有一条狗叫黑蛋。你父亲还说了什么？我问父亲，你是不是喜欢她？父亲沉默了很久，终于点了点头。我又问父亲，既然喜欢，为什么不娶回来？你父亲怎么回答的？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开口时，他突然说，他要的是几间瓦房，4方小院，一个殷实人家，他要的太少了，我反而给不起。不是给不起，而是他的心太大，装朝政，装百姓，装天下，自然就装不下一个女子。燕姑娘总是那么一针见血吗？我只是比许多人更清醒些。剑三河，这么说来，我外祖母的心魔应该就是他。应该是。那就点香吧。这故事只讲了一半，谢三爷就这么迫不及待了吗？下面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一件是你父亲和我朝开战，最后兵败垂成，成为流亡君主；另一件是你们派人屠杀郑老将军义父，被我朝追杀至今。这2件大事于你来说都是不堪的过往，还是不说的好。宿命啊！吴淑年悲怆的大喊一声，仰头哈哈大笑，笑着笑着便笑出了眼泪。阿爷，下面的故事就由你来说吧。好，我要说的只有一件事，是郑家的灭门惨案，这也是我要引着你们走到这里的最终目的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阿爷，你扶我起来。这水缸里有6条鱼，知道为什么是6条吗？三爷，为什么？代表我曾经去了华国京城6次。阿爷每年进京述职，我便装扮成他的下人也跟着去。你们一定好奇，我冒着这么大的危险进京去做什么？我父亲在你们眼里或许是乱臣贼子，但在我心里，他就是个大英雄。英雄可以做惊世骇俗，把天都翻过来的大事儿，也可以孤独地死在冬至的夜里，那都是光明磊落。我这一生在他的庇护下没什么出息，
窝窝囊囊，躲躲藏藏，但只要我还有口气在，就不容许有人污蔑他，不容许有人往他身上泼脏水。所以每一年进京，我都在暗中调查杀害郑家真正的凶手，直到3年前，我开始服用还魂丹。我再也没有力气为我的大英雄平反了。这3年，都是我一个人进京，除了术士和买药外，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。什么机会？长安这条路之所以走不通，是因为我是外国人，根本接触不到京城的水，更不要说探一探它的深浅。而你们不仅身在水中，而且熟悉水性，深知它的深浅。你要我们查郑家的案子？我们帮你们化念解魔，你们帮吴家父子平反，找出屠杀郑家的真正凶手，祭奠死者的亡灵，也能让舒年和我死而瞑目。舒年，3位，我等你们半个时辰，也只等你们半个时辰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你们相信他们说的话吗？我信。我不信。你给我一个吴淑年说谎的理由。那你给我一个吴淑年没有说谎的理由。吴官月爱民如子这一点，你承认吗？承认。大齐的百姓到现在都念着他的好，由此可见，这人不会滥杀无辜。郑将军一府，除了郑老将军以外，还有谁是该死的？我爹是无辜的，我娘是无辜的，我妹妹是无辜的，还有我也是无辜的。府书善人行善，从名得名，他们都是那么好的人，为什么还死在刀山火海中？为什么？谢之飞，谢之飞，谢武师，谢武师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说个话也能走神，能不能专心一点？你没被鬼附身吧？喊你多少遍了？燕三河，下面的事你来做主吧。什么叫我来做主了？这人一个晚上都不太对劲。去告诉你们主上，我们应下了，请你们主上沐浴更衣，准备化念解魔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谢三河点上了。胡三妹，你是他唯一喜欢过的女子，他不娶你，因为他要做一件搅动日月的大事儿。我父亲这一生也很可怜，才华、抱负、雄心壮志都没有实现。最后还做了流亡君主，东躲西藏。该放下的都放下吧，别再做孤魂野鬼，投胎去吧。怎么回事？香怎么突然灭了？叶三河，这怎么回事？别慌，燕姑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胡三妹的心魔还不止吴官月这一个。我外祖母还有别的心魔，这心魔解一半，那我们季家不会有任何变化。只有心魔都解开，季家才会停止倒霉。燕姑娘，我想到了一件事儿，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。你说。狗对我们吴氏一族十分重要。当年吴氏还是大齐的王室，有一年王宫失火，是吴王养的狗咬着吴王的衣服，把他从火里拖了出来。于是吴王下令，吴氏儿孙世世代代都不许杀狗，也不许吃狗肉。我们吴家不杀狗，这是条族训，记在吴家的族谱上。你若不信，我让阿爷拿给你看。叶三哥，是不是有哪里不对？郑家惨案中没有一条狗是活着的。什么？我看过郑家的案卷，郑家除了鸡笼里的鸡、鸭笼里的鸭，吓得四下乱窜的猫，没有一个活狗，狗都被杀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案子不可能是他们吴家做的。怎么会做呢？4部联手，刑部大理寺督察院锦衣卫，不应该啊！阿爷，我在，舒年，我在呢。我们吴家是清白的。我听到了。我有脸见天了。我累了，想睡一会儿。好，回家，咱们回家。他娶过妻，生过子，你却孤身一人，你甘心吗？燕姑娘可有喜欢的人？没有。等燕姑娘哪天有了喜欢的人，就会明白，有一种人，
你连死都甘心替他。三位，山水有重逢，来日无可期，在下告辞。启程回京吧，老太太的另一半心魔不会在北苍河边了。可京城我们都一一查过了，没有。也许有什么东西被我们遗漏了。好，听你的。不好了，这宅子起火了！不好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为什么会起火？周野呢？周野在哪里？阿野哥也在里面，他是路上一个人走，会孤单。孤单个屁！你们去把他救出来，快去，快去呀！快去救他！三河，三河，去救他！冷静一点，快把他救出来一点！快救出来！周野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啊！叶三河，叶三河，不要死！跑啊！谢志飞，去救他们，把他们都救出来！叶三河，这是他们的决定。不要让他打！不要！不要！燕姑娘，在下告辞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通意中，他看到一个神仙般的人在他身边蹲下来。别以为你救了我，我就能把骨头给你，想都别想。听说你叫周野，以后我叫你阿野，如何？周野再次见到吴淑年是在10年后，那年他16，没有了又凶又狠的眼神，却已经是一头真正的狼。阿野，你来了。主子。他房里有4个大丫鬟，还有2个通房。通房一个叫冬雪，一个叫秋风，都是长公主赐下的。1个月中，他和冬雪、秋风各行房2次，不偏不倚。主子行房的时候，一般暗卫就该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，周野却躲在暗处看着听着。周野很看不上那2个通房，觉得2人一身的浊气根本配不上吴淑年，在床上更像是2只狐狸精吸食着他的阳气。周野有些气自己手里刀只能杀人不能斩妖。大婚是在春日，吴淑年一身红袍骑在高马上，心腹叫陈留莲。周野看着他掀开红盖头后，便悄无声息地离开，在无人处练了一夜的刀法。17岁的周野第一次踏入脂粉堆里，可为什么他脑子里浮现的都是那个人？周野几乎是夺门而逃，仿佛身后还有10几条野狗在追着他。不知道是天意还是什么，他跑进了一条死胡同。他看着面前那堵墙，慢慢蹲在地上，无声痛哭。这是周野第一次哭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哭完了，继续回去当差。在每个寂寞潮湿的夜里，周野如从前一样看着屋里的人，只是眼神越来越炙热，也越来越藏不住。这么好看，点个订阅吧。你说人活着是为什么？父亲要令江山平，四海清。我呢？我为了什么？吃，让你吃你就吃。喝。从那天以后，只要那人歇在书房，都会把周野叫出来，看着他吃点东西，喝几口茶，再放他出去。周野心里既开心又愁得慌。这核桃酥里是放了春药吧？怎么只要吃上一口，身上就觉得燥呢？半年后，陈柳柳有了身孕，按规矩3月内不能同房。吴淑年索性在书房歇下。陈柳柳怕男人忍不住，仗着肚子里的那块肉，求长公主把书房里的丫鬟换成了小厮。陈柳柳当真太不了解他，那4个大丫鬟哪个没对他动过心思，又有谁得了逞？男人当差没有女子心细，好几次他喝到嘴的都是冷茶。周野看不下去，偷偷跑出来帮衬了几次。吴淑年发现后笑笑，什么也没说，索性找了个由头，把小厮也打发出去。就这样，周野白天做暗卫，夜里做小厮，替他端茶倒水，铺床叠被。那天夜里，就在他昏昏欲睡的时候，突然察觉到空气里有一些怪异。可惜出刀的速度太慢，都死在他刀下。从那天夜里开始，周野就睡到了他的外侧，这是主上的命令。这个命令几乎要了周野的命。吴淑年睡觉不是老实的性子，周野躲得再远，他总能凑过来。
周野有时候被逼急了就睡榻上，可没过一会儿心里又不得劲儿，贱兮兮的再睡上去。有一回醒来，周野发现那人蜷缩在自己的怀里，心里砰的一动。鬼使神差的，周野慢慢张开双臂，很轻很轻的从后背环住了他。阿爷，再过几年我让父亲放你离开，你娶个好媳妇儿，再生个儿子吧。周野不知道说什么，只有仓皇而逃。还没从混沌中理清什么，主上把他叫过去，命他收拾收拾东西，立刻去华国。儿子遇刺的事情让主上终于下了决心，要为儿孙留一条后路。周野连东西都没有收拾，直接出了长公主府。到了华国，一切都安顿下来，他心里才生出了后悔，应该和那人说一声的，叮嘱他以后夜里别睡得太死，别喝冷茶，别踢被子，别总贪凉。哼，姓周的，记住自己的身份和本分，别仗着他性子好、脾气好就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他那样的人，不是你能肖想的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在华国前5年，没有任何人来找过周野。有时候一梦醒来，他茫然四顾，心里空荡荡，感觉自己就是一只活着的孤魂野鬼，没着没落。周野曾经想过，如果有一天自己再见到他，要说些什么呢？是先笑还是先跪呢？可当那人猝不及防地站在他面前时，周野发现自己错得离谱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，只会傻傻地看着他，恍若隔世。阿爷，给你带的核桃酥，现做的，你尝尝味道如何？好了，他不再是一只孤魂野鬼，他的魂又回来了。很有几分做官的样子了。有时候我常常在想，生活在这样一个家里，到底是老天爷垂怜我，还是厌恶我？我从懂事那天起，就想让他们都开心，我谁的话都听，他们让我娶谁我就娶谁，我努力，我自律，我比任何世家子弟的少爷都勤奋。可为什么我讨好了他们这么多年，结果是祖母把祖父给杀了，父亲把祖母给软禁了？他们每个人都疼我，可他们做每一件事情之前都从未想过我。我活着的意义好像就是为了给吴家留个后。你6岁那年到公主府，是我求父亲带你进来的，我想看看从狗嘴里抢走骨头的孩子长什么样。你16岁再进公主府，是我亲自选，这中间隔了10年，10年我见了你10次，每年岁末你们进行搏杀时，父亲都会带我去看，他站在明处，我站在暗处。有一个人，他赢了我替他开心，他伤了我觉得心疼，这人此刻就坐在我边上。周爷，人生在世，总要有所为，有所不能为。为吴家传宗接代是我要为的，喜欢一个男子是我不能为的，讨吴家人欢心是我要为的，让吴家人伤心是我不能为的。5年前我让你娶妻生子，是真心话。5年后我还是这句话，别把自己活成个孤魂野鬼，看看这屋子还有一点人气儿。一日是安慰，一辈子都是安慰。安慰不需要娶妻生子，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，护好主子，陪着他生，陪着他死。